西游取经结束500年后，八戒死了，死在了灵山。他在三界找了猴哥500年，却一无所获。最终一个人杀上灵山，击败了500罗汉、3000诸佛，拼尽毕生功力，却没能抵挡住如来的一掌。临死前，他嘶吼出震惊三界的话：此生只认齐天大圣，何来西天斗战胜佛？只因当年取经路上，所有人都以为如来拍死的是六耳猕猴。可在悟空回归取经团队的那天晚上，唐僧偷偷念了遍紧箍咒，而面前的孙悟空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僧沉默了，一滴眼泪不经意间划过脸颊，而这一切全被一旁装睡的八戒看在眼里。从这夜之后，八戒再没有叫过孙悟空猴哥，而唐僧也再没有念过紧箍咒。八戒知道他的猴哥不在了，以后再也没人叫他呆子了。后来取经圆满，如来亲自受封唐僧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为斗战胜佛，猪八戒为净坛使者，沙悟净为金身罗汉，连一直驮着唐僧的小白龙也成功转化龙形，被封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一时间整个灵山佛光大盛，金莲遍地。而此后500年，三界都发现修成正果的斗战胜佛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本暴躁的猴子居然在成佛后直接闭关了500年，他没有再回过花果山，也没有和以前一样四处游荡沾染是非，而是老老实实待在峨眉山，整整闭关了500年，真的如同庙里泥塑的菩萨一般，再也不过问三界之事。随着时间流逝，齐天大圣渐渐成为了传说。三界中除了少数人还记得那只胆大包天的猴子外，其他修士都只知道峨眉山有一尊大能叫做斗战胜佛。500年后，灵山脚下，一个干瘦的乞丐看着散发着佛光的灵山，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之色。除了不屑之外，还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又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看着记忆中熟悉的地方，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激动之色。他终于再次来到了自己最初学艺的地方——灵台方寸山。师傅徒儿回来了。看着眼前的斜月三星洞，乞丐眼眶一红，跪在了洞门口。此时的须菩提祖师正在悟道，他功参造化，已经是三界最强之一。不过越是强大，修为也就越难提升，经常一闭关就需要成千上万年。须菩提睁开了眼睛，掐指一算，脸上露出奇怪的神色。奇怪，悟空不在峨眉山闭关，怎么来三星洞了？须菩提心中有些疑惑。下一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悟空，不对，这是化身。须菩提出现在乞丐面前，看到乞丐的样子，菩提面色一变。师傅，徒儿。乞丐见到须菩提，眼睛一红，整个身体都变得有些虚幻起来。进来说。须菩提一挥衣袖，带着乞丐进入了洞府中。洞府内，须菩提检查着乞丐的身体，神色十分严肃。悟空，是谁把你逼到这一步，居然将真灵分裂成2半？须菩提疑惑地问道。眼前的乞丐居然是那本该已经成佛，在峨眉山闭关的斗战胜佛孙悟空。孙悟空虚弱地说道：师父弟子被如来算计。接着孙悟空说起了事情的原委，事情还得从500年前说起。孙悟空奉命保护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后来因为白骨精导致师徒离心，孙悟空被唐僧驱赶离开了取经队伍。而这一次离去，却惹出了一个假的悟空，也就是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假冒悟空抢走了通关文牒，沙和尚和猪八戒只能重新找到了孙悟空。真假悟空一场大战，最后打入了灵山，寻找如来佛祖分辨真假。说到这里，孙悟空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怨恨之色，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个陷阱，那假猴王居然是如来用来算计我。进入灵山后，如来指认我为六耳猕猴，然后当众使了个障眼法，将我变成了六耳猕猴。如来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如此欺侮！须菩提眉毛都被气得立了起来。当初如来选择孙悟空为取经人这件事情，须菩提自然是知道。当时须菩提认为孙悟空性情顽劣，历练一番也好，便同意了如来的建议。没想到如来竟然跟他来了个偷天换日。须菩提看着虚弱的孙悟空，眼中闪过关切之色，说道：悟空，你的真身现在何处？孙悟空说道：在灵山，他们日夜以琉璃火焰想将徒儿炼化，若不是徒儿悄悄分裂出这一丝真灵，恐怕再有100年时间，徒儿就要被彻底炼化了。好徒儿，你先在这里休息，待为师去替你讨回一个公道。须菩提说完，在孙悟空身边布下一个阵法，引天地灵气滋养孙悟空这虚弱的真灵化身。做完这一切之后，须菩提眼中流露出浓郁的杀机，然后消失在了三星洞中。须菩提驾云往灵山方向而去，还没有走多远，突然感觉天机混乱，竟是有大能搅乱了天机。原来是弥勒佛呀，你是想要阻拦我吗？须菩提冷笑着说道。弥勒佛是佛教高人，可和须菩提比起来，修为还要差上很多。弥勒不敢，这是混沌石，道友就用此物给悟空重塑身体吧。说完，弥勒佛消失得无影无踪。须菩提看着手中的混沌石，神色变幻不定。佛门毕竟是三界的庞然大物，须菩提孤家寡人，不曾开宗立教，一身实力固然强大，可也没有自信到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覆灭佛门罢了。因果已经结下，早晚会有清算的一天。须菩提叹息了一声，然后转身返回了斜月三星洞。悟空，为师用混沌石、三光神水为你重新塑造真身。须菩提以混沌石为基，辅以三光神水，为孙悟空重新塑造真身。孙悟空本就是补天灵石所化，混沌石其实也就是补天灵石，只不过补天灵石蕴含着补天的功德，而混沌石不含功德。混沌石在须菩提的祭炼下，缓缓变化着，逐渐有了3孔7窍。悟空，须菩提一声轻喝，孙悟空的真灵一个机灵，然后飞入了混沌石，和混沌石融为了一体。须菩提见悟空成功融入混沌石内，不由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将一葫芦三光神水洒在混沌石上。做完这一切之后，须菩提又运转神通，接引星辰之力下界，让混沌石吸收星辰月光之力，温养孙悟空的真灵。749天后，灵台方寸山突然发生剧烈的震颤，一只金光闪闪的猴子从石头中破开，一个跟斗来到了半空中。哈哈哈哈，俺老孙又回来了！孙悟空仰天长啸，
强大的力量让他不吐不快。孙悟空立刻落在了须菩提的面前，跪倒在地，对着须菩提磕了一个头，说道：“徒儿多谢师父重生之恩。”须菩提叹了一口气，说道：“师儿，如今你虽然重塑真身，这具身体的潜力也不比你原先的身体差上多少，但是你如今真灵不全，恐怕正道无缘，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重新取回你原本的真身。”孙悟空眼中绽放浓烈的战意，说道：“师父，徒儿这就杀上灵山，找如来老儿讨回公道。”糊涂，你经过此次劫难，难道还不明白吗？别说你现在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就算是你全盛时期，你觉得你真有能力打上灵山吗？须菩提摸着胡须说道：“佛门大兴500年，如今大兴之势已成，除了道门外，3界已无人能够匹敌佛门。悟空，你曾经也在天庭为官，你可知佛道之争？”孙悟空挠了挠头，说道：“天庭除了杨戬和哪吒，没有一个能打的，根本无法和佛门相比。那道门太上老君就是一脓包，倒是他座下的童子和坐骑有些本事。哼，真是个猢狲！为师给你换个身份，给你50年时间，再去好好看清楚这个世界吧。”说话间，须菩提挥了挥手，悟空身上的毛发变成了银白色，虽然依旧是一副猢狲相，但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后你就以这副形象去世间行走吧，用心好好看看这世界，等50年期满，你再回来见我。须菩提摆了摆手，示意孙悟空可以离去了。孙悟空对着须菩提做了作揖，然后一个跟斗踏上筋斗云，离开了灵台方寸山。离开了须菩提祖师后，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师父不让俺老孙去找如，孙悟空刚想说出如来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已经离开了灵台方寸山，连忙将要吐出来的字给咽了回去。孙悟空想到自己已经500年不曾回过花果山，心中不由涌出一股思乡之情，调转云头，直接往花果山而去。花果山水帘洞，原本繁荣的猴族如今已经不再是花果山的主人，这里已经沦为了一个群妖乱舞的地方。猴族只能勉强保住水帘洞不失，至于整个花果山，早就已经被划分成了4块，分别有南边的翻江大王，西边的乌头道人，东边的花蕊夫人。花果山的北边，也就是水帘洞方圆50里，则成为了花果山猴族最后的栖息地。如今花果山的猴族早就已经不复昔日的盛况，懂得修行的猴子已经只剩下不到10只，其余的都是一些灵智未开、懵懵懂懂的小猴子。哈哈哈！老猴子，大王有令，让你们献出200只猴子供大王宴请宾客。2只满脸鳞片的鱼妖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帘洞前，大声喝道。猴子们被吓得慌忙逃窜，躲在水帘洞内不敢吱声。白毛老猴子从水帘洞里走了出来，他扛着一根棍子，眼中充满了愤怒。回去告诉翻江大王，别欺猴太甚，我花果山水帘洞的大王可是齐天大圣，他若是知道你们如此欺辱猴族，哼，他老人家一定将你们扒皮抽筋。老猴子用棍子指着2只鱼妖说道。哈哈哈哈！齐天大圣，齐天大圣是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老猴子，如果你口中的齐天大圣真有那么厉害，你倒是叫他出来杀我呀！你刚刚说什么？于大的背后传来冰冷的声音。于大、于二是2个妖怪的名字。于大微微一愣，回头一看，只见一只浑身银白毛发、穿着一身白袍的猴子正踩在自己兄弟于二的头上。可怜的于二，脑袋都被踩到土地里去了，只剩下2只脚还在外面蹦跶。你是何方妖怪，敢来管我们花果山的事情？于大感觉到眼前这只猴子实力深不可测，不由心生畏惧。孙悟空很愤怒，当他看到花果山的一切后，他的内心就如同被一团天火在炙烤。他从来没有想到，昔日繁荣的花果山，如今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昔日花果山的主人，如今居然沦落成了食物。当听到于大说他们已经吃掉了上万只猴子的时候，孙悟空实在忍耐不住，所以直接从空中落下，一脚将于二给踩进了土地里。孙悟空一伸手，将于大的脖子给捏住，冷声说道：“回去告诉你们大王，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老孙今晚要煲鱼头汤。”于大喃喃道：“鱼头汤？可我们大王是蛇呀，哪里来的鱼头？滚！”孙悟空反手一甩，将于大给甩飞了。一只小妖，孙悟空不急着杀他，孙悟空又将踩在脚下的于二揪了起来。于二刚刚吃了一嘴土，此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见一只猴子揪着自己的头，不由大怒道：“该死的猴子，你居然敢揪你于二爷爷的头！等我回去就把你做成猴脑羹！”猴脑！孙悟空眼中凶光闪烁，手中一用力，直接将于二的鱼头给揪了下来。于二的身体变成了一只肥硕的鲤鱼，孙悟空手中的头颅也变成了鱼头。你是大圣派来救我们的吗？老猴子挣扎着站了起来，因为孙悟空已经换了身体，所以老猴子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只猴子就是他朝思暮想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俺老孙，对，老孙是齐天大圣的兄弟，我带他回来看看你们，你们放心吧，我回来了就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了。我说了今晚吃鱼头汤，那今天晚上就一定让大家吃上鱼头汤。孙悟空眼睛湿润了，不过他谨记须菩提祖师的吩咐，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推说自己是齐天大圣的结义兄弟，都带回去给孩儿们尝尝。孙悟空默念咒语，使了个袖里乾坤之术，将地上的各种鱼类海鲜全都收入了自己的衣袖中。这袖里乾坤之术还是地仙之祖镇元子和孙悟空结义的时候传授给孙悟空的。孙悟空虽然不太精通此术，用来抓人可能不行，但是用来装一些东西那还是十分轻松的。孙悟空回到了水帘洞，一挥衣袖，一只只肥美的鱼虾纷纷掉落。猴子们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个个被吓得躲在墙壁上，面色惊惧。孙悟空见花果山的猴子变成了这般模样，心中五味杂陈。昔日花果山的猴族一个个意气风发，而现在他们看起来根本就是一群野猴子。老猴子看着鱼虾中那一条看起来血迹斑斑的海蛇，突然
想到了什么，坐在地上嗷嚎大哭起来。孙悟空感觉十分烦躁，大叫一声，说道：“都给我闭嘴！现在你们去把这些鱼虾收拾了，给俺老孙做饭。”老猴子跪倒在孙悟空面前，说道：“谢谢恩公，这番江大王害死我数万猴族，以后恩公就是我们花果山水帘洞永远的恩公。等我们大圣从峨眉山回来，我们一定让大圣亲自去感谢恩公。”峨眉山，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峨眉山的是谁？孙悟空当然知道，那肯定就是那只如来用来替代自己的猴子，那是真正的六耳猕猴。呵，吃这只螃蟹可真肥。水帘洞的猴子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饱饭了，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四仰八叉的倒在地上，嘴里依旧不停地嘟囔着大圣。孙悟空眼睛有些湿润，花果山的猴族早就换了一批，如今的花果山也只有老猴子是原本追随孙悟空的那一代猴子。老猴子，花果山的猴子明明已经被我那兄弟消了生死簿，为什么他们还是死了？孙悟空开口问道。因为孙悟空发现老猴子的身上也开始散发木气，那是他寿元将近的征兆。老猴子今天也喝了不少酒，不过他毕竟有修为在身，所以并没有真的喝醉。见孙悟空发问，老猴子长叹一声，说道：“恩公，你叫我鬼脸吧，这是当初大圣给我起的名字。”鬼脸。孙悟空脑海中浮现昔日自己学艺归来的时候，因为自己有了名字，就给花果山所有的猴子猴孙都起了名字，而鬼脸当时还只是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小猴子。鬼脸说道：“说来也奇怪，500年前我们花果山的猴子的确都能够长生不老，但是自从500年前一场大雾之后，我们就失去了长生的能力，所有的老猴子们纷纷快速衰老死去。不过100年时间，整个花果山昔日追随大圣一起战天斗地的猴子们便全部老死了。又是500年前，孙悟空知道这肯定又是某个势力在针对自己，而最有可能的便是佛门，毕竟知道自己出事的也只有佛门了。看来俺老孙得再去地府一趟了。”水帘洞内，猴子们吃饱喝足，嬉闹一阵之后，便随处找了个角落睡去。老猴子鬼脸也喝得酩酊大醉，抱着一个石凳睡着了。孙悟空来到水帘洞外，看着天上的明月，心中思绪万千。这次回到花果山后，孙悟空准备先肃清花果山各路妖王，以保证花果山猴族能够在自己不在的情况下安稳的生活。花果山的各路势力，孙悟空已经通过鬼脸了解了，都只是一些小妖王，什么花蕊夫人、乌头道长的，孙悟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要不趁着孩儿们都睡了，先去把麻烦给解决了。孙悟空想了想，觉得或许自己应该先把这些小妖全部解决了。自己不在的这些年，这些小妖们手里可都沾染了不知道多少猴族的鲜血。就在孙悟空准备去解决花蕊夫人和乌头道人这2个小麻烦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一阵阴风吹过，回头一看，正好看到鬼脸眼神呆滞的被黑白无常2只小鬼用铁索勾着，朝远处走去。黑白无常，哼，找死！孙悟空见黑白无常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锁魂，不由大怒，刚准备动手，突然心中一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决定跟着这2只小鬼再探地府。白无常好像感受到了孙悟空的目光，不由转身看向孙悟空。孙悟空眼睛一闭，假装已经睡着，暗地里却用元神偷偷观察着黑白无常。师兄，怎么了？黑无常见白无常一直看着一只白毛猴子，不由疑惑地问道。白无常晃了晃脑袋，说道：“奇怪，这只猴子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黑无常凑到孙悟空面前，仔细打量一番后，并没发现孙悟空有什么异常。孙悟空放缓呼吸，将自己伪装成一只普通的猴子。黑白无常修为不及孙悟空，自然看不出破绽，见实在找不出什么异常，黑白无常怕误了时辰。只见黑无常挥手打开一道通往冥界的大门，然后2鬼牵着鬼脸的魂魄，径直朝冥界走去。2鬼没有发现的是，就在他们进入冥界之门后，身后一道幽光趁着冥界之门没有关闭的时候，也跟着2鬼进入了冥界。奇怪，这地府好像多了很多强横的气息。孙悟空跟随黑白无常进入了冥界，刚一进入冥界，孙悟空便感觉有几道强横的气息朝自己扫了过来。孙悟空感受到这强横的气息后，不由大惊，连忙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目光呆滞的鬼魂，不动声色地混入了正排队进入丰都鬼城的鬼魂当中。等那些气息散去之后，孙悟空这才松了一口气。鬼脸呢？这一耽搁，孙悟空发现黑白无常已经带着鬼脸不知道去了何处，心中不由有些焦躁。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好像发现了孙悟空的异常，他持着一柄钢叉走上前，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孙悟空。孙悟空眼中金光一闪，小鬼眼中顿时流露出茫然之色。你是谁？孙悟空看着被自己使用迷魂之术迷惑住的小鬼问道。小鬼机械地回答道：我叫李二。孙悟空问道：你知道黑白无常在哪吗？小鬼点了点头，说道：黑白无常住在无常殿。无常殿在哪？带路。孙悟空身形变化，变成了一只和李二一样的小鬼。李二在前面领路，孙悟空变化的小鬼跟着李二一同朝无常殿走去。孙悟空越走越是心惊，因为他发现这地府和1000年前他大闹地府时完全不一样。不过走了半个时辰，孙悟空就遇到了3个相当于真仙修为的恶鬼。李二告诉孙悟空，那3鬼分别是豹尾、黄蜂和鸟嘴，是地府的3名阴帅。奇怪，那十殿阎罗也不过真仙修为，他的部下怎么也是真仙？孙悟空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当初孙悟空大闹地府的时候，修为已经是太乙金仙，当时孙悟空以一己之力将地府闹的是天翻地覆，对地府的实力孙悟空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这次进入地府，孙悟空却是越看越是心惊。3界中修行中人共有6个境界，分别是凡仙、天仙、真仙、太乙金仙、大罗金仙和混元大罗金仙。其中混元大罗金仙又被称作混元圣人，而在大罗金仙之上，混元大罗金仙之下又夹杂着一个特殊的境界，那就是准圣境界。准圣在混元大罗金仙之下，却又远远强于大罗金仙，因此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境界。李二不过一个普通的小鬼，自然不能回答孙悟空的疑问。李二带着孙悟空继续前进，很快孙悟空便来到了奈何桥旁。正在熬煮孟婆汤的孟婆突然抬起了头，孙悟空的目光和孟婆的眼睛对上，孙悟空心中
升起一个奇怪的感觉，那就是面对眼前的孟婆，孙悟空有一种面对自己的师父须菩提祖师时的感觉。孟婆重新低下了头，继续搅动鼎里的汤水，好像并没有看出孙悟空的异常。这个老婆婆真的是孟婆吗？为什么和我以前遇到的不一样？孙悟空挠了挠头，此时李二已经从奈何桥旁边的小道过了奈何桥。孙悟空见状，连忙想要跟上去。奈何桥上了繁星，无见轨道度浊尘。就在孙悟空即将踏上小道的时候，正在搅动孟婆汤的孟婆突然开口说道。孙悟空回头，孟婆依旧在低头搅汤，好像刚刚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一般。奈何桥，无见轨道，难道这老婆婆是在告诉我应该走奈何桥吗？孙悟空眼中神色变幻不定，思索了片刻，孙悟空收回了准备踏上小道的步伐，身形一晃，朝奈何桥上走去。一踏上奈何桥，孙悟空便感觉无穷的往事涌上心头，自己千年来的经历就如同回放一般，一幕幕涌现。孙悟空没有发现，就在他踏上奈何桥的那一刻，他的形象重新变回了原本的模样，变回了灵灵侍候。孟婆见孙悟空身上气息浮动，微微一笑，用手中搅汤的勺子对着孙悟空一挥，孙悟空身上的气息立马消失了。冥界深处，地狱阴山，一只长着虎头、独角、麒麟足的异兽突然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睛一黑一白，看起来十分诡异。谛听，怎么了？一位面目和蔼的老和尚感觉到谛听的异常，不由也睁开了眼睛。原来这一兽叫做谛听，而这老和尚自然也就是那发下大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了。菩萨，我刚刚好像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谛听回答道，他的耳朵正在不停地做出聆听状，好像在聆听什么东西。奈何桥上，孙悟空正在缓慢地行走着，每一步他都会回想起过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每走一步就会重新将过往再经历一遍。可不能让你这畜生坏了事儿。孟婆像是忽然感觉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一笑，轻声说道。说话间，孟婆将手中的汤勺对着正在熬煮孟婆汤的鼎敲了一敲。当熬，阴山正在聆听的谛听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他的两只耳朵流出了鲜血。地藏王菩萨脸色一变，挥手洒出一道佛光，覆盖在谛听身上。菩萨，谛听看了地藏王一眼，然后眼睛一闭，昏睡了过去。阿弥陀佛，孟婆过分了。地藏王菩萨察觉到是孟婆出手，正准备动身去找孟婆要个说法，可就在这时，阴山背后一群群恶鬼又开始冲撞阴山。地藏王菩萨无奈，只能念诵经文震慑恶鬼。佛门千般算计，终是一场虚妄，或许这是我们将佛门驱逐出地府的好时机。孟婆看向孙悟空，脸上露出玩味的表情。孙悟空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他正在接受自己回忆的洗礼，随着一遍又一遍观看自己的记忆，孙悟空突然有了别样的感觉，这好像就是一个局。孙悟空终于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好像都在一个局中。自从出世以来，孙悟空一直过着顺风顺水的日子，想寻师访道，一艘竹筏就直接横渡了东海。当时的孙悟空可就只是一只普通的猴子，浩瀚东海，即便是大船也有翻覆的风险。可孙悟空一艘竹筏，居然真的安然无恙的从东胜神州抵达了犀牛贺州。这些孙悟空以前从来没有细想过的东西，在一遍又一遍观看自己记忆的时候，孙悟空总算察觉到了不对劲。孙悟空再次迈步，一脚落下，记忆再次涌现。孙悟空努力观察自己横渡东海的场景，终于发现当时自己的上空一直有一只青鸟在盘旋，直到自己进入斜月三星洞后，那只青鸟才消失不见。呼，孙悟空迈过了奈何桥，再次变成了小鬼模样。他回头看了看正在低头搅汤的孟婆，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走吧。孙悟空回过头，对正在等他的小鬼李二说道。李二继续领着孙悟空前进，一路上时不时有穿着各异的鬼差来来回回，而且孙悟空还发现这些鬼差中有很多对黑白无常是分身，原来黑白无常锁魂是用的分身。孙悟空察觉出了端倪，原来这些黑白无常都只是真正黑白无常的分身。大人，前方就是无常殿。李二带着孙悟空来到了一座阴森的大殿前，指着大殿对孙悟空说道。行，多谢了。孙悟空拱了拱手，然后对着李二吹了一口气，李二当即仰身便倒。孙悟空将李二的身体找个地方藏了起来，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李二的模样。变成李二模样的孙悟空大摇大摆地朝无常殿走去。来者何鬼？一个独角恶鬼手持长枪拦下了孙悟空，恶狠狠地问道。孙悟空回答道，小的李二有要事求见无常大人。独角恶鬼哈哈大笑道，一个低阶小鬼也想见鹰帅，快滚，不然鬼爷吞吃了你。孙悟空眼中凶光一闪，不过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在上奈何桥之前，孙悟空或许会选择直接打入无常殿，但是经过奈何桥事件之后，孙悟空决定不再那么冲动。孙悟空转身离去，在转角处变成了一缕黑雾，然后缓缓飘向无常殿。独角恶鬼正在和另外几只恶鬼吹嘘自己刚刚如何欺负一只低阶小鬼，似乎吓唬住了一只小鬼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变成黑雾的孙悟空听到独角恶鬼的吹嘘后，心中一动，使用神通变出一根细针，对着独角恶鬼的屁股就是一针。独角恶鬼湛蓝的脸色突然变成了青色，他瞪大眼睛，口中发出痛苦的哀嚎。独角，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独角听到独角恶鬼的惨叫声后，其余几个恶鬼纷纷上前查看，而孙悟空则趁着这个时机进入了无常殿。进入无常殿后，孙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了刚刚独角恶鬼的模样，然后大摇大摆地朝殿内走去。殿内空无一人，只有2个王座摆放在大殿内，应该就是黑白无常的位子。孙悟空坐在一张黑色的王座上，见身前桌案上摆着一堆卷宗，不由好奇地拿了起来。张宁，范阳人士，死于元月11，享71年阳寿。刘固，奥来国，原来是生死簿啊。孙悟空笑了笑，但是很快，孙悟空的笑容便僵住了。生死簿不是应该由阎罗王掌管的吗？为什么黑白无常也有？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就在这时，孙悟空突然感觉到有3股真仙的气息靠近，心中一动，立刻变成了一根猴毛，落在了地上。黑白无常和一个白衣仙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这白衣仙人身穿紫兽仙衣，背负仙剑，此时
正和黑白无常二鬼愉快地交谈着。范兄、谢兄，这一次兄弟可就要麻烦二位了。白衣仙人对黑白无常拱了拱手说道，看样子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拜托黑白无常。白无常笑着说道，李兄何必客气，我兄弟二人平日里也没有少麻烦李兄，能帮李兄做事是我们兄弟的荣幸。说话间，黑白无常已经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而那白衣仙人则坐在二人的对面。白衣仙人与黑白无常对坐，地仙二鬼一直在酗酒，让变化成猴毛的孙悟空等得有些不耐烦。终于，地仙二鬼客套完毕，白衣仙人起身道别，临走时递给黑白无常一副卷轴。谢兄、范兄，小弟不便再因此久留，就先行告辞了。白衣仙人对着黑白无常拱手道别，然后飘然而去。等到白衣仙人走后，黑无常看了看手中的卷轴，有些苦恼地说道，师弟，李太白这厮给我们找了个麻烦，他妹子触犯天条，将于明日被贬下凡历劫。李太白让我们给他妹子留下印记，以便他去将妹子重新引入仙途。白无常接过卷轴，看着卷轴上的女子，叹息道，李太白是人教门徒，昔日我等在凡间的时候又与他交好，今日他上门相求，我们又岂能不帮？奇怪，不过就是给一个下凡的仙女打个印记而已，怎么看这两个家伙好像很为难的样子？变化成猴毛的孙悟空听着两人的对话，感觉有些奇怪。地府在孙悟空的印象里一直都对仙人唯命是从，刚刚那个叫做李太白的仙人好歹也是真仙修为，按道理这样的仙人在地府提个小小的要求，别说黑白无常了，便是阎罗王也应该给面子才是，怎么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样。眼看黑白无常就要离去，孙悟空顾不得多想，突然在黑无常背后现身，抡起拳头对着黑无常的后颈就是一拳。饶是黑无常真仙修为，也被这一下打得有点猛，翻了翻白眼，直接栽倒在地上。白无常大惊，连忙祭出一条铁索抽向孙悟空。孙悟空闪身躲开铁索，然后一个纵身来到白无常身边，揪住白无常的脖子冷喝道，嘿嘿，小鬼，你们刚才的勾当俺老孙可是全听到了啊！这位上仙有话好说，范某不知我兄弟二人有哪里得罪上仙，还请上仙明示。白无常脸色一变，本就惨白的脸上刹那间居然好像有了血色。孙悟空笑道，你们两个小鬼，俺老孙且问你，今日可有勾走一老猴子的魂魄？那魂魄去哪儿了？猴子，这个上仙好叫上仙知晓，这每日死去的猴子何止千万，却不知你要找的猴子他可有姓氏，可知籍贯在何处？白无常闻言连忙回答道。孙悟空挠了挠头说道，他叫做鬼脸，花果山侯氏。花果山？这白无常闻言一愣，看向孙悟空的眼神变得十分古怪，快说他的魂魄被你们都哪里去了？孙悟空见白无常愣住了，不由怒道。白无常迟疑了一下说道，上仙，恕小神直言，你要是要别处猴子的魂魄，小神二话不说直接送给上仙便是，但这花果山的猴子不同，他们的魂魄必须投入阴山，所以阴山这是为何？花果山的猴子犯了何罪，要受这永世不得超生之苦？孙悟空语气冰冷地问道。阴山孙悟空自然是知道的，那里面都是一些永世不得超生的恶鬼。孙悟空不明白花果山的猴子有何罪过，居然会被放入阴山。感受到孙悟空身上的寒意，白无常连忙解释道，上仙，此事涉及到一宗秘辛，小神不敢说，不说俺老孙就打得你魂飞魄散。孙悟空眼中金光闪动，手中凝聚一团雷光，雷霆的威力对鬼神最是有效。白无常见孙悟空是要动真格的，顿时也顾不得许多，连忙说道，上仙且慢，虽然小神不能说，可是只要你去一个地方便能知道答案，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去处？孙悟空也不想真的杀了白无常，一个真仙陨落势必引来地府的全力追查，到时候少不得被佛门发现什么破绽。孙悟空可是答应了须菩提祖师，在50年内不去招惹佛门的。白无常说道，关于那件秘辛知道的人不少，但敢说出来的也只有判官崔玉了。崔玉现在何处？孙悟空眼珠子一转，连忙追问道。白无常说道，崔玉是阎君近臣，他的府邸在阎罗殿旁边的判官悟空转身变成了黑无常的模样，来到了判官府，来到了正厅，一个身穿红袍长着美髯的中年男子正握着一本小册子在滚。抬头看到孙悟空所画的黑无常后，男子眼神一凝，沉声道，哪里来的妖魔，居然敢冒充我阴司之人？孙悟空闻言一惊，眼神疑惑地打量着眼前的男子。男子一身气息和黑白无常一样，都只是真仙修为，没想到居然能够一眼就看出自己的变化之术，实在是厉害。这男子正是崔玉。崔玉天生慧眼，能够辨别中间，在成为判官之后又修行了阴司神通，将慧眼的能力修炼到了极致，所以他一眼就能识破孙悟空的变化。孙悟空见被崔玉识破，也就不再伪装，直接摇身一变，变回本来模样，一只银毛猴子。崔玉的慧眼虽然厉害，能够看破孙悟空的变化之术，但却没有办法识破须菩提祖师给悟空的伪装，所以崔玉并没有办法认出眼前之猴就是昔日的齐天大圣。崔玉看着孙悟空呵斥道，你是哪里来的猴子，居然敢冒充阴司神灵，来此究竟有什么目的？孙悟空哼了一声说道，俺老孙来自花果山水帘洞，特来找判官问个清楚，为何我花果山的猴子死后会被送入阴山，他们有何罪过？崔玉闻言神色微微一凝，说道，花果山这件事情与我阴司地府无关，猴子，本判官你有功德傍身，今日就不追究你冒充阴神的罪责了，你且去吧。孙悟空冷笑道，你不追究我，我还要追究你呢，我花果山的猴为何要受这永世不得超生之苦？你今日若不给俺老孙个说法，俺老孙就掀了你们阴司，毁了你们地府。崔玉闻言不怒反笑道，好个夸口的猴，这三界中还没有谁敢妄言掀了我阴司地府，今日本判官敬你有功德在身，不欲毁你修为，你若是执迷不悟，就休怪本判官无情了。孙悟空也被气笑了，指着崔玉不屑地说道，区区一个真仙境界的鬼神，也敢在俺老孙面前放肆，真是可笑，今日便要让你见识俺老孙的手段。孙悟空说完便准备动手，只见崔玉丝毫不惧，手中出现一本阴经。
气弥漫的书籍。孙悟空飞身上前，抡起拳头砸向崔玉。崔玉修为不敌孙悟空，所以他并没有硬抗，而是翻开了手中的书籍。生死簿，这是什么力量？孙悟空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迎面而来，以孙悟空的实力，面对那股力量居然毫无反抗之力，被直接弹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倒在一根柱子上面。这是什么法宝？孙悟空翻身而起，一脸茫然地望着崔玉手中的书籍问道。崔玉微微一笑，说道：“此乃我阴司法宝，生死簿。生死簿防御无双，能查万灵因果，断万灵轮回。猴子，你现在还敢妄言掀翻我阴司地府吗？生死簿怎么可能？生死簿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威力？”孙悟空感觉一阵茫然。1000年前，孙悟空曾大闹地府，生死簿他也不是没有见过，那只不过就是记载生灵寿元功过的册子罢了，哪有眼前这本生死簿这般强大？崔玉笑道：“猴子，好叫你知晓，这三界拥有天地人三书，这天书唤作封神榜，能摄封神灵；地书又唤作大地胎魔，为地仙之祖镇元子所有，能够调动三界地脉之力，防御无双。这人书便是生死簿了，它记载着世间万灵的功德寿元，只要是生死簿上有名的生灵，就会被生死簿所克制。”孙悟空摇了摇头，说道：“我不信，区一本书就能挡得住俺老孙。”孙悟空再次发起攻击，双拳各自凝聚一道仙力，然后轰向崔玉。崔玉见状，摇了摇头，叹息道：“灵丸不灵。”说完，崔玉手中出现一支毛笔，这正是和人书配套的判官笔。风，崔玉使用判官笔在空中写了一个风字，风字径直飞向孙悟空，然后在孙悟空震惊的目光中印在了孙悟空的眉心。孙悟空感觉自己一身力量快速消散，然后身子一僵，倒在了地上。崔玉收回生死簿和判官笔。这个时候，外面守卫的小鬼也察觉到动静，涌入了大厅。看到被封印的孙悟空后，众小鬼全都面色大变，纷纷跪倒在地，请求崔玉饶恕他们。崔玉摆了摆手，说道：“这猴头擅闯判官府，暂且押入阴司监狱，待审判之后再行处置。”“是，大人。”小鬼们应诺道。几只小鬼上前将孙悟空扶起，然后准备将孙悟空押走。奈何桥头，孟婆摇了摇头，手指微微在顶上敲了敲，一滴水珠从顶中飞出。孟婆轻轻吹了一口气，那一滴水珠立刻朝着远处飞去。该死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俺老孙动不了了？孙悟空元神被锁在了肉身里，而肉身又被生死簿封印，心中不由大急。孙悟空没有想到，1000年前被自己轻松掀翻的地府居然如此强大，一个真仙境界的判官居然都能将自己封印，这让孙悟空心中充满了疑惑：是自己变弱了，还是地府变强了？小鬼们押着孙悟空朝监狱走去，他们没有发现的是，一滴水珠正从远处飞射而来，然后正好击中了孙悟空的眉心。孙悟空感觉眉心一阵清凉，然后封印散去，孙悟空睁开了眼睛，哼，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封印被解开，一身力量重新回归，他轻松挣开了身上的束缚，然后三拳两脚将众小鬼放翻之后，立刻闪身消失在了原地。孙悟空在孟婆的帮助下挣脱了判官笔的封印，准备去找阎罗王讨个说法。阎罗王正在翻看卷宗，突然神情一肃，对着虚空拱了拱手，说道：“阎罗明白了。”孙悟空隐身进入了阎罗殿，刚一进入阎罗殿，阎罗殿上一面阴阳镜便射出一道光芒，射在了悟空的身上。孙悟空大惊，在那阴阳镜的照射下，孙悟空发现自己的隐身法术居然直接被破了，现出了原身。哈哈哈哈！上仙来此有何贵干了？阎罗王一挥衣袖，阴阳镜光芒一脸，镜光立刻消失了。奇怪，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1000年前都是没有的，怎么这次来地府，感觉这地方比1000年前强太多了？孙悟空眼睛不停地转动着，感觉地府充满了神秘。上仙，阎罗王见孙悟空没有反应，便又开口问了一声：“啊，阎王，俺老孙且问你，你为何要将花果山的猴子投入阴山？”孙悟空回过神来，见阎王比较好说话，便问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阎罗王好似早就知道孙悟空的来意，叹了一口气，说道：“上仙有所不知，关于这花果山猴子的事情，此并非我们地府所为，而是阴山那位的要求。”阴山莫不是地藏？孙悟空心中一动，开口说道。阎罗王点了点头，说道：“这花果山的猴子与别处的不同，他们曾经吞服仙丹，仙果已经诞生了元神，若是任由他们转世轮回，他们来世都将走入仙道，所以地藏王菩萨将他们投入阴山，永世不得超生。”地藏！孙悟空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要去找地藏王菩萨算账。上仙，地藏王菩萨乃是佛门大能，虽是菩萨果位，但实力并不见得弱于佛陀。他发话了，我阴司如何敢不从？因此此事小神也无能为力。阎罗王见孙悟空想要去找地藏王菩萨，赶紧开口说道：“什么？地藏王居然如此厉害？”孙悟空一听地藏王居然能够和佛陀相比，不由感觉十分意外。地藏王在孙悟空的印象中一直都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他的坐骑地听神兽更是胆小的紧。在孙悟空和假猴王大战的时候，曾去找地听分辨过真伪，可是那地听神兽明明已经分辨出了真假，却不敢说出来。因此孙悟空断定这地藏王的实力应该不强，可阎罗王的话却又让孙悟空迷惑了。阎罗王点了点头，面露尊崇地说道：“地藏王菩萨可是准圣强者，以一己之力镇压阴山，可谓是功德无量。”经历过灵山事件后，孙悟空的个性已经变得谨慎了许多。见阎罗王如此推崇地藏王的实力，知道自己以前应该是小看他了，可是一想到花果山死去猴子的鬼魂全部在阴山受苦，孙悟空就感觉自己心中烦躁不已。阎罗王抚摸着胡须，笑道：“上仙，有地藏王菩萨坐镇阴山，阴山固若金汤，外人进不去，里面的恶鬼自然也就出不来。”地藏王、阎罗王的话让孙悟空心中一动，自己如果想要进入阴山，唯一的阻碍便是地藏王。如果想办法把地藏王引出阴山，那么自己不就可以进入阴山，将里面的猴子猴孙给救出来了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孙悟空心中暗
道：地藏王曾发下大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了度化地狱恶鬼，他已经坐镇阴山万年，不曾挪动身躯，想要将他引出阴山，实在是太难了。阎王，多谢了，俺老孙知道该怎么做了。孙悟空掐指一算，发现自己来地府的时间已经快2个时辰了，是到了回阳间的时候了。孙悟空消失了，阎罗王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去，变得不怒自威起来。想不到啊，如来好算计，可惜啊可惜，招惹了须菩提，看来佛门这次有难了。阎罗王嘴角勾起一丝奇怪的笑容，此时的阎罗王哪里还有刚才孙悟空在时的谦卑模样？奈何桥前，孟婆依旧在熬煮孟婆汤，仿佛这一锅汤里蕴藏着什么绝世大道一般。孟婆道友，一个面色慈悲的老和尚一步一金莲，缓缓走向孟婆。孟婆微微一笑，说道：原来是地藏啊，你来老身这里所为何事啊？原来这老和尚居然是刚刚平息了阴山暴动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双手合十，口诵佛号，说道：阿弥陀佛。孟婆道友，刚刚我那谛听察觉到有人混入了地府，正要查看，却被道友所伤，还请道友给贫僧一个交代。交代？地藏，这里是忘川，我孟婆做事需要给人交代吗？孟婆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容，竟好似完全不在乎会惹怒地藏王。地藏王对孟婆似乎十分忌惮，见孟婆如此说，一时间竟有些语塞，身上的气息不由浮动起来。孟婆搅动鼎里的汤汁，说道：地藏，你凝聚一道分身不易，离去吧。道友，你好自为之。地藏王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和孟婆动手。在外人眼中，孟婆只是一个在奈何桥给鬼魂喂食孟婆汤的鬼神，可地藏王知道，孟婆的来历远不止如此，她疑似一尊远古大能的化身，身份极大，一旦惹怒了她，恐怕整个佛门在地府的势力都会遭受极大的损失。孟婆没有搭理地藏王，地藏王叹息一声，消失不见。地府发生的一切，孙悟空自然无从知晓，他闷闷不乐地返回水帘洞。此时天色已经破晓，有的小猴子们已经发现鬼脸去世了，他们不由露出慌张的表情。老祖宗死了！老祖宗！越来越多的猴子被吵醒，他们拨动鬼脸的尸体，整个猴群都变得躁动起来。鬼脸早就已经成为了水帘洞的支柱，他一死，整个水帘洞的猴子们都感到十分的慌张。你们好好安葬鬼脸吧，以后就由俺老孙护你们周全，以后这花果山还是我们猴族的天下。孙悟空深吸一口气，对慌乱的猴子们说道，然后他将目光扫向花果山各处，同时运转神通，一声大喝：我乃花果山水帘洞之王，各路妖王速来拜见，如若迟疑，后果自负，后果自负。一个仙风道骨的道人皱起了眉头，这道人唤作乌头道人。听到孙悟空的声音后，乌头道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好强的修为，难道真是齐天大圣回来了？这乌头道人的来历也不简单，他并非人族，而是一只苍蝇成道，受一道人点化，留在花果山，负责监视花果山猴族的一举一动。乌头道人想起自己师父的吩咐，决定立刻前往水帘洞一探虚实。与此同时，花蕊夫人也正带着麾下的花妖们赶往水帘洞。孙悟空站在水帘洞前，眼神飘忽，他在想如何解救被囚禁于阴山的猴子鬼魂。关于准圣境界，孙悟空曾听须菩提祖师提起过，须菩提祖师曾经说过，准圣为3界最顶尖的大能，大多避世不出，因此孙悟空1000年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准圣。至于如来佛祖，孙悟空原本以为如来佛祖就比自己强一点点，后来从师父须菩提口中得知，如来佛祖也是准圣，孙悟空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如来佛祖手中没有反抗之力。如今的孙悟空以混沌石重塑真身，混沌石蕴含着无尽的能量，因此孙悟空如今的修为和1000年前一样，都是太乙金仙巅峰。若不是因为真灵不全，此时的孙悟空早就已经成为大罗金仙，成为3界明面上最顶尖的战力之一了。对于花果山另外2个妖王，孙悟空并没有放在眼中，他们如果识相愿意投降，孙悟空或许会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如果不愿意投降，孙悟空为了猴族的安全，便只能将他们全部诛灭了。一股浓郁的花香袭来，天空中几个妙龄少女抬着一架以藤蔓编制成的藤椅，缓缓朝着水帘洞而来。一女子斜躺在藤椅中，手中把玩着一把扇子，显得分外慵懒，装模作样。孙悟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然后抬起手指着藤椅上的女子说道：小小花妖，见到俺老孙还不速速下来投降？花蕊夫人眼神微眯，孙悟空的实力让她看不透。作为花妖，花蕊夫人十分谨慎，在发现孙悟空的实力可能在自己之上后，花蕊夫人明智地选择了智取。花蕊夫人微微一笑，带着藤椅从空中降落，落在了孙悟空面前。花蕊拜见这位大王。花蕊夫人弯腰对孙悟空行了一礼，她样子极美，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她面前，一定会心生怜悯。可惜她面前站着的是一只不解风情的猴子。孙悟空打量着花蕊夫人，说道：一只天仙境界的小妖，倒是有些道行。俺老孙给你一个机会，成为我水帘洞的护法，你意下如何？成为水帘洞的护法？花蕊夫人微微一愣，花果山水帘洞，如果是1000年前，那的确是妖族圣地，但是现在嘛，水帘洞早就已经成为了过往。老一代的妖王忌惮孙悟空的名声，不敢打水帘洞的主意，新一代的妖王则看不上区区一个水帘洞。花蕊夫人倒也算见多识广，知道一些水帘洞的事迹，因此平日里很少主动和水帘洞起冲突。孙悟空点了点头，高傲地说道：这也是现在水帘洞无人可用，不然的话，以你天仙修为是没有资格作为护法的。在1000年前，想要成为我花果山水帘洞的护法，那至少也得是真仙境的修为。花蕊夫人脸上露出尴尬的笑意，说道：这位大王，花蕊愿意和大王做
做朋友，大家彼此为邻，相互照应，这成为护法的事情吗？花蕊夫人作为妖王，逍遥自在惯了，哪里愿意放下好好的妖王不做，当什么水帘洞的护法呀？如果不是忌惮孙悟空实力强大，花蕊夫人早就发火。孙悟空冷笑道：“邻居，俺水帘洞不需要邻居，你若是不愿意做水帘洞的护法，那么俺老孙便只能送你上路了。”说罢，孙悟空眼中金光闪烁，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孙悟空身上散发。花蕊夫人一口鲜血喷出，脸上露出惊恐之色。天仙境界的花蕊夫人在孙悟空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大王饶命，花蕊愿意归降水帘洞。花蕊夫人连忙跪地求饶。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妖族本就崇拜强者。孙悟空用强大的实力征服了花蕊夫人。好，以后你就是我花果山水帘洞的护法，如果敢有二心，俺老孙便直接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些花妖树怪。孙悟空见花蕊夫人愿意归降，满意的点了点头。如今的水帘洞实在太弱小，基本就都是一些没有修为的野猴子，唯一几个有修为的，也就相当于凡仙，甚至有的连凡仙都算不上。这样的实力，随便来一个妖王都能将水帘洞团灭。因此，孙悟空只能选择先招收一批手下。哼，居然敢窥死俺老孙，找死！孙悟空突然挥了挥手，一道闪电劈出，轰击在一棵树上，大树应声而碎，被轰成碎片。一道乌光从树上一闪而过，朝远方飞掠而去。想跑？孙悟空不屑一笑，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了乌光前方，一脚将乌光从空中踹到了地上。噗！乌光化作无头道人，落在了地面上，在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乌头道人捂着胸口，一脸惊惧地望着孙悟空。他没有想到，自己以为万无一失的伪装，居然这么容易就被孙悟空识破了。乌头道人，花蕊夫人第一时间认出了自己的老邻居。乌头道人苦着脸对孙悟空行了一礼，说道：“这位大王好生厉害，小道佩服。莫非大王便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闻言，刚想承认，突然想起须菩提祖师的警告，只能摇头道：“俺叫孙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结拜兄弟。俺大哥不方便回花果山，所以俺老孙便准备帮大哥好好治理一下这花果山。”这乌头道人实力要强于花蕊夫人，已经达到了真仙境界。这个境界的妖怪，即便是放在1000年前的犀牛贺州，那也算得上是统领级别的大妖了。孙悟空降服了乌头道人和花蕊夫人两只妖怪。乌头道人为真仙修为，又见多识广，被孙悟空任命为总管；花蕊夫人则为水帘洞护法。这两只妖怪麾下分别有凡仙境小妖数十只，如今都被孙悟空收编，成为了水帘洞的战力。东海龙宫，一个面目威严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战甲，径直走向龙宫。龙宫中，一龙首人身，身穿滚龙袍的老者睁开了眼睛，看向中年男子，皱眉道：“黑蛟，何事如此急躁？”这面目威严的中年男子名叫黑蛟，是一只蛟龙成道，因为战力彪悍，被东海龙王看中，收为龙宫统领。黑蛟对东海龙王行了一礼，说道：“龙王，经查，谢将军在花果山遇害，臣请命前往花果山调查此事。”东海龙王敖广闻言，神色微微有些凝重，低声道：“花果山，黑蛟，花果山这个地方不简单，你若是要去花果山，有一事需要谨记，不得去招惹那花果山的猴子。”黑蛟闻言，奇道：“猴子，臣已经调查过了，花果山如今有4大势力，分别是一条海蛇、一只花妖和一个不知道底细自号乌头的道人，剩下的便是一群猴妖。这些猴妖本事平平，龙王为何好似对这些猴妖有所顾忌？”敖广摇了摇头，说道：“此事你不必多问，只需要记得不要去招惹那些猴子便是了。”黑蛟领命，领了几百虾兵蟹将，径直上了花果山。孙悟空收降了花蕊夫人和乌头道人，水帘洞的猴子们再次成为了花果山的霸主，可以在花果山纵情玩耍。孙悟空看着四处乱窜的猴子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但心里却一直有些隐忧，那就是这些猴子的寿元。花果山的猴子一旦寿元尽了，就会被投入阴山，万劫不复，这让孙悟空内心十分难过。他一直想个办法救回那些被困阴山的猴族鬼魂，可因为地藏王的存在，孙悟空实在无能为力。大王，你在想什么？乌头道人见孙悟空愁眉紧锁，不由走上前问道。孙悟空看了看乌头道人，心中一动，问道：“乌头，俺老孙问你，你可知道地府阴山？”地府阴山？乌头道人脸上露出好奇之色，说道：“大王，你怎么突然对阴山感兴趣了？”孙悟空见乌头道人好像真知道一些什么，连忙问道：“你且将你知道的都告诉俺老孙。”乌头道人知道猴子急躁，不敢怠慢，连忙说道：“大王，这阴山又名第19层地狱，是为无间地狱。据说在地狱出城的时候，并没有阴山之说，当时的地狱由丰都天子统领，本来一直以来都井井有条，直到有一天，一只恶鬼不愿转世，打伤了鬼族，领着一群同样不愿意转世的恶鬼躲入阴山。从那时起，但凡有不愿意转世的恶鬼，都纷纷逃入阴山。渐渐的，阴山聚集了数不清的恶鬼，他们中诞生了几个强大的鬼王，便是连地府都没有办法消灭他们，只好在阴山布下天绝大阵，将恶鬼们锁入阵中。渐渐的，那个地方就成为了第19层地狱，成为了关押所有无法转世鬼魂的无间地狱。孙悟空听完后，疑惑地问道：“地狱不是由阎罗王统领吗？还有那阴山，明明是地藏王坐镇，你说的丰都天子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说的这些东西，俺老孙都没有听说过？”乌头道人说道：“西禀大王，小道自幼随意白发道人修道，我师父最喜欢研究太古秘辛。据我师父所说，在很久以前是没有十殿阎罗和地藏王菩萨的，他们并非地府最早一批统治者，最早的统治者便是丰都天
天子，原来如此，那你可知道如何进入阴山？孙悟空眨了眨眼问道。他想要知道是否有办法进入阴山。乌头道人笑道：大王说笑了，小道也不曾进过阴山，哪里会知晓这些事情？不过小道倒是听说过，古往今来，只有一个鬼王从阴山中逃了出来。大王如果想要了解阴山的事情，或许可以去找他。孙悟空眼睛一亮，问道：哦，这鬼王现在何处？乌头道人说道：那鬼王现在北距泸州一个叫做邙山鬼界的地方，他自称邙山鬼王，建立了一个小地府，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据传说，他已经修炼到了太乙金仙的境界。太乙金仙这么强大的鬼王，俺老孙倒是想去会一会。孙悟空听到那邙山鬼王达到了太乙金仙的境界，眼中不由露出浓郁的战意。乌头道人见状，眼睛微微一缩，心中暗道：看来这只猴子本领不会弱于太乙金仙。这么强大的猴子，难道真的就是那齐天大圣？看来我必须向师父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了。孙悟空没有注意到乌头道人的异样，他正在思考要不要立刻去北距泸州一趟。黑蛟带领虾兵蟹将来到了花果山，根据气息，他们来到了水帘洞。统领，这里残留着谢将军的气息。一个水族士兵嗅了嗅空气，扭头对黑蛟说道：这里是猴妖的地盘。黑蛟微微皱眉，敖广曾经吩咐过，让黑蛟不要去招惹猴族，可是如今谢将军最后的气息却是在猴族的地盘消失的。作为统领，黑蛟无法忍受自己的部下不明不白的死去，他决定违背敖广的命令，封锁水帘洞。本统领倒要看看是谁敢杀我东海龙宫的将军。黑蛟挥了挥手，虾兵蟹将们立刻将水帘洞给围了起来。正在和乌头道人说话的孙悟空眉头一皱，他察觉到了有一股陌生的真仙气息靠近了水帘洞。报告二大王，祸事了，外面来了好些东海龙王的兵马。几只猴子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因为他们只认齐天大圣为自己的大王，因此不便暴露身份的孙悟空便让猴子们叫他二大王。东海龙王的兵马，哼，来得正好。说起来，俺老孙如今正好差一件趁手的兵器。孙悟空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冷笑。孙悟空没了金箍棒，还能打得过二郎神吗？500年前六耳猕猴不仅瞒着所有人害死了孙悟空，还抢走了他的金箍棒，自己也被佛门算计，只能苟且偷生。如今悟空要想向佛门复仇，他还需要再找一个趁手的兵器。恰逢此时，东海龙宫的黑蛟来花果山闹事，孙悟空正好借此机会再向东海龙王讨要一件兵器。乌头花里，你们看好家，俺老孙去找老龙王说道说道。孙悟空随手将方天画戟扔在一旁，身形一晃，径直飞入海中。黑蛟落入海中后，立马清醒了过来，他自知不是孙悟空的对手，连忙朝龙宫逃去。孙悟空来到东海边上，掐了个避水咒，在身上凝聚了一个透明的光罩，然后径直钻入了海中。龙宫中，水族士兵发现了受伤的黑蛟，连忙上前救援。黑蛟刚想说什么，只听身后一道破空声，然后便看到孙悟空追了上来。黑蛟对水族众士兵说道：那妖魔杀来了，你们要小心，这妖猴实力强大，我去找龙王求援，你们先拦下这妖猴。黑蛟说完，立马朝龙宫方向而去。水族士兵们则呐喊着杀向孙悟空。定！孙悟空懒得和这些虾兵蟹将纠缠，直接吹了一口仙气，使了一个定身咒，将这些水族士兵全部定住。定住这些士兵之后，孙悟空也直接往龙宫而去。黑蛟冲入龙宫，东海龙王敖广看到黑蛟的惨状，不由大惊，问道：黑蛟，你为何如此狼狈？黑蛟苦着脸说道：龙王，我惹了一只猴子。老龙王，嘿嘿，你敢出来！黑蛟话还没有说完，孙悟空已经杀进了龙宫。不过孙悟空下手很有分寸，并没有真的杀害一个水，只是将他们全部击伤便停手。敖广看到孙悟空，眼神一凝，对着准备杀上前的侍卫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敖广皱着眉头，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敖广坐镇东海已经数千年，这几千年来，敖广一直韬光养晦，但这并不意味着敖广不强。敖广作为龙族中五爪金龙一族，肉身十分强悍，再加上龙宫至宝在手，真要打起来，大罗之下很少有人能是敖广的对手。但是眼前的孙悟空却给了敖广一种危险的感觉，那就是眼前这只猴子可能比自己这条真龙还要厉害。不知龙宫有何处得罪了上仙，还请上仙明示。敖广强忍住出手的冲动，挤出一丝笑容，对孙悟空拱了拱手。孙悟空看着自己的老朋友，1000年前孙悟空与东海龙王不打不相识，彼此之间倒是有了不浅的交情。不过此时的孙悟空无法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也只能委屈了自己这老朋友了。孙悟空说道：久闻老龙王宝库中珍藏着各种神兵利器，俺特意来向老龙王讨要一件兵器。要兵器这个简单，归丞相你去。敖广眼中闪过一丝愤怒。自从1000年前孙悟空强取定海神针后，这3界的大妖是越来越不把龙宫放在眼里了。不过为了龙族的大计，敖广也只能忍气吞声，想让龟丞相随意取一件神兵，把眼前这猴子给打发了。孙悟空似乎看出了敖广的套路，直接身形一晃，来到了敖广身边，一把抓住敖广的手，说道：老龙王何必如此麻烦，不如你带俺去宝库，俺自己挑选一件趁手的兵器也就是了。敖广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耐，不过在感受到孙悟空的速度后，敖广知道自己如果想要镇压孙悟空，势必闹出很大的动静，无奈之下也只能陪笑道：上仙所言有理，本王这就带上先去取兵器。龙宫宝库，孙悟空看着满仓库的各种宝物，脸上却冷笑连连。这仓库中摆满了各种兵器、甲胄，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宝物，有的甚至连法器都算不上。孙悟空抓着敖广的手，冷笑道：老龙王，你这是欺负俺老孙没见识，就这些个破烂也拿得出手？敖广脸上露出尴尬之色，说道：上仙，说笑了，既然此处没有合上仙心意的兵器，我们可去另一间宝库看看。孙悟空眼中闪过决然之色，笑道：老龙王好不爽快，一龙一猴又来到另一个宝库，这宝
宝库里东西不多，只有几件兵器：一柄闪耀着电光的紫金锤，一柄清风剑，一柄缠龙大刀和一根阴阳两色的棍子。孙悟空一眼便看上了那根棍子，也不等敖广介绍，便直接上前一把抓起了阴阳两色的棍子。敖广见状，眼中闪过一丝不舍，说道：“上仙，这棍子。”孙悟空将棍子拿在手中挥舞了几下，发现这棍子虽然不及如意金箍棒那般沉重，但拾起来也还算得心应手，不由笑道：“老龙王，就他了。”敖广看着舞动棍子的孙悟空，眼中却有些迟疑。他感觉眼前这只白毛猴子很像1000年前那来东海索宝的美猴王，只是两者之间虽然都是猴族，但一只是灵明石猴，一只是银毛猕猴，两者相差太大，让敖广一时间实在无法将他们联系起来。孙悟空将自己元神侵入棍中，也许是这棍子也认可孙悟空，不过片刻时间便成功炼化了这根棍子。后天灵宝混元两仪棍，36重禁制，好宝贝，好宝贝！孙悟空炼化混元两仪棍后，得到了混元两仪棍的信息。这混元两仪棍乃是后天灵宝。这三界中，法宝分为法器和灵宝，法器是一些低阶炼器士所用的宝物，而灵宝才是三界最为珍贵的宝物。灵宝分为先天灵宝和后天灵宝，先天灵宝乃是天地孕育，如今都是有主之物。孙悟空知道自己的师傅须菩提祖师手中便有一件先天灵宝，但从未真正见识过。先天灵宝自带先天禁制，最高为36重先天禁制，然后便是后天灵宝。后天灵宝是一些大能们采用先天之物炼制的灵宝，论威力，有的后天灵宝并不弱于先天灵宝，但后天灵宝毕竟是人为炼制的，虽然也能够仿先天灵宝在灵宝中布置禁制，不过却没有先天灵宝自带的先天大道。论珍贵程度，后天灵宝自然是比不上先天灵宝的。除了先天灵宝和后天灵宝之外，在这两者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灵宝，那就是功德灵宝。功德灵宝便是指灵宝中含有功德之力，功德是三界最神秘的力量，即便是圣人也能够借助功德提升实力，而功德的获取更是十分艰难。原本孙悟空的本体是补天石，天生自带功德，视为先天功德之体，因此三界中大能都不愿意招惹孙悟空。西天取经更是获取了大量的天道功德，本来孙悟空若是能一路顺利抵达西天，取得真经，完全能够借助取经功德一举成就大罗金仙。只可惜孙悟空遭到如来佛祖算计，不仅没有得到功德，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功德宝体。敖广见孙悟空这么快就炼化了混元两仪棍，眼中更是流露出震惊之色。灵宝顾名思义，乃是有灵的法宝，法宝有灵才能叫做灵宝。孙悟空能够如此快的炼化混元两仪棍，说明这根棍子看好孙悟空。敖广见孙悟空已经炼化了混元两仪棍，知道事已至此，也只能忍痛割爱。好在龙族宝物多，一件后天灵宝固然珍贵，但如果能够用一件后天灵宝结好一个未来的大罗金仙，那么这笔买卖还是划算的。上仙，这兵器你可满意？敖广脸上扯出一丝微笑，对孙悟空问道。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老龙王，这棍子甚合我意。”敖广说道：“上仙，既然这件兵器你喜欢，那么老龙就将它赠与上仙了。”孙悟空白了敖广一眼，心道：这老龙王还是这么虚伪，俺老孙都已经炼化这棍子，你送不送又有什么区别？不过表面上孙悟空还是一本正经的对敖广道谢，并说道：“老龙王，俺是花果山水帘洞的二大王孙元，今日你送我兵器，日后你若是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俺老孙便是。”敖广等的就是孙悟空这句话，当即面露微笑，说道：“如此，老龙在此就多谢上仙了。好说好说。”孙悟空将混元两仪棍化作绣花针放入耳中，这个动作又再次让敖广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怀疑，因为这个动作敖广实在太熟悉了，正是1000年前那只猴子，也就是现在斗战胜佛的标志动作。老龙王，你这是怎么了？在想什么呢？孙悟空拿着手在敖广面前晃了晃，有些不解地问道。敖广回过神来，哈哈笑道：“上仙，老龙已经让人备下了酒宴，我们喝一杯如何？”好，正要尝尝你龙宫的美酒佳肴。孙悟空在龙宫大吃大喝一通之后，返回了花果山。花果山的虾兵蟹将此时也已经得到了后退的指令，离开了花果山。龙宫内，敖广看着黑蛟，神色凝重地说道：“黑蛟，你且将你与那孙元交手的过程详细的说一说。”黑蛟不敢怠慢，连忙将自己与孙悟空交手的过程告诉了敖广。敖广摸着胡须，心中惊疑不定。自从孙悟空取经成佛之后，敖广就再也没有见过孙悟空。不过对于敖广这个级别的仙人来说，闭关个几百年实在太正常不过了。敖广也没有多想。可是当敖广今日见到那个自称孙元的猴子时，却不可避免地将他和孙悟空联系到了一起。来人，给本王送信去峨眉山，邀请斗战胜佛来我东海龙宫一叙。敖广想了想，决定邀请孙悟空来东海一叙，顺便询问一下花果山的事情。峨眉山斗战胜佛庙，几个僧人正在打扫庙宇，他们都是斗战胜佛庙的僧人。不过斗战胜佛自从来到峨眉山后也不显灵，因此庙中香火不盛，这些个僧人平日里也只能勉强度日，导致这斗战胜佛庙显得有些破旧不堪。峨眉山仙元洞，一个老和尚急匆匆地朝仙元洞走去。仙元洞为斗战胜佛的前修之地，斗战胜佛自到了峨眉山后便一直深居简出，在洞中闭关数百年。除了这老和尚外，其余人等都难得一见斗战胜佛的尊容。阿弥陀佛，圣佛，东海龙王有请柬送上。老和尚来到仙元洞，双手合十，恭敬地对着山洞行了一个佛礼。半晌过后，洞内传出一个冷漠的声音：“敖广邀请我。”“哼，不去，遵佛旨。”老和尚知道斗战胜佛的脾气，不敢多言，转身离去。孙悟空自然不知道敖广居然想要邀请斗战胜佛，他
他回到花果山后，炫耀了一番自己的战绩，惹得群猴欢呼不已。等猴子们散去之后，孙悟空招来花蕊夫人和乌头道人，说道：“俺老孙准备去北俱泸州一趟，此去时间不定，你们两个留在花果山，若是遇到强敌，便将这2根猴毛烧了，到时候俺老孙自然会回来。”说着，孙悟空拔下2根猴毛，分别交给花蕊夫人和乌头道人。乌头道人接过猴毛，小心翼翼地收入掌心。花蕊夫人看着手中的猴毛，有些迟疑地说道：“大王，北俱泸州向来排外，花蕊，你了解北俱泸州？”孙悟空眼睛一亮，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俱泸州，正想了解一下北俱泸州的情况。花蕊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北俱泸州是3界最神秘的地方，据说很多不服天庭管辖的妖魔都选择在北俱泸州潜修，整个北俱泸州常年笼罩在一片毒瘴之中，里面的妖魔全都穷凶极恶，他们极为排外，但凡有外来者进入北俱泸州，都会遭到北俱泸州的妖魔奴役。”哦，俺老孙早就听说北俱泸州有很多上古强者潜修，看来这个传说应该不假。既然如此，俺老孙更要去看看了。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去北俱泸州，一来是找芒山鬼王询问关于阴山的事情，二来也是想要寻找一些盟友。孙悟空知道，光凭自己和师傅须菩提祖师想要找佛门报仇的希望很渺茫，但是如果能够将北俱泸州的大妖们拉入自己阵营，那么或许真能和佛门斗上一把。孙悟空安排好一切之后，一个跟斗离开了花果山，直奔北俱泸州而去。孙悟空来到了北俱泸州的边界，看着前方灰蒙蒙的瘴气，孙悟空倒吸一口凉气。这里妖气冲天，毒瘴叠叠，能够在这里面生活的大妖一定不多。孙悟空心中暗道，他的身躯乃是混沌石所化，倒是无惧这些瘴气，身形一动，直接进入了瘴气之中。这里的灵气紊乱，想要吸收这些灵气，就必须要有强大的肉身。一般的仙人进入北俱泸州，恐怕不消片刻就会被这紊乱的灵气搞得暴体而亡。孙悟空进入了北俱泸州，发现北俱泸州的灵气中夹杂着很多的瘴气，想要吸收十分困难，唯有强大的肉身才能保证不被这灵气撕裂身躯。不过这地方却正适合俺老孙修炼，只是不知道那芒山鬼王究竟在什么地方。孙悟空四下张望，发现四下都没有人烟，不由皱了皱眉。就在孙悟空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芒山鬼王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远处传来战斗波动。孙悟空心中一动，朝着战斗传来的地方掠去。哈哈，去死吧，姚师傅的杂碎！一个身高数十丈的巨人手持战斧，口中怒吼着劈向一个黑衣大汉。这黑衣大汉虽是人形，但却长了一只鸟嘴，一看便是妖怪。他手持一柄大刀和巨人大战，不过他的实力显然不及巨人，被巨人一连几斧震得面色发白，连连后退。嘿嘿，鸟斗不过巨人，摇身一变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银爪黑羽鹰。银爪黑羽鹰凌空而起，飞上天空。让孙悟空惊讶的是，那看起来丝毫不弱于真仙的巨人，面对飞到空中的银爪黑羽鹰，居然毫无办法。巨人不会飞行，银爪黑羽鹰在空中不停地施展法术攻击巨人。巨人挥舞手中斧头，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巨人陷入了被动，不过巨人的肉身显然十分强大。银爪黑羽鹰的攻击对巨人来说就如同挠痒痒一般，只是一味的被动挨打，让巨人显得十分愤怒。好，大猫娘，你给我下来！孙悟空来到了北俱泸州，和一个奇怪的巨人打了起来。这巨人力大无穷，和孙悟空力战数十回合不分胜。孙悟空越打越兴奋，一身精湛的武艺纵情施展，抡起混元两仪棍便是一阵怒砸。好，巨人边打边发出怒吼，周边的树木突然快速生长，孙悟空一个不防被一棵大树给缠住了双腿。哈哈哈！妖族崽子，你受死吧！巨人大笑着，一斧头劈向孙悟空。孙悟空大喝一声，太乙金仙的修为爆发，困住双腿的大树立刻爆开。孙悟空终于忍不住施展了全力啊！孙悟空大喝一声，一棍砸向巨人，巨人被一棍击倒，身体快速缩小，变成了一个身高10丈的壮汉，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嗨，居然是一只大妖！壮汉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虽然巨人战斗经验丰富，但面对比自己高了一个级别的孙悟空，他也只能无能为力。大块头，你倒是好本领，只是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一见俺老孙就要偷袭我？孙悟空也收回法天象地神通，变回了本来大小，指着壮汉不解地问道。壮汉冷笑道：妖族崽子，都该杀！我乃风伯大人麾下木青，今日既然败给了你，任由你打杀便是，不必多言。我巫族男儿不惧怕死亡。巫族？你说你是巫族？孙悟空脸上露出惊疑之色。巫族？孙悟空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听说过，须菩提祖师曾经告诉过孙悟空，巫族是一个一度统治着整个大地的强大势力，他们与妖族乃是世仇，双方不死不休。孙悟空所学的八九玄功，便是须菩提祖师从巫族的功法中改良而来。木青昂着脖子说道：我自然是巫族，妖族崽子，快动手吧！孙悟空虽然的确是妖族的形象，但他对巫族并没有什么恶意，自然也没有要杀木青的意思。孙悟空对木青说道：俺老孙乃是花果山水帘洞之王，进入这北俱泸州并非是来打架的，而是来寻找芒山鬼王。大块头，只要你愿意告诉我芒山鬼王的下落，俺老孙便放你离去，如何？木青脸上露出怀疑之色，不过听到孙悟空想要去找芒山鬼王，木青不由嗤笑道：妖猴，你虽然本事不凡，但想要去芒山，怕是找死了。孙悟空奇道：咋的？那芒山有什么古怪吗？木青见孙悟空言语真诚，更见他对巫族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便坦言道：妖猴，你是外来者，不知道这芒山的凶险。在这北俱泸州有4大势力，分别是我们巫族的巫神
殿、妖族的妖师傅以及一批上古神兽组成的神兽，还有一个便是芒山。说到芒山，即便是表现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穆青也忍不住面露恐惧，说道：“这芒山有一尊鬼王，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存在。3000多年前，他孤身一鬼闯入北俱泸州，然后占据了芒山地界。他将芒山化为了一处禁地，不知道多少妖族大妖殒命于他的手中。你若是敢靠近芒山，势必遭到芒山鬼族的攻击，到时候必死无疑。俺老孙找的就是芒山鬼王。穆青，你只管告诉俺老孙，那芒山究竟在何处？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孙悟空听到穆青诉说芒山鬼王的强大，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孙悟空是来找盟友的，芒山鬼王越强，孙悟空就越高兴。穆青忍不住摇了摇头，不过孙悟空不听劝阻，穆青也无可奈何，只得告诉了孙悟空芒山所在的方向。多谢多谢。孙悟空得到了芒山的位置，对穆青道了声谢，然后纵身一跃，一个跟斗消失在了穆青面前。芒山一座充满了阴森诡异的大殿内，一个面色威严的男人睁开了眼睛。陛下！数十名作战将打扮的将军齐声高呼，他们身上的气息每一个都不弱于真仙，其中最强者居然已经达到了太乙金仙的修为。这面色威严的男人便是芒山鬼王，一个唯一从阴山逃出来的鬼。这些手下都是这些名目名儿来投奔他的鬼。芒山鬼王开口道：“朕让你们练的兵练得怎么样了？”一个满脸胡须的将领回答道：“回禀陛下，100万阴兵已经就绪，随时可以杀回地府，只是轮回大阵尚未演练完毕，请陛下恕罪。轮回大阵一事速速办妥，再过10年便是难得一遇的忘川河暴动，10年后朕就要带着你们杀回地府。”芒山鬼王说着，眼中流露出浓郁的野望。杀回地府，北俱泸州到处都是凶险。孙悟空进入北俱泸州不过1日，便遇到了好几个真仙修为的大妖和巫族大战。不过孙悟空都没有插手，毕竟他是来找芒山鬼王的，并不想过多插手巫妖之间的事情。可是孙悟空不想惹事，但麻烦还是找上门了。孙悟空路过一座大山时，被一个白发老者给拦了下来。老者正在山巅下棋，当孙悟空路过的时候，老者抬手一抓，居然直接将孙悟空从空中给抓了下来。可会下棋，老者微笑着说道：“他拦下孙悟空，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局棋。”孙悟空皱了皱眉头，说道：“老头，俺老孙还有要事，没空陪你下棋，告辞。”说完，孙悟空一个跟斗便朝远处飞去。老者微微摇了摇头，然后用手指捻起一颗棋子放在了棋盘中。奇怪，为什么突然多了一座山？孙悟空正飞着，前方一座黑色大山突然凭空出现，孙悟空一时不防，险些直接撞在大山上。孙悟空换了一个方向继续飞，一座白色大山又拦住了孙悟空的去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孙悟空看着再次莫名出现的大山，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他察觉到了不对劲。与此同时，下棋的老者看着棋盘，脸上露出了微笑，然后用手捻起一颗黑色棋子放在了棋盘上。孙悟空的身后再次升起一座黑色大山，巨人拍着胸脯怒吼道：“银爪黑羽鹰在空中怪笑道：大个子，你上来啊！”巨人气得嗷嗷大叫。银爪黑羽鹰故意挑逗巨人，时不时做出俯冲的姿势，诱惑巨人攻击。就这样，巨人和银爪黑羽鹰又斗了一会儿，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无奈之下只能各自散去。那好粗暴的战斗方式，只是很奇怪。那巨人好像和练气士不太一。孙悟空等到巨人和银爪黑羽鹰散去之后，来到了战场，感受着战场的余波，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哼，妖族的崽子，受死！孙悟空正想离去，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一声咆哮，然后便看到一个和刚刚那巨人长得差不多的壮汉，手持一柄战斧杀了出来。来得正好，孙悟空取出混元两仪棍，反手一棍架住了壮汉的战斧。当壮汉的力气很大，但比起孙悟空那一身神力，壮汉还是要弱上很多。孙悟空手中棍子一用力，壮汉一个踉跄，倒飞了出去。嗷！壮汉大喝一声，身体快速胀大。很快，一个身高数十丈的巨人出现在孙悟空的面前，正是刚刚和那银爪黑羽鹰战斗的巨人。咦，原来你们的身体还可以变化，有点意思。不过就这把戏，俺老孙也会。法天象地，孙悟空使出了法天象地的神通，身体猛地变成了一个身高数十丈的巨人，咆哮一声，一身气势比起巨人还要强大。巨人咆哮着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巨人似乎被巨人的变化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巨人就回过神来，挥舞着手中变大的战斧劈向巨人。巨人手中的混元两仪棍也变得如同一根巨大的图腾柱。巨人挥舞着混元两仪棍，径直砸向巨人。就这样，巨人和巨人大战了起来。孙悟空刻意压抑自己的修为，只使用真仙修为和巨人大战。双方大战了数十回合，一直未分胜负。奇怪，是谁在戏弄俺老孙？孙悟空察觉到不对劲，这种感觉就像是1000年前自己在如来掌心一样，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逃脱。孙悟空眼中金光闪烁，手中混元两仪棍挥舞，砸向眼前的白色大山。好个暴躁的猴子！白发老者摇了摇头，一挥手，孙悟空被从棋盘中放了出来。看着自己面前的老头，孙悟空眼神一凝，哪里还不知道刚才的一切都是这个老头在搞鬼。老头，你是何人？为何戏耍俺老孙？孙悟空指着老头问道。眼前的老头给孙悟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老者笑了笑，说道：小猴子，我看你根脚不凡，想让你陪我下一盘棋，下了之后我自会放你离去。孙悟空皱着眉头，下棋他倒是会，因为须菩提祖师也经常下棋，只不过孙悟空性子跳脱，对棋艺没有什么研究，虽然会下，但也仅限于会而已。老者也不催促，只是一
脸微笑地看着孙悟空。孙悟空感觉眼前这老头深不可测，想要离开看来是有些麻烦，只得点了点头，同意和老者下棋。老者见孙悟空同意下棋，抬手一挥，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消失。半晌之后，孙悟空看着棋局，脸上神情凝重。此时孙悟空已经完全落入下风，几乎已经是必死之局。孙悟空握着一枚棋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地方落子，似乎不管落在什么地方都是死。哎，你走吧。棋盘消失，老者叹息一声，站了起来。孙悟空看着手中仅剩的一枚棋子，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走吧。老者说完，孙悟空只感觉眼前天旋地转，等回过神来，自己依旧在一个群山之中，若非手中还捏着一颗棋子，孙悟空甚至怀疑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梦境。这三界中居然还有如此高人，看来真如师傅所说，这个世界比我知道的要复杂的。孙悟空将棋子收好，他有一种预感，就是这枚棋子或许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悟空继续寻找芒山，终于从一个妖王口中得知了芒山的方位。芒山位于北距泸州的最西方，靠近黄泉的地方。而据那妖王所说，北距泸州的黄泉与地府的黄泉是同一条，通过北距泸州的黄泉也能打开地府之门。孙悟空一个跟斗来到了黄泉，看着浑浊的泉水，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芒山鬼界虽然是处于北距泸州，但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只不过它唯一的入口就在北距泸州，这里应该就是芒山鬼界的入口了，只是应该怎么进去？孙悟空挠了挠头，虽然找到了入口，可是究竟该怎么进入鬼界，孙悟空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孙悟空围着黄泉绕了一圈，突然孙悟空感觉一股强大的阴气袭来，连忙使了个隐身术，隐匿住了自己的身形。一支衣甲残破的军队从远处走来，这支军队足有5、6万人，他们中有部族，有弓箭手的骑兵，看起来就像是一支完整的军队。唯一有区别的便是，这支军队是一支弥漫着阴气的阴兵。这些阴兵是从何处而来的？看起来好生诡异。隐藏在暗处的孙悟空心中暗自嘀咕道：这支阴兵的实力很强，每一个士兵都拥有凡仙的实力，其中将领的实力不弱于天仙，为首一人更是达到了真仙修为。真仙修为的阴将带着兵马来到了黄泉边上，然后取出一个令牌，黄泉开始翻涌。不一会儿，黄泉中心出现一个漩涡，阴将率领着阴兵迈步踏入漩涡。在阴兵进去之后，漩涡快速消散。孙悟空趁着漩涡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化作一道流光，跟随着阴兵一起进入了漩涡。这地方和地府没有一点区别。进入漩涡后，孙悟空跟随着阴兵来到了一个昏暗的世界，这里没有日月星辰，有的只是无尽的阴气。何方高人胆敢混入我芒山鬼界？孙悟空刚刚进入这个世界，还没有来得及细看，便听到一声大喝，然后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将领领着一支装备精良的阴兵，将隐身的孙悟空给包围了起来。似乎孙悟空的隐身术对这些阴兵已经无效了一般。孙悟空试着挪动身体，但是他发现不管自己怎么移动，那些阴兵的武器都是对准自己。孙悟空见隐身术失效，便直接撤去了隐身术。俺老孙有要事想与芒山鬼王一会。孙悟空拱了拱手，对那鬼将说道。那鬼将修为不弱，已经达到了太乙金仙初期，这让孙悟空对芒山鬼王的实力更加期待了。太乙金仙的妖王倒是有些能耐，不过你不请自入我芒山鬼界，莫非欺我芒山无人吗？鬼将发现孙悟空的实力后，却没有丝毫畏惧之意，而是一脸不屑地说道。孙悟空皱起了眉头，说道：俺老孙便是上天见玉帝老儿，也无需通禀，你们区区一个鬼王，倒是好大的架子。玉帝，哈哈哈，玉帝何时能够管得了我们北距泸州了？你这妖猴，莫非是来自外界？鬼将听孙悟空提起玉帝，不由哈哈大笑道：笑吧。鬼将手中出现一柄战歌，指着孙悟空说道：今日你若是能够打败某家，某家便替你通禀陛下。孙悟空手中出现混元两仪棍，冷笑道：好叫你知道你孙爷爷的厉害。杀！鬼将大喝一声，无尽杀气涌向孙悟空。孙悟空怪笑一声，挥舞混元两仪棍砸向鬼将。一鬼一猴大战了起来。尽管孙悟空乃是太乙金仙后期的境界，比其鬼将要强大很多，可是这里毕竟是芒山鬼界，阴气浓郁，对鬼族战力提升明显。一时间，一鬼一猴打的是难分难解。痛快，痛快啊！孙悟空自恢复真身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过，不由越打越兴奋，手中混元两仪棍化作万千棍已逼得鬼将狼狈不堪。好猴子！鬼将生前便是沙场宿将，战斗经验丰富，但是他发现自己面对孙悟空居然落入了下风，忍不住称赞道：嘿嘿，你这厮也有些门道，不知可否报上姓名？孙悟空一棍架住鬼将的战歌，开口问道。鬼将目光一凝，说道：你有资格知道本将军的姓名？本将军龙潜。龙潜，好名字，俺乃是花果山水帘洞孙元，你叫俺孙元便是。孙悟空也报出了家门。一鬼一猴互报姓名之后，又站在了一起。大约数十回合后，龙潜跳出了战团，长叹一声说道：孙元，龙且不是你的对手，你想见陛下，我替你引荐便是。孙悟空来到了一座阴森的大殿前，他见到了一位看起来十分霸气的男人，他就是芒山鬼。芒山鬼王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丝不屑的说道：妖族，说吧，找本王何事？孙悟空感受到芒山鬼王的不屑，眼中流露出一丝怒意，说道：俺老孙得知鬼王是唯一一个从阴山跑出来的鬼王，所以想向鬼王请教一下关于阴山的事情。哈哈哈哈！凭什么认为本王会告诉你关于阴山的事情？芒山鬼王淡漠的说道。说话间，他用手指在王座上点了几下，一个侍女立刻上
上前给芒山鬼王倒酒。孙悟空皱起了眉头，说道：“鬼王，你与地府有怨，俺老孙也想要救出在阴山受苦的猴子猴孙，我们彼此之间完全可以结成同盟，不是吗？”芒山鬼王看了孙悟空一眼，说道：“你一个区区太乙金仙，有什么资格和本王合作？”孙悟空被芒山鬼王不屑的样子彻底激怒了。孙悟空本就不是个好脾气，素来天不怕地不怕，是一个连玉帝都敢辱骂的存在，哪里会在意一个鬼王？当即一跃而起，挥舞混元两仪棍就朝芒山鬼王砸去。不要！一旁的鬼将龙且大惊，连忙取出战戈拦下了孙悟空。孙悟空看着阻拦自己的龙且，冷声道：“龙且兄弟，你让开，让俺来试试这个芒山鬼王究竟有什么能耐，敢小觑俺老孙。”龙且欣赏孙悟空的脾气，不愿意让他彻底激怒芒山鬼王，连忙对孙悟空使眼色，让他赶紧停手。芒山鬼王摇了摇头，说道：“龙且，你退下。”王龙且还想说什么，不过发现芒山鬼王眼神变冷之后，深知芒山鬼王脾气的龙且只能深深的看了孙悟空一眼，然后退到了一看棍。孙悟空见龙且退下，当即挥舞混元两仪棍砸向芒山鬼王。芒山鬼王缓缓地伸出一只手臂，然后在孙悟空震惊的目光中握住了混元两仪棍。孙悟空见被芒山鬼王接住了自己的棍子，眉头一皱，用力想将棍子抽回，但是棍子却纹丝不动。芒山鬼王冷哼一声，松开了混元两仪棍。孙悟空见状，翻了一个跟斗，再度砸向芒山鬼。不管孙悟空怎么攻击，芒山鬼王始终坐在王座上，用一只手便轻松化解了孙悟空的攻击。渐渐的，孙悟空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不打了，不打了！孙悟空抽身而退，他感觉对方就是在戏弄自己。芒山鬼王看着孙悟空说道：“可惜了，真灵不全，不然你倒是有进阶大罗的钱。”孙悟空昂着头说道：“俺老孙虽然打不过你，但是俺老孙若是想走，你也留不住俺。”芒山鬼王笑了，笑罢说道：“好个妖猴，倒是自信，很好，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赌？怎么个赌法？孙悟空闻言，脸上露出疑惑之色。芒山鬼王说道：“在冥界黄泉之中长有一株彼岸花，你若是能够在1年之内取到彼岸花，本王就告诉你如何将鬼魂从阴山带出，如何？”孙悟空闻言，心中暗道：俺老孙不是这鬼王的对手，倒不如答应了他，想来只是取一朵花，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孙悟空想了想，说道：“好，俺老孙应下了。”芒山鬼王笑了，说道：“好，你去吧，带你取回彼岸花，本王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孙悟空哼了一声，转身离去，走了2步之后，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芒山鬼王，说道：“你这破地方怎么离开？”哈哈！芒山鬼王哈哈大笑，然后伸出手指对着虚空一指，一个漩涡出现。孙悟空纵身跃入漩涡，消失在了芒山鬼界。陛下，这猴子实力虽然不错，但彼岸花乃是冥界至宝，您让他去取彼岸花，恐怕……等到孙悟空离开之后，龙且看向芒山鬼王，有些迟疑的说道。芒山鬼王悠悠的说道：“本王自有安排，龙且，你继续搜集阴兵，战争就要开始了。”是，陛下。孙悟空从漩涡出来，发现自己再次出现在了黄泉边上。孙悟空并没有立刻下黄泉，而是坐在黄泉边上思考。1000年前，初出茅庐的孙悟空自认为3界除了须菩提祖师外，自己便是天下无敌的。他闹地府撕毁生死簿，闹东海强抢定海神针，闹天宫，闹蟠桃宴，整个3界除了杨戬之外，没有一个神仙是他的对手。这让孙悟空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自己真的很强大。可是当孙悟空遇到如来佛祖后，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那一次，他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后，孙悟空发现3界中还是有很多厉害的妖王的，如在观音禅院遇到黑熊精，在狮驼岭遇到的大鹏，这些妖王每一个的本事都不弱于自己。但即便如此，孙悟空也没有弱小的感觉，因为他感觉自己如果真的拼命，那些妖王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对手。可是自从被如来算计镇压后，孙悟空发现眼前的3界和自己熟悉的3界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刚出道就能纵横捭阖的地府，现在一个判官便能将自己制服。刚刚遇到的芒山鬼王，自己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让对方挪动一下身子，似乎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是俺老孙荒废了1000年变弱了吗？孙悟空看着自己的双手，陷入了沉思。北冥海，北距泸州最危险的境地之一，同时这里也是所有妖族的圣地，因为这里居住着一位远古大能，所有人都称之为妖师。一双眼睛从北冥海中睁开，与此同时，一个闭关的冷峻少年睁开了眼睛。飞鹏，为师感觉3界将有大事发生，你替为师去一趟挖皇宫，问一问娘娘我妖族的选择。遵命。少年冷漠地回应了一声，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一只黑羽大鹏，径直冲向天空。是鹏魔王的气息，鹏魔王出关了。咦，这气息好熟悉，好像是三哥的气息。陷入沉思的孙悟空突然瞪大了眼睛，他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孙悟空正在沉思，突然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孙悟空身形一晃，立刻消失在了飞鹏混天大圣鹏魔王，他是妖师鲲鹏的鹏血，干魔气造化而生的大妖，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他的部分。飞鹏一直待在北冥海修炼，唯一一次离开北冥海，便是奉鲲鹏之命与一只猴子结交，想要借助那猴子的气运突破大罗金仙。可惜的是，飞鹏最终还是失败了。那只猴子太能闹腾，鲲鹏担心飞鹏有失，便将飞鹏叫回了北冥海。回到北冥海的飞鹏开始了长达1000年的闭关，直到今日再次被鲲鹏唤醒。孙悟空来到北冥海的边上，他感受到自己熟悉的气息就在北冥海中。对于自己那几个结义兄弟，孙悟空一直是心怀怨言的。当初七妖结义时约好共同进退，可是当孙悟空扯出反天大旗的时候，其余6大圣却都相继离去，只剩下孙悟空孤军奋战，最后被二郎神打败。孙悟空以前一直认为，当时若是其余6大圣都在，自己或许已经推翻了天庭。不过在经历了西天取经和遭到如来算计的事情之后，孙悟空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这个3界远没有自己看到的那么简单，尤其是重塑真身之后，孙悟空结合自己在地府和芒山鬼王那里的见闻，得出
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也理解了自己的几个结义哥哥，或许他们知道的东西比自己要多。当然，虽然已经想通了，但要说孙悟空对于他们没有丝毫怨念，那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当初是他们不顾兄弟情谊，抛下了自己，让自己独自面对天庭。三哥，当年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聊一聊了。孙悟空身体发生了改变，银白的猴毛变成了金色，样貌也变成了自己原本齐天大圣的模样。孙悟空散发着自己的气息，这北冥海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所以他想将鹏魔王给吸引出来。飞鹏正准备离开北冥海，前往天外天蛙皇宫，突然感受到了孙悟空的气息，这让准备离开的飞鹏眉头微微一皱。老七，他不是已经成佛了吗？怎么会来北俱泸州？飞鹏这些年虽然在闭关，但是关于孙悟空取经成佛的事情，他还是有所耳闻的。对于自己这个结义兄弟能够修成正果，飞鹏还是挺为他高兴的。当然，对于自己当初弃他而去，飞鹏的内心对孙悟空也的确有一些歉疚。飞鹏想了想，还是决定去见一见孙悟空，于是朝着孙悟空的气息飞去。三哥，别来无恙啊！孙悟空看着面前的英俊男子，一如1000年前，鹏魔王依旧是7大圣中最高傲、最英俊的。老七，你怎么来北俱泸州了？飞鹏脸色微微有些尴尬，他感觉到孙悟空气息有些不对劲，不过并没有细想。孙悟空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神色，说道：“三哥，1000年前我们7圣结义，没想到转眼之间便是1000年过去了。三哥，你以前怎么没有提过你居然是北俱泸州的妖呢？”飞鹏叹息道：“老七，当年的事情你有所不知，我卡在太乙金仙巅峰已经1000多年，一直无法突破。当时你应运而生，气运冲天，我只是想借助你的气运助我突破大罗，因此才会与你结交。我相信其他几个兄弟也是这个目的。对不起。”飞鹏想了想，还是决定和孙悟空坦白，毕竟1000年过去了，孙悟空也不再是那只懵懂的猴王，这些事情他早晚能够想透彻的。孙悟空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释然的笑了笑，然后说道：“那你们又为什么离去？”飞鹏苦笑道：“你太能折腾了，你有功德在身，又是气运之子，不管做什么事情天道都会护着你。可我们不行啊，如果不赶紧脱身，说不定我们会有死劫。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劝住我？”孙悟空看着飞鹏问道，这也是孙悟空一直疑惑的问题。当初扯出反天大旗的时候，其余6大圣明明都是支持自己的。飞鹏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你。我明白了，三哥，我们兄弟好久没有较量过了，不如就在今天好好较量一番，让我看看这1000年来三哥有没有什么长进。”说着，孙悟空取出混元两仪棍，身形一晃，已经出现在了飞鹏的面前。好，我就陪你打一场。飞鹏手中出现一柄方天画戟，一把架住了混元两仪棍。杀！孙悟空和飞鹏大战了起来，一个是齐天大圣，一个是混天大圣。1000年前，两妖没有少交手，彼此也算知根知底。虽然1000年没见，但也丝毫没有生疏，你一棍我一戟的站了起来，打的是难分难解。两妖战斗的波动引起了北俱泸州不少大妖的注意，他们纷纷将元神探向北冥海，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妖师门口大打出手。北冥海中，一双眼睛也在默默地注视着交手的两妖，只不过这双眼睛没有任何人发现它的存在。哈哈哈哈！唰，三哥，你的本领这1000年来进步了不少啊！孙悟空一棍砸中飞鹏的肩膀，飞鹏的方天画戟也刺在了孙悟空的胸口。两妖同时收手，孙悟空看着自己胸口正在快速愈合的伤口，大笑着说道。飞鹏揉了揉肩膀，有些疑惑地说道：“老七，你的实力为何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衰退？按道理，你取经的功德应该足够你突破大罗金仙了才对，为何你至今没有突破？”孙悟空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怨愤之色，不过很快便隐没了。孙悟空说道：“三哥，此事日后再说，你我兄弟多时不见，不如找个地方痛饮一番如何？”飞鹏脸上露出异动之色，不过想到师傅交给自己的任务，飞鹏摇了摇头，说道：“老七，我还有要事要做，饮酒之事只能暂且搁置，日后三哥一定替你补上。”孙悟空与鹏魔王飞鹏叙旧一番，飞鹏忙着去挖皇宫，便与孙悟空作比。飞鹏看着孙悟空说道：“老七，这是我的鹏羽，日后你若是想要寻我，便直接持此羽来北冥海找我便是。”说着，飞鹏取出一根黑色的羽毛，递给了孙悟空。孙悟空接过羽毛，点了点头，说道：“三哥，你有事自去便是。俺老孙正准备去黄泉一趟，待俺回来再与三哥叙旧。”黄泉那可不是一个好地方，老七你需谨慎些。飞鹏点了点头，并没有多想，毕竟佛门和地府的关系特殊，彼此之间错综复杂。在飞鹏想来，孙悟空作为佛门的斗战胜佛，去黄泉是不可能遇到什么太大的危险。飞鹏化作一只大鹏，振翅翱翔，转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孙悟空眼前。孙悟空看着远去的飞鹏，心中暗道：三哥的速度比起俺老孙的筋斗云也毫不逊色，当真是3界极速。飞鹏走后，孙悟空再次来到黄泉边上，然后纵身一跃，跃入黄泉。黄泉据说乃是盘古身上的浊气所化，十分诡异。血肉之躯一入黄泉，必被黄泉之水腐蚀；仙人之躯瞬间化作凡躯，凡人触之即亡。即便是孙悟空这般太乙金仙，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见孙悟空掐动法诀，在身体外凝聚了一个仙气护罩，隔绝了黄泉水的侵蚀，然后快速在黄泉中移动，往冥界地府而去。呼，孙悟空从黄泉中冲了出来，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冥界，而他所在的地方正是传说中的鬼门关。鬼门关，原来北俱泸州的黄泉连接着鬼门关啊！孙悟空对地府也算是轻车熟路，摇身变作一个鬼叉，便径直朝鬼门关走去。鬼门关是地府的重地，镇守此地的是地府大将申叔、玉磊兄弟2人。这兄弟2人本是商朝大将，封神之战后
后被封为鬼神，坐镇地府鬼门关。兄弟二人全都本领高强，18般武艺样样精通。除此之外，申叔还养着一只黑虎，这黑虎生有一双神眼，能辨善恶。虽然比不上地藏王菩萨的谛听神兽，但也是天地间少有的异兽。兄弟二人凭借此虎坐镇鬼门关，但凡有恶鬼，便被兄弟二人直接拿了喂虎，因此恶鬼都对二人敬畏不已。孙悟空以前在天宫的时候，倒是听说过这两兄弟的名号，不过那个时候的孙悟空自负三界无敌，自然是不会把区区两个鬼神放在心上的，自然也不了解黑虎的神意。就在孙悟空靠近鬼门关的时候，一直趴在申叔脚下假寐的黑虎突然张开了眼睛。申叔与黑虎心灵相通，立刻察觉是有人想混入鬼门关，当即下令关闭鬼门关。孙悟空眼看自己就要进入鬼门关了，却发现鬼族们正在关门，心中一急，便动了闯关的念头。孙悟空取出混元两仪棍，将几个拦在自己身前的鬼族砸翻，然后身形一晃，趁着鬼门关的大门还没有关闭，便要进入鬼门关。大胆妖孽，放肆！申叔怒了，他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强闯鬼门关，大喝一声，挥动手中金鞭砸向孙悟空。哪里来的毛神，给俺老孙闪开！孙悟空一棍架住金鞭，然后飞起一脚踹在了申叔的胸口，将申叔踹翻，重重地撞在了鬼门关上。大哥，玉磊原本以为申叔出手定能擒下孙悟空，没曾想孙悟空居然一棍就打伤了申叔，不由又惊又怒，连忙挥舞手中金锤迎向孙悟空。申叔虽然被打伤，但是伤得并不重，他深知玉磊的本领肯定不会是孙悟空的对手，担心自己兄弟有失，申叔一边让鬼族敲响鬼钟，提醒地府有外敌入侵，一边挥舞金鞭加入了战斗。孙悟空挥舞混元两仪棍，以一敌二。这神徒玉磊彼此之间相处了几千年，配合默契，虽然修为不及孙悟空，但是孙悟空想要打败二人也并不容易。俺老孙真的变弱了吗？孙悟空越打心中越急躁，这申叔玉磊不过就是地府的2名鬼将，即便这2名鬼将地位不低，可是修为毕竟只有真仙巅峰，远不及孙悟空，但是在这地府界，这2人发挥出来的实力俨然已经不弱于太乙金仙。申叔玉磊更是心惊，这里是鬼门关，是他们2人的地盘，自有神阵加持，在阵法的加持下，2人虽然只是真仙巅峰，但就算是一般的太乙金仙，2人也能够镇压。可是面对孙悟空，2人即便是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打个平手。这妖孽好强的实力，申叔忍不住开口说道，眼神中充满了重。玉磊点了点头，说道：大哥，来者不善，我们催动噬魂阵，灭了此僚吧。噬魂阵是地府诞生之初，由丰都天子亲手在鬼门关刻下的阵法，据说全力催动，能够镇压大罗金仙。申叔摇了摇头，说道：不行，噬魂阵需要的能量太多，催动一次100年内便无法再催动，眼前这妖孽还用不到噬魂阵。孙悟空见2人嘀嘀咕咕，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担心夜长梦多，便决定不再留手，悄然拔出一根猴毛，吹了一口仙气，猴毛变成了一个与孙悟空一模一样的猴子，敌住神徒玉磊，然后本体使了个隐身术，准备趁乱溜进鬼门关。孙悟空刚刚迈步进入鬼门关，一头黑虎已经龇牙咧嘴地拦住了孙悟空的去路，区区大虫也敢拦俺老孙去？此时猴毛化作的孙悟空已经被申叔玉磊打败，2人正纳闷为何孙悟空的实力变弱了，回头一看，正好看到黑虎对着空地嘶吼，哪里还不知道自己2人上当了。该死！孙悟空见神徒玉磊又杀了上来，心中一急，忍不住全力出手，直接一棍将黑虎砸了个头开脑裂，然后强行闯入鬼门关。黑虎申叔见自己爱宠受伤，口中发出一声惊呼，鬼门关的鬼族们连忙挥舞兵器围杀孙悟空。孙悟空逐渐有些不耐烦，一棍杵在地面，将鬼族们全部震飞，然后大喝道：你们这些毛神好不知趣，莫非非得要让俺老孙大开杀戒不成？好厉害！申叔玉磊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惊骇之色。全力爆发的孙悟空战力已经直逼太乙金仙巅峰了，眼看就要过了鬼门关，孙悟空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突然孙悟空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逼得孙悟空只能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大胆妖孽，未经允许擅闯鬼门关，其罪当诛！一个身穿黑袍的虎须恶汉出现在孙悟空身前，拦住了孙悟空的去路。这恶汉身高9尺，目如铜铃，面如黑炭，满脸都是络腮胡子，手中握着一柄丈八蛇矛，望向孙悟空的眼神中充满了威严。太乙金仙，地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孙悟空眼睛微微一缩，眼前这恶汉的修为虽然比不上自己，但也有太乙金仙初期的修为，一旦被他缠住，等地府的高手们全部赶到，即便孙悟空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也没有把握像1000年前一样闹一次地府。俺乃是地府阴阳道守将张翼德。妖猴，你是何方妖孽，竟然敢强闯鬼门关？恶汉声音如同闷雷一般在孙悟空耳朵边上响起。这恶汉居然便是三国时期的猛将张飞，张翼德。原来张翼德死后被地府看中，指导修行，此时的张翼德已经成为了一名太乙金仙境界的鬼修，成为了把守阴阳道的守将。哦，原来你便是三国时期的张飞，长得倒是一副好相貌。孙悟空在追随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曾听猪八戒说起过关于这张飞的故事，对于这个人族猛将倒是有所耳闻。据猪八戒所说，张飞是真武大帝下界转世之身关羽的结义兄弟，关羽返回天庭觉醒真武大帝的记忆后，念及刘关张三兄弟的结义之情，便对张飞暗中照拂，这也是张飞能这么快修炼到太乙金仙的原因。张翼德哈哈大笑道：猴子，你倒是会说话，不过今日你强闯鬼门关，俺张飞必须要拿你去见阎罗王陛下。孙悟空晃了晃手中的混元两仪棍，笑道：张翼德，虽然你实力不弱，不过还不是俺老孙的对手，哼，先来和俺大战300回合再说。张翼德闻言怒吼一声，挥舞手中丈八蛇矛刺向孙悟空。孙悟空闪身躲过丈八蛇矛的攻击，反手一棍砸向张翼德，一人一猴大战了起来。一个是沙场猛将万人敌的张飞，一个是曾大闹天宫降妖除魔的齐天大圣，双方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强者。
这一战直看得申叔、郁垒和众多鬼族目眩神。斗了40多回合后，孙悟空不愿久战，再次拔下猴毛化作分身缠住张翼德，然后脱身而走。张翼德识破了分身，一矛将分身所化的猴子刺死。待要去追击孙悟空的时候，孙悟空早就不见了踪影。张翼德看着地面断成2截的猴毛，喃喃道：“好个猴子，如此本领的猴子，想来不是没有跟脚之辈。待俺将这猴毛拿去见阎罗王，到时候自会知道这猴子的来。”申叔、郁垒点了点头，说道：“皇侯所言极是，我兄弟2人也是这般认为的。”孙悟空摆脱了张飞等人，进入了鬼门关，而想要去忘川河畔采摘彼岸花，就必须前往奈何桥。想到奈何桥头的孟婆，孙悟空不由微微皱眉。那个神秘的孟婆，孙悟空完全看不透。罢了，那老婆婆人挺好的，俺老孙便去见她，向她说明来意，想来她也不会为难俺老孙。孙悟空决定直接向孟婆挑明来意，毕竟孙悟空没有把握瞒过孟婆采摘彼岸花，孟婆太神秘了。面对孟婆，孙悟空有一种面对自己师父须菩提祖师的感觉。奈何桥头，孟婆依旧在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工作，给每一个需要渡过奈何桥的鬼魂递上一碗孟婆汤。突然，孟婆嘴角勾起一丝笑意，说道：“猴儿，你怎么又来了？”孙悟空撤去隐身术，对着孟婆施了一礼，说道：“婆婆，俺老孙来此是想要去忘川取一株彼岸花。”彼岸花，猴儿，你可知道彼岸花是什么？孟婆搅动汤勺，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孙悟空摇了摇头，他只知道邙山鬼王让他来取彼岸花，至于彼岸花究竟是什么花，孙悟空也不清楚。孟婆摇了摇头，将手中汤勺递给孙悟空，说道：“傻猴儿，来替婆婆一会儿，婆婆替你去摘。”孙悟空闻言，连忙推辞道：“这如何能麻烦婆婆？婆婆，你告诉我那彼岸花在何处，俺自己去取便是。”孟婆将汤勺交到孙悟空手中，说道：“那彼岸花呀，整个冥界也只有婆婆能摘到，你是摘不到的。”孟婆说完，身形逐渐消散。孙悟空看着手中的汤勺，脸上露出纠结之色。就在这时，又一对鬼魂朝奈何桥走，鬼魂停在了孙悟空的面前。孙悟空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应该给他们每个人一碗孟婆汤。孙悟空学着孟婆的样子，从鼎里舀了一碗孟婆汤，递给自己面前的鬼。这鬼魂是一个年轻的书生，他接过孟婆汤，摇头道：“古人都说奈何桥头有一老婆婆，今日一见，哪里是什么老婆婆，明明是一猢狲。古人之言，果不可信。”说完，书生一口喝下孟婆汤，眼神顿时变得空洞了起来。书生喝完孟婆汤后，走向奈何桥，他的身后，鬼魂们依次排列，从孙悟空手中接过孟婆汤。这孟婆汤究竟是什么东西熬成的？居然能够消除记忆，化解因果，真是神奇。等到鬼魂们都喝完孟婆汤，渡过奈何桥，孙悟空看着鼎中的孟婆汤，陷入了沉思。要不，俺老孙喝上一口试试？孙悟空突然心中一动，这孟婆汤看起来浑浊无比，但是孙悟空却觉得这汤里有一种神奇的吸引。这么多，喝一口应该也不打紧吧？孙悟空将汤勺放进了鼎里，舀起了一勺孟婆汤。猴儿，眼看孙悟空就要将手中的汤勺递到嘴边，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喝，孙悟空手一抖，勺中的孟婆汤顿时洒落一婆婆。孙悟空抬起头，发现孟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她的手中捧着一株鲜红的花，正是彼岸花。孙悟空本来想尝一口孟婆汤，没想到却被孟婆抓个正着，不由脸色一红。孟婆将彼岸花递给孙悟空，说道：“婆婆不知道你要用这彼岸花做什么，但是你要记住，这彼岸花乃是冥界至宝，用完之后你须得还回冥界。”孙悟空没想到这彼岸花居然如此珍贵，接住花的手不由微微一抖。婆婆，这花如此贵重，你给了我不会有什么麻烦吧？孙悟空有些迟疑的说道。孟婆对自己好的有点过分，这让孙悟空心中有些不安。孟婆摇了摇头，说道：“拿去吧，婆婆的事，这3界啊，还没有仙佛能够管得了。”孙悟空见孟婆神色不似作为，再联想到孟婆那强大的实力，不由相信了孟婆的话。孙悟空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取到了彼岸花，便想着立刻返回邙山鬼界，将彼岸花交给邙山鬼王，换取阴山的情报。孙悟空想走，却被孟婆叫住。孟婆说道：“猴儿，你每次来冥界都闹得冥界鸡犬不宁，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个令牌你拿着，日后若是再想进入冥界，直接使用这块令牌，便能打开冥界通道。”说着，孟婆递给孙悟空一面令牌，令牌上一面用上古神文写着玄字，一面写着名字。令牌入手冰凉，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谢谢婆婆。孙悟空拱手道谢。孟婆点了点头，说道：“去吧，去吧。”等孙悟空走后，孟婆身后出现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神秘人，说道：“娘娘，你为何如此看重这猴子，连彼岸花都送给了他？”孟婆搅动着孟婆汤，缓缓开口说道：“这猴儿与那佛门如来有因果在身，有他的帮助，冥界或许能够将佛门彻底逐出地府。一个区区太乙金仙，娘娘未免也太高看他了。”神秘人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佛门的强大不是区区一个太乙金仙能够撼动。孟婆嘴角勾起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的搅动孟婆汤。神秘人无奈的摇了摇头，消失不见。孙悟空得了孟婆的令牌，一路上畅通无阻，很快便再次回到了北俱泸州。来到北俱泸州的黄泉边上，孙悟空散发自己的气息，快，龙且便出现在了孙悟空的面前。龙且看着孙悟空，有些迟疑的说道：“孙兄，你死去不过数日，怎么就回来了？3界内什么神都能惹，唯独孟婆不能惹。孟婆的背景到底有多强大？孟婆疑似一尊远古大能的化身，身份极大，
众神一起守护万年的冥界至宝彼岸花，孟婆一句话就可以摘走，还扬言我孟婆的事，这3界还没有哪个神佛管得了。更离谱的是，孟婆这般修为，仅仅是因悟空的一句话。孙悟空拿到彼岸花之后，一个闪身来到北俱泸州，准备把彼岸花交给邙山鬼王。就在这时，身后的龙且看着孙悟空，有些迟疑的说道：“孙兄，你此去不过数日，怎么就回来了？”孙悟空笑道：“龙且兄弟，俺已经取得彼岸花了，你快带我去见邙山鬼王吧。”龙且闻言一惊，彼岸花是什么东西？龙且十分清楚，为了得到彼岸花，邙山鬼界没少和地府发生冲突，可每一次都无功而返。现在孙悟空只用了几天时间，便说取到了彼岸花，这如何不让龙且感到惊讶？龙且说道：“孙兄，你此言可当真？”孙悟空将手搭在龙且的肩头，说道：“俺老孙岂会骗你？自然是真的。你看，这不就是吗？”说着，孙悟空取出了彼岸花。龙且眼睛一亮，他虽然不曾见过彼岸花，但对于彼岸花的形状却非常清楚。龙且几乎立马便确定了，眼前这株红色的鲜花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龙且打开了通往邙山鬼界的通道，带着孙悟空来到了邙山鬼王面前。邙山鬼王凝视着孙悟空手中的彼岸花，淡漠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激动。彼岸花，他期盼了千年的彼岸花终于到手了，给我！邙山鬼王伸手想要接过彼岸花，孙悟空将手一缩，说道：“且慢，彼岸花给你可以，但是俺老孙答应了地府，用完此花之后立刻将它还给地府。这件事情你必须先答应俺老孙，不然的话，这花我不能给你。”邙山鬼王闻言，眼中掠过一丝冷意，说道：“好，本王同意便是。”孙悟空见邙山鬼王同意了，便将彼岸花递给了邙山鬼王。邙山鬼王接过彼岸花，神情变得十分肃穆，口中喃喃道：“彼岸花，彼岸花，本王终于得到你。”邙山鬼王收下彼岸花，深吸一口气，对孙悟空说道：“猴子，本王需要用彼岸花10年，10年后本王自会将彼岸花送回忘川。”孙悟空点了点头，10年时间对于仙人来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已。孙悟空现在急切想知道的是，如何救出被困在阴山受苦的花果山猴族。孙悟空说道：“鬼王，你答应过俺老孙，俺老孙替你取得彼岸花，你便告诉俺老孙，如何才能将鬼魂从阴山救出来的方法。”邙山鬼王闻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阴山进去容易，出来难。阴山上布有一绝世大阵，对神魂有镇压的作用。再强大的鬼神，一旦靠近阴山上的大阵，一身实力也难以发挥出1成。当年本王之所以能够从阴山出来，是因为地府发生了动乱，阴山外无人镇守。即便如此，本王也几乎燃尽了9成神魂，才成功从阴山内逃脱。你想要救出被囚禁在阴山的神魂，根本不可能。”什么？孙悟空皱起了眉头。他本以为，既然邙山鬼王能够从阴山出来，那就表示阴山并非坚不可摧。可如今按照邙山鬼王的说法，他能够从阴山脱困，完全是机缘巧合，根本无法复制。这让孙悟空陷入了沉思。兴许是邙山鬼王感激孙悟空给自己带来的彼岸花，见孙悟空有些失落，邙山鬼王开口道：“当然，这些年来本王也仔细研究过阴山上的阵法，已经找出了一个破解阴山上阵法的方法。但是如今阴山有那地藏镇守，地藏实力强大，即便是本王也不是他的对手。至于你，就更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吧，你若是有办法将地藏从地府引出，本王便替你走一趟阴山，将阴山后面的猴族全部救出来。”此言当真？孙悟空闻言，眼睛一亮。邙山鬼王说道：“自然当真，只要你能引地藏离开阴山，本王便向你保证，一定能够将阴山后面的猴族全部给救出来。”地藏王菩萨曾发大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想要让地藏离开阴山，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悟空一时间也想不到好的办法，只能与邙山鬼王约定，等想到办法后再来通知邙山鬼王。一个布满阵法的密室中，邙山鬼王一脸深情地望着阵法中心躺着的女子，这个女子闭着眼睛，仿佛正在沉睡。邙山鬼王轻抚着女子的额头，说道：“虞姬，很快你就能回到本王身边了。”这个女子叫做虞姬，曾经为了帮助项羽打败刘邦，用自己的鲜血和魂魄血祭魔剑，揭开魔剑的封印。可惜的是，项羽在虞姬死后心如死灰，虽然拥有了魔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刎。而邙山鬼王赫然便是死后的项羽所化。项羽死后，一身戾气与杀意，无法被孟婆汤洗，最后被流放进入了阴山。在阴山，项羽遇到了很多昔日战死的部将，于是集结部将，在阴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势力。在阴山修炼的项羽，无意中得知虞姬的魂魄被魔剑吞噬，想要救活虞姬，唯有寻找到忘川河畔的彼岸花。于是项羽开始计划逃出阴山。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次地府内乱中，项羽带着龙且成功从阴山突围。突围之后，项羽想前往忘川摘取彼岸花，却被地府的转轮王打伤，无奈之下只能跳入黄泉，却不想阴差阳错之下来到了北俱泸州。项羽自号邙山鬼王，在北俱泸州建立了邙山鬼界，并且寻回了魔剑，将被魔剑吞噬的虞姬魂魄释放了出来。可惜没有彼岸花，虞姬就没有办法苏醒。项羽屡次进攻地府，想要夺取彼岸花，但都被阻拦在了鬼门关之外。地府太强大了，看着手中的彼岸花，项羽强忍心中的激动。彼岸花的用法，项羽已经了解清楚了，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将虞姬被魔剑吞噬的魂魄一点一点用彼岸花重塑。没错，彼岸花的作用就是重塑魂魄。魂魄是3界最神奇的存在，生灵一旦死亡，魂魄便会碎裂，只留下一丝真灵，化作鬼魂转世，然后和不同的魂魄碎片组合，形成新的魂魄。而彼岸花则拥有复制出真灵原本魂魄的能力，只要还残留一丝真灵，彼岸花就能将真灵原本拥有的魂魄重塑。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所以项羽会对孙悟空说需要10年的时间。项羽将彼岸
岸花放在了虞姬真灵的眉心，彼岸花闪耀着赤光，照耀在虞姬的真灵上。孙悟空离开了邙山鬼界之后，准备返回花果山。这次的北俱泸州之行，让孙悟空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原本以为强大的实力，但是在真正的强者眼中，却显得有些不堪一击。花果山水帘洞，自从孙悟空降服花蕊夫人和乌头道人之后，猴族终于再次成为了花果山的主人，可以在花果山肆意的玩耍。乌头道人独自来到后山，取出3炷香，插在了地上，香烟弥漫。很快，一个虚幻的背影出现在乌头道人的面前。弟子乌头拜见老师。乌头道人连忙跪在了地上，对虚影十分尊敬。何事？冷漠的声音响起，那声音如同冰冷的机器一般，没有丝毫的温。乌头道人不敢怠慢，将自己知道关于孙悟空的情报全部说了出来。孙元，孙悟空的结拜兄弟，本尊知道了，你就继续留在花果山，跟随在那孙元身边，不管他要做什么，你都要全心全意的帮助他。虚影说完，烟雾消散。乌头道人恭敬的磕了一个头后，才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冷汗。对于这个点化自己的老师，乌头道人一直身怀敬畏。他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老师不喜欢自己。孩儿们，俺老孙回来了！孙悟空从天而降，落入了猴群中。二大王回来了！二大王回来了！猴子们看到孙悟空，全部欢呼了起来。大王，花蕊夫人笑盈盈的迎了上去，心中却暗自震惊。她没有想到孙悟空这么快便从北俱泸州回来了。花蕊，俺老孙回来了！这北俱泸州的确是凶险异常，高手众多啊！孙悟空对花蕊招了招手，一脸笑意的说道。花蕊夫人笑道：大王能够进入北俱泸州，说明大王的本领也是3界少有的。哈哈哈！但是俺老孙的本领，那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孙悟空被花蕊夫人一夸，忍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深夜，孙悟空独自一人坐在礁石上，这个地方是1000多年前孙悟空诞生的地方。海浪的声音响起，孙悟空的眼神逐渐变得飘忽起来。1000年好像能够改变很多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孙悟空看着掌心的一颗黑色棋子，脸上露出沉思之色。众生皆为棋子，想要跳出棋盘，首先你就得成为下棋之人。白发老者的话在脑海中回响，孙悟空眉头紧蹙，他在回想和老者下的那盘棋。棋子从来都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下棋的究竟又是什么人呢？他凭什么操纵俺老孙？是西天的佛陀，还是天庭，又或者是另有其人？孙悟空喃喃道。突然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回头看向某处，说道：乌头，你来干什么？乌头道人从黑暗处走了出来，对着孙悟空恭敬地行了一礼，说道：大王。乌头见大王好像有什么烦心事，莫非此去北俱泸州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您要办的事情不顺利？孙悟空手心棋子消失，叹了一口气。孙悟空开口说道：乌头，你知道天有多高吗？乌头道人微微一笑，说道：这如何不知？这天啊，有36重，分别是太黄黄层天、太明玉丸天、清明和同天、玄太平玉天、元明文举天、西曜魔夷天、虚无月恒天、太极蒙逸天、赤明和阳天、玄冥宫华天、耀明中飘天、竹落皇家天、虚明唐耀天、官明端敬天、玄冥宫庆天、太幻极瑶天、元载孔生天、太安黄牙天、显定疾风天、始皇啸芒天、太皇翁虫天、无私江游天、上叠软乐天、无极谭氏天、昊庭消度天、渊通元洞天、汉宠妙成天、秀乐敬上天、无上长荣天、玉龙腾圣天、龙变梵度天、平玉甲翼天、太清净大赤天、上清净羽鱼天、玉清净清微天。你说以俺老孙的本事，若是想要打上天去，能否掀翻这36重天？孙悟空突然抬头望天，似乎看到了自己昔日大闹天宫的英姿。孙悟空的话让乌头道人愣了半天，当他想要回答的时候，孙悟空早就已经离开了。一只黑色大鹏从天空中飞过，小酒馆内一个白衣仙人眉头一皱，他感觉到了大鹏身上那强大的妖气，好强大的妖王，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白衣仙人叫做李白，又被称作青莲剑仙，他本是唐朝人，喜好作诗和游历天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人教一位仙人，被收为弟子，修行100年之后成功飞升成仙。李白之所以来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妹妹将于今日降生。李格非很紧张，因为他的妻子即将临盆。作为当朝礼部侍郎，李格非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但是却一直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年近50的他至今没有一个子嗣。好在这个心病总算在去年得到了缓解，他的夫人王氏怀孕了，10月怀胎过后，今天终于到了临盆的日子。菩萨保佑，希望我的夫人能够母子平安。李格非平日里不信神佛，但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了，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希望神佛保佑自己的夫人能够诞下麒麟子。正午时分，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朵青莲，一闪而逝，然后产房中一声婴儿的啼哭，让李格非整个人猛地一震。妹妹！李白放下手中的酒，身形一晃，消失在了小酒馆。当李格非得知生下的是一个女儿的时候，整个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了。不过当看到一脸憔悴的夫人后，李格非长叹一声，还是接受了自己盼来的麒麟子是一个女儿的事实罢了。或许是我李格非命中注定没有儿子，今日空中青莲照耀，女儿便叫做李清照吧。李格非长叹一声，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名字，李清照，好名字。李格非话音刚落，一个白衣男子背负长剑出现在了李格非的身后，称赞道。李格非闻言一惊，回头看向男子，惊道：公子从何而来？白衣男子正是李白。李白说道：我乃天庭仙人，你女儿与我有师徒之缘。李格非连连摇头，说道：我女儿尚小，恐惊扰了仙人。李白微微皱眉，但是不管李白怎么说，李格非始终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拜师。在李格非看来，所谓的仙佛不过就是一群招摇撞骗的术士。李白看起来
来不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李格非怎么会愿意这样的人当自己女儿的师傅呢？李白很生气，但是他却没有丝毫办法。李格非毕竟是朝廷命官，身上带有官气，如果李白强行带走李清照，势必会惹来朝廷的不满。一旦这件事传回了天庭，对李白来说也是个麻烦。唉，愚蠢至极。李白见李格非不愿意让李清照拜师，无奈之下只能拂袖而去。看着李白眨眼之间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李格非心中生出恍然若失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太久没有出过北冥海，今日难得出来，不如去寻访一下故人。飞鹏本来准备飞回北距泸州，但是在经过犀牛贺州的时候，想起当初一起结义的牛魔王就在犀牛贺州，便决定去看一看自己这个千年不见的大哥。积雷山曾经的妖族圣地，此时早已经衰落了，只剩下100-200小妖维持山门秩序。至于曾经霸气凌云的牛魔王，自从1000年前在孙悟空和天庭众人的夹击中战败后，便一直闭关不出。积雷山大小事务，如今都由铁扇公主打理。飞鹏落在地上，化作一个英俊的少年，身上黑羽化作黑色长袍，打量了自己一番。飞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径直朝积雷山上走去。哪里来的人族，居然敢擅闯积雷山？莫不是不要命了？没走多远，飞鹏便被一群手持兵器的小妖给拦住了。为首一只牛妖打量着飞鹏，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疑惑。他感觉眼前这个人族太淡定了，这让他感觉有些不安。飞鹏见这些小妖都不过是一些灵智初开的小妖，哪怕是为首的牛妖，也不过就是凡仙修为，不由皱起了眉头，说道：“这里真的是积雷山平天大圣牛魔王的山门？”牛魔王到底能不能打赢孙悟空？他们一共打了3场，第1场在积雷山1对1打了个平手，第2场猪八戒助战2打1，依然打了个平手，第3场牛魔王现出法相真身，结果惊得那部往虚空一切众神与金头接地，6丁6甲都来围困牛魔王，牛魔王公然不惧，最后如来以及玉帝派的4大金刚托塔天王、哪吒聚灵神之源，加上原本就参战的悟空与八戒，才将牛魔王活捉。整个过程牛魔王一直在以一敌多，最后天庭顾忌老牛的背景，放过了牛魔王和罗刹女，可却将积雷山的10万妖兵、数十妖王全部捉拿上了天庭。牛魔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将被擒，自己却无能为力，最终选择了闭关。曾放言不成大罗誓不出关，这一闭关就是1000年。1000年后，佛门依旧不死心，想引出闭关的牛魔王，好在鹏魔王路过及时出手，鹏魔王因此引祸上身。此刻牛妖闻言，得意地拍了拍胸口，说道：“这里当然是积雷山，我乃是积雷山魔云洞的巡山大将军牛二，你是何人？居然知道我们大王的名号？”飞鹏见牛二果真是牛魔王的部下，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去告诉你家大王，就说他的结义兄弟来看他来了。”牛二一听是大王的结义兄弟，不敢怠慢，让小妖们继续守着飞鹏，自己转身就朝山上跑去。这家伙完全忘记了自己会飞行这件事情。夫人，山下来了一个人，说是大王的结义兄弟，要来求见大王。牛二气喘吁吁地跑到魔云洞，一边喘息一边大声说道。正在洞内思念儿子的铁扇公主罗刹女一听，面色一变，问道：“山下那人长着什么模样？”牛二挠了挠头，迟疑地说道：“长着一个脑袋，2只手，还有2条腿。”罗刹女闻言，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小妖都是强行点化开启灵智的野兽，虽然实力达到了凡仙，但智力堪忧，比起那些自己开启灵智的妖怪差远了。罗刹女心中暗道：老牛自从1000年前战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与他的那些朋友兄弟再无往来。今日这找上门来的兄弟，也不知是友是敌。飞鹏在山下等了许久，就在他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罗刹女出现在了飞鹏的面前。罗刹女看到飞鹏的那一瞬间，心中便是一惊，太乙金仙，而且这气息比起老牛也丝毫不弱，想来至少也是太乙金仙后期，甚至是巅峰。飞鹏看到罗刹女时，也微微有些吃惊，因为他看出了罗刹女的身份，早就听说大哥娶了修罗族的公主为妻，这位想必便是嫂嫂吧？小弟飞鹏有个混号唤作混天大圣鹏魔王，不知道嫂嫂可知道小弟？飞鹏对着罗刹女行了一礼，他与牛魔王乃是结义兄弟，这罗刹女又是修罗族的公主，倒是受得起他鹏魔王一礼。关于鹏魔王，罗刹女曾经倒是听牛魔王提起过，不过经历了孙悟空的事情之后，对于牛魔王所谓的结义兄弟，罗刹女始终抱有戒心。对于这个已经1000多年不曾走动的鹏魔王，罗刹女表面热情，心底里却还是十分戒备。飞鹏自然也感受到了罗刹女的疏离，不过飞鹏并没有多想，在飞鹏看来，这完全是因为牛魔王不在的缘故，罗刹女一女子对自己有所防范也是应该的。罗刹女领着飞鹏进入魔云洞，一路上飞鹏看着来往巡山的小妖们，忍不住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飞鹏问道：“嫂嫂，大哥好歹也是平天大圣，这积雷山也算得上一份家业，怎么手底下全是些不入流的小妖？这如何配得上大哥的威名？”罗刹女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失落。曾经的积雷山拥有10万妖兵，手底下达到真仙的妖王都多达数十名。那时候的牛魔王意气风发，在整个犀牛贺州的妖族势力中，积雷山仅次于狮驼城，是妖族的顶尖势力。可自从牛魔王战败之后，虽然天庭因为顾忌老牛的背景，放过了牛魔王和罗刹女，可却将那10万妖兵、数十妖王全部捉拿上了天庭。牛魔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将被擒，自己却无能为力，最终选择了闭关。曾放言不成大罗誓不出关，这一闭就是1000年。这1000年间，罗刹女主持着积雷山的事务，因为积雷山的妖兵们全部被天庭剿灭，所以罗刹女只能点化了一批普通的野兽为妖兵，把守积雷山。这些强行开启灵智的小妖们，不管是潜力还是实力，都比不上正统的妖族，因此实力进步缓慢。1000年过去了，他们中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就是天仙境界，连个真仙都没有。若不是还有罗刹女在，这积雷山早就被那些不畏惧牛魔王威名的妖怪夺走了。罗刹女轻叹一声，说道：“这一切还不是怪那该死的猢狲，那猢狲害我儿被观音带走，害得我积雷山10万妖兵被天庭绞杀。如果没有那猢狲，我积雷山恐怕到现在依旧是犀牛贺州最强大的妖族势力。”猢狲？你是指老七吗？飞鹏在北冥海的时候，也隐约听到一些关于孙悟空西天取经的一些传言，知道在取经途中他和牛魔王发生过冲突，但具体什么情况，飞鹏便不是很清楚。罗刹女冷哼道：“可不就是那猢狲吗？他联合天庭和佛门，灭了我积雷山10万妖兵，打伤了老牛。若非忌惮，只恨老牛一心把那猢狲当兄弟，不让我报复，不然的话，我早就去找我的哥哥们去灭了那猢狲。”飞鹏皱起了眉头，说道：“嫂嫂，老七他性情顽戾，但也是个重情重义之辈，这其中莫不是有什么误会？”罗刹女恨声道：“误会？他孙悟空欺负我在先，以变化之术戏弄我在后，最后更是联合外人一起围攻老牛，你说这是误会吗？”飞鹏一时语塞，他不知道内情，但光听罗刹女所说的这些，飞鹏也觉得这一切好像的确是孙悟空做的有些过分了。罗刹女让几个侍女给飞鹏安排酒宴，毕竟是牛魔王的结拜兄弟，罗刹女作为牛魔王的夫人，也不想失了礼数，让牛魔王被妖族笑话。积雷山的妖怪们听着，爷爷我是万窟山狮鹫洞的狂狮大王，帐下先锋豹将军，我们大王说了，限你们今日立刻搬出积雷山。飞鹏正在饮宴，山下突然传来叫骂声，罗刹女脸色一变，恨声道：“又是那该死的狮子！叔叔你稍待，等我去把那狮子收拾了。”罗刹女正要起身去教训那狂狮大王，飞鹏见状拦住罗刹女道：“不劳嫂嫂动手，今日我鹏魔王撞上了这种事情，作为弟弟的岂能冷眼旁观？嫂嫂放心，带我去将那群不知所谓的鼠辈料理。”罗刹女闻言连忙说道：“叔叔这是哪里话？你远来是客，岂有让客人替我们积雷山出手的道理？”飞鹏哈哈大笑道：“当年我们七大圣结义，视同生死，嫂嫂又何必见外呢？”说完，飞鹏身形一晃，已经出现在了积雷山下。此时的积雷山下，一个身高10丈的狮子金正在欣赏部将豹将军的精彩表演，他眼神微眯，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如今的犀牛贺州9成地盘都已经归佛门所有，唯有这积雷山和一个叫做武装观的地方，仍旧将佛门排斥在外。狂狮大王他并非一个普通的妖怪，他是佛门迦兰菩萨的坐骑，假扮妖王用来试探牛魔王。狂狮大王并非第一次挑衅积雷山了，只是前面2次狂狮大王都败在了罗刹女的芭蕉扇下，这一次狂狮大王特意去寻找主人迦兰菩萨，要来了定风珠，这一次他一定要完成任务，逼出牛魔王。豹将军还在不停地叫嚷着，突然豹将军的声音安静了下来，他的脖子被一个黑衣少年掐着，正是鹏魔王飞鹏。飞鹏单臂举着豹将军，然后将目光看向狂狮大王，眉毛微微一挑，说道：“一头狮子居然敢来积雷山挑衅，当真是不知死活。”狂狮大王站了起来，他手中出现了一柄降魔杵，身形一晃出现在飞鹏的身边，指着飞鹏说道：“放下他，本大王留你一条小命。”飞鹏哈哈大笑道：“好狂妄的狮子，不过我飞鹏从来不接受威胁。”说完，飞鹏手上一用力，这一个天仙巅峰的豹妖立刻被震碎了元神，一命呜呼。狂狮大王怒了，飞鹏的举动让好面子的狂狮大王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不由怒吼一声，挥舞降魔杵砸向飞鹏。飞鹏冷哼一声，身体消失在狂狮大王眼前。狂狮大王一愣，连忙回头，却正好看到飞鹏手持方天画戟一戟劈向自己。狂狮大王大惊，连忙用降魔杵架住飞鹏的方天画戟：“你的速度太慢了。”飞鹏再次消失，在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出现在了狂狮大王的面前，而他手中的方天画戟已经刺入了狂狮大王的体。狂狮大王看着刺入自己体内的方天画戟，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他怔怔地看着飞鹏，问道：“你是何人？”飞鹏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混天大圣鹏魔王，鹏魔王，我记住你了。”狂狮大王说完，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飞鹏微微皱眉，因为他认出了狂狮大王使用的是佛门的手段啊！大王败了，我们怎么办啊？快退，快退！跟随狂狮大王的小妖们见狂狮大王跑了，慌忙一哄而散。飞鹏也懒得去搭理这些不入流的小妖，收了方天画戟，准备回洞中继续饮酒。罗刹女见飞鹏如此轻松就打败了狂狮大王，不由暗道：不愧是混天大圣，这份实力比起老牛也不遑多让。飞鹏在魔云洞待了几天，因为牛魔王不在，飞鹏也不好多留，便告辞离开了积雷山。在距离积雷山不远的一座迦兰庙内，狂狮大王踉踉跄跄地推开庙柱，跪倒在迦兰菩萨佛像面前：“主人，我失败了。”狂狮大王气息虚弱地说道。佛像开始泛起微光，光芒过后，赤面长须的迦兰菩萨出现在狂狮大王面前。迦兰菩萨伸出一只手，一团佛光照耀在狂狮大王身上，狂狮大王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狂狮大王见身体恢复，大喜道：“多谢主人。”迦兰菩萨点了点头，问道：“本尊已经给你定风珠了，你为何还是失败了？莫不是牛魔王出关了？”狂狮大王摇了摇头，脸色难看的说道：“是鹏魔王，那个自号混天大圣的鹏魔王。”鹏魔王，原来如此。1000多年前，孙悟空和牛魔王等7大妖王结义，这鹏魔王排第3，你败在他手中，倒也正常。迦兰菩萨抚摸着长须，点头说道：“主人，这积雷山有鹏魔王在，我们该如何行动？”狂狮大王迟疑地问道。他被鹏魔王给吓坏了。迦兰菩萨眼神微眯，说道：“鹏魔王来历神秘，想来在积雷山不会停留太久。你派人盯着积雷山，等到鹏魔王走了，你再带兵前去，一定要给本尊夺下积雷山。至于那鹏魔王，本尊自有办法对付他。”
飞鹏离开了积雷山，准备返回北俱泸州。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飞鹏眼看就要进入北俱泸州，突然地面升起4根金黄黄的铜柱，将飞鹏困在了中间。一个身形瘦小的头陀出现在铜柱上，看着被困在铜柱中间的飞鹏，头陀笑道：“阿弥陀佛，你这妖魔可识得我卢芳？”飞鹏看着4根铜柱，神色不变，心底里却暗自警惕：卢芳，我堂堂混天大圣，岂会认识你这无名小卒？飞鹏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尽管一时不慎中了埋伏，可飞鹏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眼前这个自称卢芳的头陀，修为不过太乙金仙初期，虽然算得上是高手，可和飞鹏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卢芳闻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冷声道：“孤陋寡闻之辈，我乃是巨留孙佛祖的关门弟子，今日特地来请你这妖魔。”巨留孙，飞鹏眼神微微一缩。巨留孙佛是过去7佛之一，法力高强，据说此人曾经为阐教仙人，后不知为何弃道入佛，成为了佛门中人。此人佛道双修，神通广大。飞鹏在妖师宫的时候，曾听妖师宫的大能提起过此人，说这巨留孙佛是过去7佛中最难缠的佛陀之一。卢芳哈哈大笑道：“不错，鹏魔王，今日你若是皈依我佛，或许还能饶你一命，不然你这数千年的修为，怕是要化为泡影了。”哼，巨留孙佛的确是了不起，但你区区一个小辈，也敢妄言叫我混天大圣，真是不知死活。飞鹏取出了方天画戟，尽管眼前的敌人实力比不上自己，但飞鹏也没有丝毫的大意。哼，看来你这妖魔是要负隅顽抗了，那你就看看我的手段吧。四方伏魔阵起，卢芳掐动法诀，念起了咒语，4根铜柱上泛起道道佛光，一道道佛门咒语化作利剑刺向飞鹏。哼，飞鹏身形快速挪动，躲避着利剑的攻击，实在避不开的，便用方天画戟将利剑击碎。被击碎的利剑化作佛光，重新返回铜柱，然后再次化作铁锤等兵器攻向飞鹏。这样下去不行，这阵法所化的兵器无穷无尽，若是不能破了那4根铜柱，就算我法力高深，也难免力竭。飞鹏一面躲闪着阵法的攻击，一面寻找机会靠近铜柱。终于，飞鹏找准了机会，一把掷出方天画戟，将一根铜柱震开了一丝裂缝。噗！主持阵法的卢芳遭受反噬，一口鲜血喷出，脸上露出凝重之色，连忙念动咒语，铜柱上的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这4方伏魔阵不愧是巨留孙佛祖所创立的阵法，连鹏魔王这等绝世妖王也难以逃脱。迦蓝菩萨出现在卢芳身后，原来正是迦蓝菩萨找来卢芳，布下陷阱暗算飞鹏。菩萨，这妖魔实力不凡，若非有这阵法，想要降他恐怕还真有些麻烦。卢芳深吸一口气，此时4方伏魔阵已经彻底激活，佛光组成了一口大钟，将飞鹏完全罩在了里。迦蓝菩萨笑道：“这鹏魔王乃是成名已久的老妖魔，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擒下的。擒下了他，想来就算是巨留孙佛祖也会大大的夸赞你。”哈哈哈，承蒙菩萨吉言。卢芳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卢芳虽然是巨留孙佛的弟子，但本人却并未入灵山。他是犀牛贺州一佛国的王子，拜师巨留孙佛也只是为了稳固他佛国王子的地位而已。巨留孙佛对这个所谓的关门弟子，其实也没有投入太多心力，除了给了卢芳一套阵法外，便没有再管过卢芳。金色的大钟突然颤动了起来，迦蓝菩萨和卢芳都微微一惊。不好！卢芳大喝一声，连忙念动咒语，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金钟裂开，一只黑色大鹏破阵而出。大鹏身上的气息紊乱，显然破开这4方伏魔阵并不轻松。你们惹怒我了！大鹏口中吐出冰冷的声音，比声音更冷的还有那双眼睛。迦蓝菩萨和卢芳脸上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鹏魔王身上的气息让他们感觉到了危险。迦蓝菩萨是佛门的护法尊者，专司战斗，在成为佛门护法之前，他曾是一个王朝的战将，身经百战，杀人营野。晚年因为自身杀孽太重而遭冤魂纠缠，后遇到一佛门高人点化，皈依佛门，成为了佛门的护法尊者。飞鹏虽然冲破了4方伏魔阵，但自己体内的妖气也遭到佛力侵蚀，战力十不存一。此时他虽然看似凶悍，实际上却已经没有多少战力。迦蓝菩萨手中出现了一柄青龙偃月刀，说道：“阿弥陀佛，孽障，今日你休想逃走。”卢芳手中也拿出一柄金光闪闪的宝剑，他自知实力比不上飞鹏，但有迦蓝菩萨在，卢芳也不怕自己有危险，所以他抢在迦蓝菩萨出手之前出手。卢芳大喝一声，飞身一剑刺向飞鹏，飞鹏翅膀一扇，一股强大的狂风将卢芳吹翻。去死！眼看卢芳被飞鹏扇翻，迦蓝菩萨终于出手了，一道耀眼的刀光闪过，飞鹏感觉身上一寒，下一秒已经被青龙偃月刀一刀斩在了2只利爪上。啾！飞鹏口中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冷冷地看了迦蓝菩萨一眼，振翅一飞，消失在了迦蓝菩萨和卢芳2人面前。好快的速度！不过这妖魔受了重伤，体内有我的刀气，短时间无法恢复。卢芳，你带人守住北俱泸州的入口，我去捉拿这妖孽。迦蓝菩萨看着自己青龙偃月刀上的淡金色鲜血，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对卢芳说道。说完之后，迦蓝菩萨化作一道金色佛光，沿着飞鹏留下的气息追去。该死的，想不到好久不出北冥，今日居然在阴沟里翻了船。飞鹏虽然冲破了4方伏魔阵，但自己体内的妖气也遭到佛力侵蚀，战力十不存一。此时他虽然看似凶悍，实际上却已经没有多少战力。迦蓝菩萨手中出现了一柄青龙偃月刀，说道：“阿弥
弥陀佛，孽障，今日你休想逃走！卢芳手中也拿出一柄金光闪闪的宝剑，他自知实力比不上飞鹏，但有迦兰菩萨在，卢芳也不怕自己有危险，所以他抢在迦兰菩萨出手之前出手。卢芳大喝一声，飞身一剑刺向飞鹏，飞鹏翅膀一扇，一股强大的狂风将卢芳吹翻。去死！眼看卢芳被飞鹏扇翻，迦兰菩萨终于出手了，一道耀眼的刀光闪过，飞鹏感觉身上一寒，下一秒已经被青龙偃月刀一刀斩在了2只利爪上。啾！飞鹏口中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冷冷地看了迦兰菩萨一眼，振翅一飞，消失在了迦兰菩萨和卢芳2人面前。好快的速度！不过这妖魔受了重伤，体内有我的刀气，短时间无法恢复。卢芳，你带人守住北距泸州的入口，我去捉拿这妖孽。迦兰菩萨看着自己青龙偃月刀上的淡金色鲜血，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对卢芳说道。说完之后，迦兰菩萨化作一道金色佛光，沿着飞鹏留下的气息追去。该死的，想不到好久不出北冥，今日居然在阴沟里翻了船。孙悟空口中发出一声惊疑，他发现脚下的城镇居然没有一丝佛力的存在。自从1000年前唐僧取经之后，4大部洲除了北距泸州之外，其余3大部洲都传入了佛道。除了佛门的大本营犀牛贺州外，南瞻部洲和东胜神州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佛门的信徒。下去看看。孙悟空心中好奇，摇身变作一个凡人，落在了地上。孙悟空跟随着路人一起进入了临安城。此时的临安城是一个叫做宋的国家的都城，城中百姓多达数十万，如此多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信奉佛门的，这实在让孙悟空觉得奇怪。1000年过去了，如今的人间也早就不是1000年前的人间了。此时的人间，南瞻部洲依旧是大唐的天下，只是大唐的皇帝早就不再是李世民，而是他的后世子孙。相比南瞻部洲的统一，东胜神州则是群雄割据，分裂成了5个国家，分别是宋、汉、辽、金、明。这5个国家彼此征战不休，搞得整个东胜神州民怨沸腾。而道门不知道为何对此居然不管不问，任由5国纷争。虽然这些凡俗之人寿命短了些，但做出的这些吃的倒是比起仙家宴会还要有意思。孙悟空用法术变了些金银，买了几串糖葫芦，一边吃着一边赞叹道。进入临安城后，孙悟空总算明白为什么城中没有一个信佛之人了。原来这城中到处都供奉着3清的神像，这里完全是一个道观。看来道门那群牛鼻子也发现佛门那一套对吸引信徒很有帮助了，也开始干涉凡人的朝政了。孙悟空从路过的百姓口中打听到，这临安之所以全都供奉3清，是因为国师大人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道士，他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在他的带领下，宋国成为了东胜神州最富有的国家。因为国师经常显现神迹的原因，百姓们对道门有着狂热的信仰，佛门信徒自然也就无法诞生了。李白很郁闷，他发现自己妹妹身边多了一只黑鸟。李白隐约感觉那只黑鸟有些奇怪，但是却又没发现那黑鸟究竟哪里奇怪。孙悟空走进酒馆，环视四周，很快他的目光就放在了李白身上。是他啊，那个在无常殿见过的白衣仙人。孙悟空认出了李白，他眼睛一转，主动朝李白走去。李白背后的青莲剑随着孙悟空的靠近开始震战起来。李白眼神一凝，抬头朝孙悟空看去。孙悟空咧嘴一笑，说道：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不如俺老孙陪你喝一杯如何？好，请坐。在下李白，不知道兄台高姓大名。李白感觉看不透孙悟空，但身后的青莲宝剑却不停地警示李白，让李白知道眼前这个看起来瘦弱的男人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修士。俺叫孙元。孙悟空和李白对坐，李白对孙悟空很是戒备，毕竟一个实力比自己强大、来历不明的强者突然找上自己，任谁都会心生警惕。与李白相比，孙悟空就显得十分从容，凡间的酒喝起来口感自然比不上仙酿。孙悟空不由将眼睛瞅向了李白腰间的葫芦。李白见状，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取下葫芦说道：我这酒乃是请慕德星君酿制的佳酿，便是酒神也夸赞我这是3界第一佳酿。孙悟空闻言不由咽了咽口水，伸手夺过李白手里的葫芦，笑道：俺老孙什么酒没有喝过，你这酒居然敢号称天下第一，俺老孙一定要试试。说着，孙悟空掀开葫芦塞子，把葫芦放在鼻子前嗅了嗅，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孙悟空脸上不由露出了陶醉之色。咕咚咕咚咕咚，在李白心疼的目光中，孙悟空将葫芦对着嘴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这葫芦看似不大，但毕竟是仙家宝物，里面能够装下一条河的酒水。孙悟空畅饮了1炷香的时间，总算停了下来，抹了抹嘴。孙悟空称赞道：果然是好酒，俺老孙昔日在蟠桃会上喝了无数佳酿，但是都不及你葫芦里的酒。你告诉俺老孙，你这酒究竟是怎么酿出来的？李白接过酒葫芦晃了晃，发现葫芦里的酒至少少了一半，不由心疼的说道：这酒是我得到的一个蟠桃加上无数的仙果所酿，十分珍贵，总共也就这么一葫芦，平日里便是我也舍不得畅饮，今日算是便宜你了。孙悟空不屑的撇了撇嘴，说道：不就蟠桃吗？改天俺老孙送你一筐。李白被气笑了，说道：你这人好大的口气，你当蟠桃是树上的野果呀，还一筐？孙悟空见李白不信，也不解释，他喝了李白的酒，不想欠李白人情，于是开口说道：李兄弟，俺老孙今日喝了你的酒，便送你一份礼物吧。孙悟空说完，摸了摸身上，却发现什么也没，脸上不由露出尴尬之色。想了想，孙悟空从身上拔下3根猴毛，递给李。孙悟空说道：李兄弟，我今日送你3根救命毫毛，你贴身带着，若是遇到危险，这3根毫毛可救你3次，只要对你出手的人实力没有强过我，都没有办法伤到你。李白没想到孙悟空居然送给自己如此珍贵的宝物，不由有些迟疑。孙悟空见状，将毫毛直接放在了李白手中，然后身体一晃，消失在了李白眼前。李白看着手中的3根毫毛，脸上露出思索之色，喃喃道：这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不过实力倒是挺厉害的，至少也是太乙金仙。这3根毫毛倒的确是难得的宝物。收起毫毛，李白又晃了晃葫芦，脸上露出愁苦之色，叹道：我的美酒啊！孙悟空出现在了皇宫的屋顶，他想要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国师究竟是什么来历，居然能够让一个国家完全崇信道门。皇宫大殿，即便只是凡俗的皇帝，他们的皇宫
宫也是修筑的金碧辉煌，隐约间还能看到一些阵法迹，想来这应该就是那国师的手笔。净尘阵、辟火阵、净心阵，这国师看样子还真是道门高人。这些阵法虽然只是些低阶阵法，但能够将它们融合在一起，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等等，这时孙悟空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尴尬，他发现自己不小心踩碎了一道阵法。这是一道清音阵，是一道没有任何杀伤力，但是一旦被触碰就会发出一阵清脆声音的阵法。何方道友擅闯我大宋皇宫？就在清音阵破裂的瞬间，一道苍劲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出现在了孙悟空的身前。太乙金仙。孙悟空眼中金光一闪，他知道眼前这个道士应该就是大宋的国师了。只是让孙悟空惊讶的是，区区一个凡俗国家的国师，居然是一个太乙金仙。孙悟空很疑惑，1000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地府，总共也没有遇到几个太乙金仙，结果现在倒好，就连在凡间都能遇到太乙金仙。师傅教我好好看清这个世界。难道？孙悟空心情复杂，看了老道一眼，说道：“俺老孙只是路过此地，见此地阵法精妙，便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并无恶意。”老道哪里肯信，只当孙悟空是图谋不轨，当即从怀中取出一道符咒，激活射向了孙悟空。五雷离火咒，5道离火神雷轰向孙悟空。这离火神雷乃是天地间至刚至阳的神雷，大罗金仙以下没有任何修士敢小觑这离火神。孙悟空自然也不敢小看这离火神雷，连忙闪身避开。5道离火神雷化作5条火龙，朝着孙悟空追了上去。孙悟空手中出现混元两仪棍，一棍敲碎一条火龙，但另外4条火龙却已经缠在了孙悟空的身上。噗！孙悟空震碎了4条火龙，口中微微一甜，却是受了一点轻伤。孙悟空没有想到，在这凡俗之地，居然有人能够伤到自己。看向老道的眼神中不由闪过一丝冷。老道更是惊讶，这5雷离火咒是老道的拿手神通，即便是金国的大喇嘛面对离火神雷都只能选择退避，可孙悟空硬生生抗下了5道神雷，居然好像没事人一样，这让老道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你这恶道，好生无礼！俺老孙本不想与你计较，但你却出手偷袭俺老孙，老孙若不教训教训，传出去岂不被人笑话？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杀意，身形一晃，抡起手中混元两仪棍砸向老道。玄元盾，老道抬手掐动法诀，一面盾牌出现在老道身前，混元两仪棍砸在盾牌上，盾牌破裂，但老道已经闪身离开了云。老道见孙悟空实力强大，连忙说道：“道友且慢，你我实力强大，若是在这打起来，岂不毁了这临安城？不如我们去城外较量一番如何？”孙悟空迟疑了一下，太乙金仙动手的余波实在太强，孙悟空也不想沾染业力，便同意了老道的说法。孙悟空说道：“好，你我城外一战。”临安城外，孙悟空手握混元两仪棍与老道对峙，老道也取出一柄松纹长剑，目光凝重地看着孙悟空。老道凝视孙悟空，口中说道：“老道乃是玉清宫弟子，一封道人，不知道有来自哪方仙山，为何窥伺我临安城？”玉清宫弟子，俺老孙曾听闻玉清宫乃是道门正宗，你既然是玉清宫弟子，想来神通了得，只是不知道你为何会隐于凡尘。孙悟空问出了自己的疑惑。太乙金仙，即便在天庭，那也算得上是一方高手，这样的高手却在人间当国师，实在让孙悟空十分费解。一封道人眼中流露出一丝疑惑，说道：“道友莫不是来自别的部洲？不知我东胜神州道统之争。”道统之争？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觉得他找到了将地藏王菩萨引出地府的方法。一封道人点了点头，说道：“我观道友也是我道门中人，不知可否愿意留在我大宋抗击金辽？”孙悟空挠了挠头，问道：“这金辽二国背后又是什么道统？”一封道人笑道：“那金国乃是佛门未来佛弥勒佛扶持的国家，辽国则是佛门如来佛祖一脉。这两脉虽都是佛门势力，但彼此亦有不合，佛门也有不合。原来如此。”孙悟空心中暗自欢喜，佛门势力很强大，但如果佛门内部不合的话，那么对于孙悟空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一封道人见孙悟空实力强大，便想拉拢孙悟空成为自己的帮手。孙悟空虽然答应了师傅50年内不找灵山报复，可为了将地藏王菩萨从地府引出来，孙悟空还是选择了答应一封道人，表示愿意帮助一封道人。原本剑拔弩张的孙悟空和一封道人收起了兵器，一场冲突戛然而止。大宋皇宫，一封道人将孙悟空引荐给大宋皇帝。大宋皇帝得知孙悟空实力不弱于国师后，大喜，封孙悟空为大将军，赐下金银无数。孙悟空对于这凡俗的赏赐并不看在眼，随手将这些赏赐撒向临安，分给了诸多百姓。就这样，孙悟空在临安城住了下来，准备借助道门的势力，将地藏王菩萨引出地府。孙悟空从一封道人口中套出，地藏王菩萨乃是佛门未来佛一脉的大能，他乃是昔日西方教准提圣人的亲传弟子，奉准提圣人之命，坐镇地府，抢夺6道轮回的掌控权。得知这一切之后，孙悟空则将目光放在了金国身上，因为一封道人说过，金国的背后就是佛门未来佛一脉。一个身材壮硕、赤面长须的大汉抬头看了看临安城3个大字，眼中流露出一丝凝重。此人正是追逐鹏魔王的迦蓝菩萨所。东胜神州，佛道之争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佛门大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今的佛门，因为如来佛祖和弥勒佛祖之间的争斗，已经让佛门呈现了分化之势。弥勒佛祖想让如来佛祖遵从昔日之约，让出佛祖之位，但如来佛祖如何甘心退位？双方虽然没有明面上撕破脸，但3界都已经看出来了，佛门分裂之势已经很明显了。迦蓝菩萨他并未归属于任何一脉，他属于佛门的中立派系。他深知大宋国乃是道门之地，自己如果被发现了身份的话会有麻烦，但为了擒住昔日的妖族7大圣，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临安城。就在迦蓝菩萨进入临安城的瞬间，一封道人睁开了眼睛，他在城门处布下的阵法感应到了佛力的波动。佛门中人居然敢来我大宋，看来是欺我道门无人啊！一封道人身形一晃，消失在了孙悟空正盘膝而坐，坐在大将军府修炼。人间的灵气比不上天庭，不过到了孙悟空这个级别，单纯的修炼已经很难提升修为了。到了太乙金仙，需要的是悟
悟道，悟通一条大道，才能进阶大罗金仙。一风道人召唤我。孙悟空睁开了眼睛，眼中金光一闪而逝。迦兰菩萨没想到道门中人来得这么快，看着眼前的一风道人，迦兰菩萨皱着眉头，沉声道：阿弥陀佛，一风道友，本尊此来是因为发现一位大妖王进入了临安城，还请道友让本尊将那妖王找出。一风道人冷笑道：迦兰菩萨，你说我临安城有妖王，可有证据？迦兰菩萨说道：本尊一路追赶那妖王至此，虽然他敛去了气息，但本尊可以肯定，他就藏在这临安城中。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孙悟空来到了一风道人身边。孙悟空认识迦兰菩萨，昔日保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迦兰菩萨也曾暗中出手保护过唐僧。不过因为孙悟空已经改变了形态，所以迦兰菩萨自然是认不出孙悟空。直到孙悟空也是道门高人，见着临安城出现2名太乙金仙，迦兰菩萨心里不由一沉。孙悟空看到迦兰菩萨，就想到了自己被如来算计的事情，眼中杀意一凛，手中出现了混元两仪棍。一风道人见孙悟空对佛门如此敌视，眼中不由闪过一丝疑惑。不过佛道本就是对头，如今蜜月期已过，双方早就已经撕破了面皮。既然有一个佛门菩萨主动送上门来，那一风道人也没有放过他的道理。一念至此，一风道人悄悄传音给孙悟空道：孙道友，这迦兰菩萨在佛门颇有地位，我们若是将他留下，必能让佛门伤筋动骨。孙悟空点了点头，场面一时间变得凝重起来。迦兰菩萨自然也发现了一风道人和孙悟空对自己的杀意，心中微微一沉。要战斗自然不能在城里战斗，不然太乙金仙的战斗余波能够很轻易地抹平这临安城，那强大的业力可没有谁愿意承。菩萨，请吧。一风道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一场战斗已经在所。阿弥陀佛，既然如此，本尊就请二位多多指教了。迦兰菩萨脚下出现一朵金莲，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了城外。孙悟空咧嘴一笑，一个跟头消失不见，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迦兰菩萨身后。一风道人也追了出来，手中拿着他的松纹宝剑。孙悟空看着迦兰菩萨，想到自己被如来算计那无力的500年，心中杀意不由透体而出。一风道友，迦兰菩萨交给俺老孙了。孙悟空手中混元两仪棍一挥，率先砸向迦兰菩萨。迦兰菩萨取出青龙偃月刀，和孙悟空大战了起来。孙悟空手中棍影重重，迦兰菩萨虽然刀法精湛，但和孙悟空比起来还是要弱上不少，很快便落入了下风。佛门金身，眼看自己斗不过孙悟空，迦兰菩萨掐动手诀，身上金光一闪，使出了佛门金身神通。使用了金身之后的迦兰菩萨防御大增，即便被孙悟空一棍砸在身上，也只是震掉一些金粉，但他的青龙偃月刀劈在孙悟空的身上，却能给孙悟空带来极大的危险。这迦兰菩萨的实力居然这么强，果然500年前他故意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孙悟空越打眼中杀意越盛。500年前迦兰菩萨表现出来的实力仅仅不过太乙金仙初期，可如今不过只是过去了500年，使用出金身的迦兰菩萨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太乙金仙后期，这等实力已经和500年前的孙悟空齐平了。迦兰菩萨眼中则时不时流露出疑惑之色，他感觉眼前的孙悟空招式中隐隐透露着一股熟悉的感觉。当然他并没有想到眼前的人会是500年前那只取经的猴子，因为在迦兰菩萨心中，那只猴子如今已经成为了佛门的斗战胜佛，根本不可能帮助道门对自己出手。吃俺老孙一棒！孙悟空战的兴起突然摇身一变，现出3头6臂来，手中混元两仪棍也分化成3根，齐刷刷砸向迦兰菩萨。噗！迦兰菩萨一招不慎，虽然架住了孙悟空一根混元两仪棍，却被另外2根给砸中，口中喷出一口金色的血液，倒飞了出去。休走！迦兰菩萨受伤，自知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化作一道金光便想逃走。孙悟空见迦兰菩萨想要逃走，冷哼一声追了上去。孙悟空的筋斗云虽然不是3界第一，但论速度强过他的也不多，这其中自然不包括迦兰菩萨，所以很快他就被孙悟空追上了。孙悟空看着捂着胸口正在吐血的迦兰菩萨，眼中杀意沸腾。迦兰菩萨脸上露出苦涩之色，他没有想到追击鹏魔王居然会遇到这么一个强大的狠。孙悟空看着迦兰菩萨，心中想的却是昔日取经路上迦兰菩萨一路暗中护持唐僧时的场景。对于唐僧，孙悟空虽然嫌弃他唠叨，但心底里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他很想知道如来算计自己的事情，唐僧究竟知不知情。迦兰菩萨，你圆寂吧。孙悟空眼神冰冷地看着迦兰菩萨，给了他自我了断进入轮回的机会。迦兰菩萨眼中流露出不甘之色，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道门在凡俗何时出了你这么一个强者？孙悟空不想多做回答，他看在故人的份上，才给迦兰菩萨自我了结的机会，不然的话早就一棍将他打死了。罢了罢了。迦兰菩萨叹息一声，此时他金身已经被孙悟空毁去，一身修为10不存1，即便逃走，想要恢复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既然孙悟空给了自己轮回的机会，倒不如借机重修。迦兰菩萨身上燃起涅槃之火，准备前去轮回，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灭去了迦兰菩萨身上的涅槃之火。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看向天空。迦兰菩萨也十分意外，抬头看去，居然是佛门的18罗汉道。原来孙悟空和迦兰菩萨战斗的波动被隐藏在辽国的佛门高手18罗汉发现了。这18罗汉被如来佛祖派到东胜神州参与道统之争，正愁手底下高手不够，在察觉到迦兰菩萨有危险后，18罗汉立刻朝战斗波动的方向赶来，正好救下了迦兰菩萨。佛门罗汉众多，有500之数，但其中有18位罗汉地位却十分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如来佛祖的亲传弟子，对外号称18罗汉。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的
的实力并不弱于菩萨。这18罗汉为首一人唤作降龙罗汉，修为为太乙金仙后期，法器是一条真龙龙魂。排名第2的则是伏虎罗汉，伏虎罗汉胯下坐着一只白虎，伏虎罗汉本身的实力便是太乙金仙中期，再加上实力相当于太乙金仙初期的白虎，整体实力只在降龙罗汉之下。除了降龙、伏虎之外，其余16位罗汉虽然不及2人，但也都是太乙金仙初期的修为，一共18位太乙金仙的出现，让孙悟空神情一肃，而迦兰菩萨则松了一口气，毕竟是几千年的修为，又岂能说舍弃就舍弃呢？转世重修说起来简单，但是转世之后能不能重新修炼到太乙金仙，谁也不能够保证。阿弥陀佛，迦兰菩萨，我们来迟了。降龙罗汉来到迦兰菩萨身前，神情严肃地说道。迦兰菩萨苦涩一笑，说道：降龙尊者，你来的正是时候，此人实力强大，你们可得多加小心。降龙罗汉点了点头，18罗汉列阵，将孙悟空围在了中间。这18罗汉修炼的功法都是如来佛祖所授，彼此气机相通，并且兼修了一套阵法，名字就叫做18罗汉阵。此阵一出，大罗金仙以下都很难破解此阵。18罗汉，不知道如果把你们18人送进轮回，那老东西会不会气死的？孙悟空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他知道这18人是如来佛祖的弟子，他很期待，如果折了这18罗汉，如来佛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孽障，今日我们18罗汉齐至，你还不立刻臣服我佛？降龙罗汉怒视孙悟空，口中发出一声冷喝。这一声冷喝看似简单，其实也蕴含着佛门神通，只可惜这种级别的神通对孙悟空根本无效。孙悟空深吸一口气，身上金光大盛，居然也使出了类似佛门金身的手段。什么？你怎么会佛门神通？你到底是何人？看着惊讶的18罗汉，孙悟空笑了。须菩提祖师精通佛道两派的神通，作为他的衣钵弟子，孙悟空自然也不仅仅只会道家神通，他的佛门神通也丝毫不弱。丈六金身之法始创于佛门2圣准提圣人，孙悟空也不知道须菩提祖师是如何通晓这门神通的，但是很早之前，须菩提便将这门神通传授给了孙悟空。这是孙悟空第2次运用丈六金身，看着自己浑身耀眼的金光，孙悟空对着18罗汉做出了一个挑衅的手势。降龙、伏虎2罗汉对视一眼，眼中都流露出凝重之色。丈六金身，那可是未来佛弥勒佛祖的拿手绝技。虽然如来佛祖也精通丈六金身，但是佛门中人都知道，真正得到准提圣人真传的整个佛门，只有弥勒佛祖，他的金身之法也是整个佛门最强。师弟，此人来历不明，居然精通佛道2门的神通，我们不可大意，须布下罗汉阵，擒下此人。伏虎罗汉神色肃穆地说道，他从孙悟空身上感受到了压力。降龙罗汉点了点头，示意其他16位罗汉布阵。18罗汉阵，俺老孙早就想见识见识了。孙悟空使出了金身，金身不坏，自身便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佛门一种极为厉害的神通，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炼制成为灵宝，以自身为宝进行攻击和防。孙悟空这具身体本就是混沌石所化，本身便已经坚不可摧，再加上金身，一身防御，可谓是同级无敌。18罗汉阵虽然名气大，但孙悟空却丝毫不。18罗汉阵，18罗汉一起运转佛力，一尊巨大的罗汉虚影出现在虚空，一掌重重地拍向孙悟空。杀！孙悟空大喝一声，一棍砸向罗汉虚影，但是这虚影集结了18位罗汉的力，威力何其强大！尽管孙悟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太乙金仙的后期，但依旧被这罗汉虚影一掌重重地拍进了地里。轰！孙悟空从地里钻了出来，眼中金光爆射。他虽然被击中，但是却并没有受到伤害，只是显得有些狼狈罢了。什么罗汉、菩萨，通通都给俺老孙死开！孙悟空仰天长啸，手中混元两仪棍横扫而出，罗汉虚影再次一掌拍出，但这一次孙悟空居然用混元两仪棍抵住了罗汉虚影的手掌。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俺老孙了？孙悟空冷笑着，原本人族的身体长出银色的毛发，他现出了本体，这居然是一只妖猴。正在调息的迦兰菩萨眼中流露出惊讶之色，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精通佛道神通的太乙金仙居然是妖族。18罗汉眼中也闪过惊疑之色，这天底下达到太乙金仙境界的妖族可不多，尤其是这妖猴还精通佛门和道家的神通，这就更少见了。他们的脑海中都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个身影，当然他们知道眼前这只猴子不可能是那个存在，因为那位早已成佛，怎么可能对佛门中人出手？破！现出本体的孙悟空实力大增，大喝一声，居然直接穿破了罗汉虚影的手掌，纵身飞到罗汉的头颅上，狠狠一棍砸在了罗汉虚影的头颅上。咔嚓！罗汉虚影破裂，散成满天飞舞的金线。18罗汉同时喷出一口金色的鲜血，却是遭到了反噬。去死！孙悟空见18罗汉阵被破，趁机一棍砸向长眉罗汉。长眉罗汉刚刚遭到阵法反噬，还没有来得及平息体内躁动的佛力，见孙悟空杀来，长眉罗汉大喊，2条长长的眉毛化作2条白链缠向孙悟空。孙悟空冷笑一声，用混元两仪棍绞住白链，然后猛地一扯，长眉罗汉惨叫一声，2条眉毛居然被孙悟空生生给扯了下去。长眉师兄，长眉师弟！布袋罗汉见长眉罗汉受伤，连忙记起自己的法宝乾坤袋。这乾坤袋乃是布袋罗汉仿弥勒佛祖的人种袋炼制，威力不凡，能收一切后天生灵。一股强大的吸力出现在孙悟空身上，但孙悟空却纹丝不动。原来铸就他身体的混沌石乃是先天宝物，所以孙悟空根本不算后天生灵，这乾坤袋根本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张口喷出一口仙气，正好撞击在布袋罗汉的胸口，布袋罗汉惨叫一声，倒飞了出去。乾坤袋失去法力支撑，正要往布袋罗汉身边飘去，却被孙悟空抢先抓住。
你还我法宝！布袋罗汉见自己的宝贝被孙悟空抢了，急得面色一变。孙悟空看了看手中正在不停挣扎的乾坤袋，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尽管这是一件很强大的法宝，但孙悟空发现炼制这法宝的材料居然是孕妇的皮囊，这等本应该十分邪恶的法宝，居然因为是用佛门手段炼制的而变得正大光明，这让本就对佛门有了嫌隙的孙悟空心中更加对佛门不耻。这等邪恶的法宝，还是回去吧。孙悟空手中仙力涌动，乾坤袋仿佛察觉到了危险，不停地挣扎着。可是他不过一件法宝，如何能够从孙悟空手中挣脱？只见乾坤袋疯狂鼓动，最后啪的一声碎裂成了一地碎片。噗！我的法宝乾坤袋被毁，布袋罗汉直接喷出一口金色的鲜血，整个人的气息变得萎靡起来。师弟降龙罗汉见孙悟空转眼之间便重创了2位罗汉，眼中流露出十分忌惮之色，抬手释放出悬在身后的龙魂，龙魂咆哮一声扑向孙悟空。孙悟空见状冷笑道：俺老孙连真龙都不怕，还会怕你区区一条龙魂？说罢，孙悟空径直冲向龙魂，数十回合之后，龙魂飞回了降龙罗汉身边，只是光芒暗淡了许。降龙罗汉看着自己的宝贝受损，脸上露出心疼之色，哈哈，这就是所谓的18罗汉吗？一群废物罢了。孙悟空哈哈大笑。就在这时，一风道人带领着3名道人赶到，当看到孙悟空变成了一只猴子的时候，一风道人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见孙悟空来了帮手，18罗汉同时皱起了眉头。作为参加道统之争的18罗汉，自然知道一风道人，他们彼此之间不止一次明里暗里的进行了交锋，知道有一风道人几人在，再加上强大的孙悟空，他们讨不到便宜，不由心生退意。最终18罗汉带着受伤的迦兰菩萨离开了。18罗汉毕竟是佛门的重要人物，一风道人并没有强行留下他们。孙悟空对此有些不满，不过他也知道18罗汉毕竟是如来佛祖的亲传弟子，自己如果强行出手击杀他们，很容易惹来如来的关注。须菩提祖师的伪装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如来一定能够看穿。现在的孙悟空还不想过早的招惹如来。一风道人介绍了身边的3名老道，这3名老道也都是玉清宫门人，分别叫做一尘、一空和一山。3名老道也都是太乙金仙的修为。关于孙悟空妖族的身份，除了一风道人外，其余3名老道似乎都有些嫌弃。毕竟玉清门人自诩圣人门徒，对于披毛戴角的妖族向来是看不上眼。孙悟空自然发现了这3个老道眼中的嫌弃，不过孙悟空也不在意，既然被发现了，他索性也就不再伪装，直接保持着猴子的形态。一风道人笑道：孙道有好本领，这18罗汉乃是佛门诸多阿罗汉之首，孙道有一己之力重伤长眉，不带2位罗汉，日后必定名扬3界。孙悟空撇了撇嘴，一风道人来晚，没有看到孙悟空大破18罗汉阵的场景，不然的话他该更加震惊。深夜，国师府，一风道人4人对坐在一起，一尘道人开口说道：师兄，那孙道人明明是只妖猴，你为何还要留他在我大宋境内？一空道人也点头道：是啊，师兄，你为何不让我等出手擒下这妖猴，留他在城中，早晚是个祸害啊。一风道人看向一山道人，笑问道：一山师弟，你以为如何？一山道人笑道：人又如何，妖又如何？那孙道人一身道家仙力，虽是妖身，但也是得道之妖，与我等除了表象，有何区别？一风道人点了点头，说道：一山师弟所言极是，孙道人实力犹在我之上，道统之争他是一个好帮手，你们需好好结交此，切莫要惹恼了他。无量天尊，辽国18罗汉齐聚一堂，迦兰菩萨也赫然在列。降龙罗汉说道：宋朝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如此厉害的猴妖，能够一己之力破了我等18罗汉阵？这等实力属实罕见。伏虎罗汉看向迦兰菩萨，说道：阿弥陀佛，迦兰菩萨，敢问你究竟是如何与那妖猴对上的？迦兰菩萨叹了一口气，将自己追逐鹏魔王追到临安城的事情告诉了18罗汉。什么？鹏魔王？那妖孽也现世了？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惊骇之色。迦兰菩萨有些奇怪，说道：鹏魔王虽然了得，但也只是一个太乙金仙而已，二位尊者为何如此惊讶？降龙罗汉苦笑道：迦兰菩萨有所不知，这鹏魔王来历非同小可，也幸好你没有将他击杀，不然的话我们佛门可就麻烦了。什么？迦兰菩萨面色大变，如今的佛门可是3界中最大的势力之一，即便是天庭，明面上的实力也要弱于佛门。迦兰菩萨不明白，一个鹏魔王为何能够给佛门带来麻烦。降龙罗汉却不愿意多说，因为是如来佛祖亲传弟子的原因，降龙罗汉知道很多3界秘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1000年前闹得轰轰烈烈的妖族7大圣的来。孙悟空躺在大宋皇宫的屋顶上，仰望着星空，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仿佛是在对居住在天空的仙人们表示不屑。天庭，玉皇大帝默默地站在一片满是繁星的地，这里是星河，天庭的重地之一。如来快要突破了，如果如来能够突破，那就说明所谓的圣位，所谓的鸿蒙子气根本不存在，那么朕也该突破了。突然，玉皇大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冷，就如同完全没有感情一般，和3界熟知的3界之主完全不同。玉皇大帝身后，一个额头有一点星光的白发老者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您此举恐怕会惹来那3位存在的不喜。哈哈哈哈，他们3位又何时喜欢过朕？朕乃是道祖钦定的3界之主，他们不喜又能如何？玉皇大帝眼中掠过一丝寒芒，身上的气势变得十分强大，整个星河都开始微微颤抖。唉，白发老者轻叹一声，他知道玉皇大帝憋得太久，他似乎已经不想隐忍下去了。太白，听说青莲下界了。玉皇大帝突然说道，语气中似乎蕴含着什么。白发老者面色一变，说道：陛下，那青莲剑仙可是人教门徒，朕是3界之主。老者的话还没有说完，便已经被玉皇大帝冷冷的声音打断了。传令哪吒，青莲剑仙违背天条，擅自下界，让哪吒
吒将青莲剑仙带回天庭受罚。白发老者沉默了一下，然后苦笑道：“太白遵旨，这就去给三太子下旨。”3年过去了，李清照已经3岁了，或许是仙人转世的原因，小李清照自幼就十分聪慧，虽然只有3岁，但已经能够读写诗文了。他最喜欢的是唐朝诗人李白的诗词。小黑，你是虫吗？小李清照用手拿着一条还在扭动的小虫子喂到一只大黑鸟的嘴边，大黑鸟翻了翻白眼，将头扭到一旁。见大黑鸟不吃虫子，小李清照随手将手里的虫子扔掉，又开始找一些他认为大黑鸟会吃的东西喂到大黑鸟嘴边。李白站在远处看到这一幕，不由叹了一口气。尽管是转世之身，可妹妹的性格还是没有一点变化。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李白眼神一凝，察觉到了不对劲。什么人？李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机锁定了自己，担心那人会伤到李清照。李白身形一晃，朝城外而去。刚来到城外，一排排身穿星辰战甲的天兵便出现在了李白面前。天庭，李白皱起了眉头。虽然李白名义上的确归属于天庭，但作为人教门徒，在天庭，李白一直还是很自由。他不明白天兵为什么会突然围住自己。一朵莲花标记出现在半空，随后一个面容冷峻的少年出现在李白面前。哪吒三太子。李白眼神微微一变，他感觉到了不安。哪吒看着李白，眼神淡漠。作为阐教3代弟子中的佼佼者，哪吒虽然因为本体限制，一直无法突破到大罗金仙，但是一身本领在太乙金仙这个境界已经近乎圆满。而李白只是一个真仙而已。他不明白为什么玉帝会让他亲自出手。李白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说道：“李某何德何能，劳驾三太子亲自下界。”哪吒说道：“奉玉帝旨意，青莲剑仙，你私自下界，已经违反天规，速速束手就擒，随我去见玉帝。”李白眼神变幻，李白深知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即便回到天庭，自己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惩戒。但天上1日，地下1年，李白很担心，一旦自己回了天庭，自己的妹妹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三太子，可否宽容些时日？我在这人间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你可否等我1年？李白拱手说道。他想在回天庭之前，将自己妹妹的记忆唤醒，这样才能让妹妹重新回到仙道。哪吒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说道：“青莲剑仙，玉帝旨意，岂能违背？你若是不跟我回去，我如何去向玉帝交差？”李白深吸一口气，凝重地说道：“当真不能通融1、2。”哪吒没有说话，但是淡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既然如此，李白只好讨教了。李白背上的青莲剑出鞘，犀利的剑气从李白身上浮现，不自量力。哪吒不屑一笑，手中出现一柄火尖枪，随意一挥，一道强大的枪芒扫向李白。青莲剑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突然仰天长啸，一道道剑气如同黄河之水喷涌出，眼看枪芒被抵消，哪吒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李白的实力让哪吒微微有些侧目，不过如此，虽然有些意外，但哪吒还是没有将李白放在眼里。真仙和太乙金仙的差距太大了。尽管李白抵消了枪芒的大部分威能，但残余的力量依旧将李白击飞了出去。李白挣扎着站了起来，哪吒终究还是留手了，不然一个真仙根本承受不住哪吒的随手一击。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哪吒，李白眼中流露出无力之色。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从怀中取出一根银白色的毛发。你说过会帮助我3次的，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李白手捧白毛，大声说道。话音刚落，白色猴毛开始泛起金光，一个虚影在金光中缓缓成型。哪吒心中升起一丝警惕，这虚影给了他一种危险的感觉。金光消失，一只银白色的猴子出现在李白身前，太乙金仙境界的化身，有点意思。哪吒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脚下出现了一对风火轮。太乙金仙已经值得哪吒认真了。李白看着出现在眼前的猴子，心中略微一定。不过李白也知道，想凭借一具化身挡住哪吒也不太现实，所以他在化身出现后，第一时间选择了朝临安城跑去。他要趁着这个时机去解开妹妹被封印的记忆。看着化作剑光逃走的李白，哪吒摇了摇头，他并不担心李白能够逃走。与此同时，正在临安城大将军府的孙悟空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感受到自己送给李白的毫毛被激活了。那小子遇到麻烦了，看在你送我酒喝的份上，俺老孙须得帮你一帮。哪吒手持火尖枪杀向孙悟空的化身，化身毕竟是化身，虽然也具有太乙金仙的实力，但面对哪吒这种太乙金仙境界内的顶尖强者，化身的实力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10多个回合后，化身被击散，看在断成2截的猴毛，哪吒的眼神中闪过疑惑之色。刚刚那化身施展的武艺，让哪吒感觉有些许眼熟。哪吒，此时的孙悟空已经来到了城外，见哪吒斩断了猴毛，孙悟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什么人？哪吒抬起了头，看向孙悟空。孙悟空朗声道：“好你个哪吒，居然敢坏我化身！哪里来的妖猴，居然敢在本神面前放肆？莫不是不想活了？”哪吒脸上怒色一闪，举起手中火尖枪，直接刺向孙悟空。孙悟空取出棍元两仪棍，一棍砸在火尖枪上，火花四溢。好个猴子，果然有些本领。一猴一神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哪吒好久没有遇到如此对手，忍不住大声赞道：“你也不差，不愧是3坛海会大神。”孙悟空也开口称赞道：“1000年过去了，哪吒似乎也提升了不少，武艺较之1000年前要强上很多。至于修为，虽然略有进步，但进步并不大。
哼，看吧！哪吒冷哼一声，手中祭出乾坤圈，砸向孙悟空。乾坤圈化作一道金光，眨眼间便出现在孙悟空身前。孙悟空冷笑连连，举起混元两仪棍，直接砸在了乾坤圈上面。乾坤圈被砸得飞回了哪吒手中，哪吒脸色微红，脚下风火轮飞出，攻向孙悟空。孙悟空快速腾挪躲闪，避开风火轮的攻击，正要反击，突然感觉周身一紧，原来却是哪吒祭出混天绫，将孙悟空给捆绑了起来。哈哈哈！妖猴，现在知道本神的厉害了吧？哪吒见孙悟空被混天绫捆住，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笑着说道。孙悟空挣扎了一下，发现这混天绫不愧是后天灵宝，自己全力挣扎居然都挣扎不开。好你个小孩，居然暗算你爷爷！孙悟空虽然被混天绫束缚，但嘴上却不饶人，开始在嘴上嘲讽哪吒。哪吒因为莲花化身的原因，形象一直保持着14、15岁少年的模样，被孙悟空如此一说，顿时火冒三丈，大喝道：“该死的妖猴，居然敢挑衅本神，去死！”说着，哪吒又祭出一块金砖，砸向孙悟空。孙悟空的脑袋被金砖砸了几下，砸得有些头晕。不过毕竟是混沌石所化的身躯，金砖法宝虽然厉害，不过却很难对孙悟空造成真正的伤害。哪吒也看出金砖似乎无法打伤眼前的妖猴，便又抬手祭出一个火红的罩子，扔向空中，顿时化作一个透明光罩，将孙悟空罩在了里面。妖猴，这是本神的九龙神火罩，你现在如果立刻成佛，本神连你一生修为不易，或许能够饶你性命；不然，只消本神轻轻一拍，你便会被这九龙神火罩化为飞灰。哪吒看着被罩在九龙神火罩里的孙悟空说道，同时他收回了混天绫，担心等会儿混天绫受到损伤。孙悟空脱离了束缚，扭了扭脖子，笑着说道：“好你个哪吒，居然偷偷藏了这么多法宝！”哪吒闻言，眼中流露出惊疑之色。孙悟空此时的语气，竟好像认识自己一般，这让哪吒感觉十分疑惑。哪吒看着被困在九龙神火罩的孙悟空，眼神变幻不定。哪吒很肯定，眼前的猴子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可对方那熟人的口吻，却让哪吒感觉到了一丝亲切。猴子，你究竟是谁？哪吒忍不住开口问道。哪吒是个高傲的人，他出身阐教，是太乙真人门下的亲传弟子。整个阐教3代弟子中，哪吒的地位是最高的，即便是杨戬在阐教的地位也要略逊于哪吒，因此整个3界哪吒很少有朋友。孙悟空张了张嘴，但终究还是忍住了。他知道，如果自己将身份向哪吒吐露，那么即便哪吒不说出去，如来也有可能知晓自己已经逃出灵山的事情，这对孙悟空来说绝非好事。哪吒见孙悟空不说，脸上露出迟疑之色，看着被罩在九龙神火罩内的孙悟空，哪吒轻叹一声，挥手收回了九龙神火罩。孙悟空眼中流露出意外之色，看着哪吒笑道：“哪吒，你怎么不烧我了？”哪吒高傲地仰着头说道：“妖猴，本神看你周身并无业力，想来也不是什么坏妖怪，今日就暂且放你一命。你走吧，别让本神再见到你。”孙悟空看着故作冷漠的哪吒，摇了摇头，说道：“哪吒，你让我走可以，不过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情。”哪吒闻言，眼中闪过一抹寒光，冷声道：“妖猴，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本神面前谈条件。”孙悟空嘿嘿笑道：“哪吒，俺老孙也从来不和别人谈条件，若不是看你顺眼，俺老孙早就一棍把你砸死了。”哪吒被气笑了，手中再次出现九龙神火罩，说道：“妖猴，本神再问你一句，是不是一定要管闲事？”孙悟空晃了晃手中的混元两仪棍，说道：“俺欠那小子一顿酒，他的事我管定了。好，那你就去死吧。”哪吒再次祭出九龙神火罩，9条火龙盘旋着照向孙悟空。孙悟空心知这九龙神火罩威力无穷，不敢大意，直接化作一道金光，躲过了九龙神火罩的攻击。哪吒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混天绫祭出，一条红链裹向孙悟空。呵，孙悟空将手中混元两仪棍变长，搅动虚空，混天绫一时间被虚空裹住，居然直接定在了空中。哦，这猴子好生聪明，居然想到如此办法破解我的混天绫。哪吒见状，忍不住在心中暗暗赞道，不过手中却丝毫不留情。金砖、乾坤圈、风火轮轮番砸向孙悟空。孙悟空被哪吒这一身法宝搞得焦头烂额。论武艺，孙悟空自然是不弱于哪吒，可是要说到法宝，孙悟空除了手中一根棍子之外，那是啥也没有，如何是满身法宝的哪吒的对手？不打了，太欺负人了。孙悟空再次被金砖砸了个踉跄，忍不住大骂一声，然后转身化作金光离去。哪吒得意地收回法宝，对身后观战的天兵们示意了一下，带着天兵朝临安城而去。李府，李白一脸茫然地倒在地上，他刚刚想强行给李清照开启记忆，却不想居然被李清照身边那只黑鸟一翅膀扇翻了，这让李白整个人都傻掉了。我居然被一只鸟打了！李白感觉脑子有些懵。李清照抱着大黑鸟，一脸呆萌地望着李白，疑惑地对李白说道：“叔叔，你怎么了？怎么还摔倒了呀？”李白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眼前这看起来像是普通鸟类的黑鸟，居然一翅膀扇翻了一个真仙，这话要是传了出去，还不被人笑掉大牙。李白站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走向李清照，还没有等他靠近，便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李清照身后爆发，然后李白再次被震飞了。嗨，李白想哭，看向黑鸟的目光如同看怪物一般。叔叔，你怎么了？李清照朝李白走去，李白大惊，连忙摆手道：“站住，停，你就停那儿别动。”李清照无辜地看着李白，不明白李白为什么要凶自己。李白站了起来，对李清照说道：“妹妹，你过来，把那鸟放下。”李清照闻言，连忙抱紧黑鸟，紧张地说道：“
叔叔，你是想抢走大黑鸟吗？李白无语地看着李清照，他很想大声地告诉李清照，他怀里抱着的是一个比自己恐怖很多的存在，自己哪里敢抢他？可是李白不敢说，他担心激怒李清照怀中那黑鸟。他倒不是怕黑鸟伤到自己，而是担心黑鸟会伤到李清照。毕竟现在的李清照不过就是个凡夫俗子，肉身脆弱不堪，稍微一碰，那可就直接碎了。黑鸟瞥了李白一眼，眼神中充满了高傲与不屑。这种眼神比起哪吒淡漠的眼神也不遑多让。李白陷入了纠结，而就在这时，哪吒率领天兵围住了李府。李白深吸一口气，趁着哪吒还未进来，对着黑鸟施了一礼，说道：“虽然不知道阁下为何跟在我妹妹身边，但是李白知道阁下对我妹妹应该没有恶意。我妹妹乃是天界清幽仙子，因为某些原因转世凡尘，我本想引她入仙道，但如今恐怕是做不到了。我希望阁下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度她修行。”李白在此多谢了。说完，李白转身看向哪吒，说道：“三太子，我随你回天庭。”哪吒没有在意李白，而是看向李清照，眼神中流露出些许猜疑。黑鸟好似真的只是一只普通的鸟，眨巴眼睛看着哪吒，满眼的懵懂。哪吒皱了皱眉头，他感觉眼前这个小女孩怀里抱着的黑鸟有些诡异，但是仔细探查后却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三太子，走吧，玉帝该等急了。李白担心哪吒看出什么，直接上前拦住了哪吒。哪吒摇了摇头，也懒得细想。既然玉帝的旨意是带李白回天庭，那么自己把李白带回去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情，哪吒才懒得管呢。好，我们回天庭。哪吒点了点头，领着天兵带着李白消失在了李府。李白被哪吒带回了天庭。临安城少了一个喜欢喝酒的剑仙，这让临安城的酒馆老板们有些失望。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深夜，一只黑鸟抬头望天，张嘴开始吸收日月精华，用来疗养伤势。这只黑鸟正是受伤的彭魔王。原来当日彭魔王伤势太重，坠落在了李府，被王氏所救。彭魔王索性便藏身在这临安城中，慢慢恢复伤势。这股气息是三哥。正在发呆的孙悟空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脸色微微一变，下一秒他出现在了李府门外。黑鸟仿佛察觉到有人靠近，立刻收敛气机，变成了一只普通的凡鸟。孙悟空进入了李府，但是彭魔王隐藏气机的手段实在太厉害了，即便是孙悟空也没有能够察觉到黑鸟的异常。咦，这小女孩，孙悟空没有察觉出黑鸟的异常，倒是认出了李清照，认出眼前这个小女孩正是自己在地府看到那画卷上的女子。黑鸟将眼睛睁开一条缝，他从孙悟空身上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只是如今的孙悟空一身银毛，和原本的形态相差太远，而黑鸟实力没有恢复，也不敢仔细探查孙悟空的气机，所以并没有认出眼前这只银毛猴子正是自己的七弟齐天大圣孙悟空。李小子被哪吒带回天庭了，这小女娃身边没有人照顾，俺老孙喝她一回酒，索性便帮这小女孩开启仙灵吧。孙悟空想了想，觉得因为自己没有拦住哪吒，导致李白被带回天庭。李白的妹妹若是无法觉醒前世记忆，自己似乎有义务帮她开启仙灵。孙悟空心中想着，便直接走向前去。黑鸟担心孙悟空会伤害到李清照，正准备强行带走李清照，突然李清照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缓缓睁开了眼睛。两朵莲花在李清照眼中绽放，一闪而逝。孙悟空和黑鸟同时一惊，他们二妖都是有见识的，很轻易的便察觉到了那两朵莲花的不凡。孙悟空迟疑的看着一脸茫然的望着自己的李清照，他迟疑了。李清照眼中的莲花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刚刚那一闪而逝的气息，分明是先天之物才有的气息。这李清照来历不简单，猴子，好大一只猴子！李清照脸上露出稚气的笑容，甚至摊开了手朝孙悟空走去，竟是想让孙悟空抱他。孙悟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心中略微一慌，闪身消失不见了。李清照发现猴子不见了，脸上露出失落之色，似乎不满意猴子就这样跑了。黑鸟认真地看着这个已经陪伴了3年的小女孩，刚刚那两朵莲花让黑鸟第一次发现，身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根脚之深，或许远比想象中的要恐怖。罢了，这临安城中就不是我彭魔王久居之地，再陪你1年，我便去寻找老妻，借他的洞府养伤。黑鸟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孙悟空返回了自己的大将军府，心中对李清照眼中绽放的莲花印记依旧惊疑不定。莲花在3界地位特殊，道门3清以红花、白藕、青莲叶为基，分别创立了人、阐、劫3教。佛门佛陀和菩萨更是全都以莲台为法宝，可见莲不管是在佛门还是道门，都是一种圣物。那个小女孩看来并没有李白说的那么简单啊！师傅曾经说过，在天地未开之前，世间有一株混沌青莲，共计36品，后毁于开天之劫。这3界大半的先天灵宝都是由那混沌青莲的碎片所化，也不知道那小丫头眼中的莲花印记到底是和哪件先天灵宝有关系。天庭，玉帝看着傲立在自己面前的李白，语气淡漠地说道：“青莲剑仙，你私自下界，扰乱人间秩序，已可治罪。”李白俯首道：“青莲知罪。”玉帝点了点头，说道：“既然知罪，那么朕便罚你坐镇北天门，镇压域外天魔500年。”什么？这北天门？玉帝此言一出，群仙震惊，尤其是人教弟子上洞8仙更是面色大变。东华上仙吕洞冰出列道：“启禀玉帝，那北天门外域外天魔凶残，青莲不过真仙境界，恐非域外天魔的对手。况且500年的惩罚，未免也太过严重。”
玉帝冷漠地望着吕洞宾，说道：“东华，你认为朕处事不公？”吕洞宾微微皱眉，玉帝这些年威严日盛，但对于三教弟子，玉帝平日里多少还是会给些面子。今日不知道是为何，却好像是故意要找人交的麻烦，这让吕洞宾心中深感不安。其余八仙也看出来了，今日李白是无法保下了。不过八仙心里有数，镇守北天门虽然危险，但以人教的实力，李白在北天门只要不被域外天魔围攻，性命还是无忧的。500年的时间虽然长，但对于仙人来说，也不过弹指一瞬，所以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触怒玉帝。于是李白接受了镇守北天门500年的刑罚。北斗星君，你领青莲剑先前往北天门吧。玉帝对北斗星君吩咐道。北斗星君是一个面目肃穆的中年男子，闻言后对玉帝施了一礼，然后便带着李白消失在了天庭凌霄殿内。兜率宫，太上老君已经闭关很久了。上洞八仙原本想求教太上老君，但却被童子给拦了下来，最终只能无功而返。师兄，这可如何是好？青莲师侄见到天赋异禀，这若是在北天门有个闪失，那……蓝采和一脸凝重地望着吕洞宾，原来李白居然是吕洞宾的徒弟。吕洞宾皱着眉头说道：“祖师闭关已经200年，这些年玉帝似乎一直在暗中谋划些什么。这一次将青莲送去北天门，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含义。哎，诸位师兄弟，我决定去北天门一趟，暗中护住青莲的周全。有师兄去，定可保青莲万无一失。”蓝采和闻言笑道。铁拐李、汉钟离等人也纷纷应和。北天门，三界与魔界的交界处，吕洞宾深吸一口气，然后化作一道剑光，直奔北天门而去。启禀玉帝，东华上仙已经离开天庭，前往北天门。太白金星来到玉帝身边说道，他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犹豫。人教弟子本就不多，太白金星很担心玉帝如此算计人教弟子，会惹怒了人教之主。要知道，那位存在可是诸圣之首啊！自从发现李清照身上的神异之后，孙悟空便时常靠近李清照，想要查清楚李清照的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孙悟空此举让鹏魔王飞鹏很是捉恼，因为在孙悟空面前，他必须全力隐藏自己，才能保证不被孙悟空察觉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他错失了和孙悟空相认的机会。小丫头，我走了，日后有缘再见吧。床头，李清照正呼呼大睡，黑鸟现出人形，变成了一个冷峻的少年。少年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沉睡的李清照，将她散乱的头发抚平，然后取出了一根羽毛，放在了李清照的手心。大黑，你吃！李清照口中发出梦意，吧唧吧唧嘴巴，好像在梦里都还在给黑鸟找吃的。飞鹏脸上露出一丝温暖的笑意，然后身形缓缓变淡，最后消失不见。飞鹏出了临安城，他的伤势并没有恢复多少。在临安城，他需要防备那几个老道士，不敢全力吸收日月精华疗伤，疗伤的进度缓慢，所以即便没有孙悟空，飞鹏也会离开临安城。听说老七现在的道场在峨眉山，不如我去那里休养一些时日。飞鹏本来想去花果山，突然想起孙悟空如今已经成为了佛门的斗战胜佛，道场在峨眉山圣元洞，于是调转云头往峨眉山而去。飞鹏消失了，这让李清照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子。好在有孙悟空时不时陪着他，这才让他重新开心了起来。孙悟空看着正在院子里欢快玩耍的李清照，想到那天那2朵神秘的莲花印记，眼神逐渐变得深邃起来。大猴子，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李清照似乎玩累了，他走到孙悟空身边，靠着孙悟空坐了下来。讲故事？好，俺老孙就给你讲一讲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故事。孙悟空将自己1000年前大闹天宫的故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说的那是绘声绘色。李清照也很给面子的听得手舞足蹈，眼中都仿佛冒出了小星星。后来呢？那只大猴子他有没有把玉帝的位子给抢下来？见孙悟空突然不说话了，李清照不由催促道。后来孙悟空的语气低落了下来，他想到了自己被困五行山下那500年，又想到西天取经途中经历的种种，心中不由五味杂陈。大猴子，你好像不开心了。李清照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孙悟空的衣袍，有些涩涩地说道。孙悟空叹了一口气，揉了揉李清照的头发，说道：后来这只猴子失败了，他死在了一个大和尚手里。大和尚真坏。李清照一听齐天大圣死在了大和尚手里，立马愤愤不平地说道：丫头，你想学本事吗？拜我为师吧。孙悟空看着李清照，突然说道，语气很轻松，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了紧张之色。李清照闻言一愣，只有几岁的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只大猴子有多厉害，也并不知道所谓的拜师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觉得这只大猴子经常来陪他玩，是他的好玩伴。一听孙悟空要收他为徒，李清照只以为这又是什么好玩的游戏，当即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孙悟空十分郑重地取出一张画卷，那是须菩提祖师的画像。孙悟空对着画像做了作揖，口中说道：师傅在上，弟子悟空今欲收一弟子，还请师傅过目。孙悟空话音刚落，画像开始燃烧起来，一缕缕青烟缭绕，在虚空中幻化成须菩提祖师的身影。师傅，丫头，快来拜见师公。孙悟空对着须菩提的虚影行了一礼，然后对正在满脸惊讶地望着须菩提虚影的李清照挥了挥手，拜见师公。李清照感觉十分有意思，学着孙悟空的样子，对着须菩提的虚影拜了一拜。须菩提看着李清照，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伸手指向李清照。李清照的额头浮现一朵莲花印记，须菩提的手指正好点在了那印记之上。啊！李清照口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然后昏倒了过去。啊！丫头！孙悟空大惊，连忙上前查看，却不想李清照体内
猛地出现一朵莲花，将李清照的身体包裹在了莲花中。师傅，这是……孙悟空感受到那莲花的威能似乎十分强大，不由满脸惊疑地望着须菩提的虚影问道：“悟空，此女子来历不凡，你收她为徒，或许日后会有大麻烦。为师问你，你还愿意收她为徒吗？”须菩提的虚影开口说道，语气中带着些许怅然，似乎他已经看出了李清照的来历。孙悟空皱起了眉头，然后郑重地对须菩提说道：“师傅，弟子既然收了这小丫头为徒，日后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就算是诸天神佛想要伤害这小丫头，也得问过俺老孙手中这根棍子。好，以后她就是我灵台方寸山的第3代弟子了。”须菩提虚影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消失不见。李清照身体外的莲花护罩消失了，露出了李清照的身影。只是此时的李清照已经变了模样，原本只有5、6岁的身体变成了11、12岁，眉心微微鼓起，隐约可见一朵莲花含苞待放。李清照睁开了眼睛，迷茫地看着孙悟空，似乎脑子还没有清醒过来。大猴子师傅，李清照犹豫了一下，开口叫道。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丫头，你感觉怎么样？”李清照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体，说道：“好奇妙，我感觉我好像长高了。”孙悟空紧张地问道：“还有别的感觉吗？”李清照疑惑地看着孙悟空，然后认真地说道：“大猴子师傅，我饿了。”孙悟空闻言，有些无语地看着李清照，说道：“好，我们去吃好吃的。”“好呀！”李清照一听到去吃好吃的，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孙悟空带着李清照来到了临安城中的酒楼，点了一大堆吃的。本来有些食物小孩子是不能吃的，不过孙悟空哪里知道这些，看着吃的满眼满足之色的李清照，孙悟空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眉山，飞鹏走入斗战胜佛庙，看着斗战胜佛的佛像，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他感觉这佛像好像有些问题。阿弥陀佛，施主，你来此可是要上香？一个老和尚走来，双手合十，对飞鹏施了一礼。飞鹏说道：“我要见斗战胜佛。”老和尚闻言笑道：“只要施主诚心祷告，斗战胜佛自会出现在施主身边。”飞鹏笑了笑，身上气息爆发，一股浓郁的妖气弥漫，整个斗战胜佛庙顿时变得妖气森森。“老七，我来了，还不速来相见？”飞鹏对着佛像开口说道。与此同时，正在仙元洞闭关的斗战胜佛睁开了眼睛。何方妖孽，居然敢来我峨眉山闹事！冷峻的声音响起，随后一根擎天之柱从天而降，径直砸向飞鹏。飞鹏眼中流露出一丝惊骇，下一秒消失在原地。斗战胜佛庙被一棍摧毁，变成一地废墟。废墟上，一个金光闪闪的猴子正满脸阴沉地望着飞鹏。飞鹏嘴角渗出一丝血迹，看着眼前的猴子，飞鹏眼中变幻不定。你是何方妖孽，居然敢来我斗战胜佛的地盘闹事？斗战胜佛目光阴沉，他已经1000年不曾出过手了，如今他已经完全将取经的功德炼化，实力大增，只差一步便能突破到大罗金仙了。可是这一步却如同天堑一般，斗战胜佛花了100年也不曾迈过这一步。你不是老七？飞鹏口中吐出几个字。尽管眼前的猴子和孙悟空一模一样，甚至连气息都模拟得完全相同，可是飞鹏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眼前的猴子绝对不是孙悟空。老七，你是谁？好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死了。斗战胜佛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丝嘲讽的微笑，手中金箍棒微微一震，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了飞鹏的头顶。当飞鹏举起方天画戟架住了金箍棒，但身体却陷入了地里。斗战胜佛的力量太强了，而飞鹏还没有彻底恢复，实力顶多发挥60%，这让飞鹏很快便落入了下风。呼，飞鹏再次被击飞，还没等飞鹏稳住身形，下一秒斗战胜佛手中的金箍棒已经出现在了飞鹏的头顶。咔嚓，飞鹏被一棍砸在头上，狠狠地坠入地面，地面顿时出现几道裂痕。妖孽，还不服输？斗战胜佛看着在自己脚下挣扎的飞鹏，眼中流露出淡漠的神色。嗨，好一个斗战胜佛，好一招瞒天过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是孙悟空，你只是个冒牌货。飞鹏看向斗战胜佛，眼中闪过一丝明悟。他想起上次在北俱泸州遇到孙悟空的事情，再看看眼前这个斗战胜佛，哪里还不知道孙悟空被算计了。飞鹏的话让斗战胜佛的脸彻底冷了下来，他冷漠地说道：“有些事情知道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去死吧！”斗战胜佛掌心凝聚一团佛光，轰向飞鹏。强大的佛力翻涌，佛光之后，地面上只留下一团血迹和几根残破的羽毛。居然被你给跑了，好快的速度！斗战胜佛挥了挥手，羽毛飞到了他的掌心。看着掌心的黑色羽毛，斗战胜佛的脸上闪过一丝杀机。苍狼、白猿。斗战胜佛冷漠的声音响起，下一秒，他的身前出现了2个壮汉，这2人是斗战胜佛的部下，苍狼和白猿。找到他，杀了他！凡接触过他的人，妖、仙、神也一个不留。斗战胜佛将手中的羽毛各取1根，交给苍狼和白猿，让2人找到飞鹏。遵佛旨，2人领命，化作流光，消失不见。临安城，孙悟空正在教导李清照法术。虽然李家人不信仙神，不过孙悟空明面上是大宋国的大将军，身份地位还在李格非之上。孙悟空要收徒，
李格非即便不愿意，也不敢强行阻拦。再加上还有一封道人出面，所以李格非也只能选择任由李清照跟随孙悟空学艺。李清照不愧是神仙转世，天生便对灵气拥有很高的亲和度，修炼起来更是一日千里。若非凡俗间灵气微薄，恐怕不用100年，李清照便能突破到凡仙之境。师傅，你每天就让我练气，什么时候教我一些真正的神通啊？李清照扯着孙悟空的衣袖，满脸期待地看着孙悟空说道。孙悟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呀，为师的神通那都是十分消耗仙力的，你体内那点力量根本不够施展为师的神通。这样吧，只要你能够达到炼气化神的境界，为师便教你一些变化之术，如何？”变化之术，好，一言为定。李清照眼中冒出小星星，担心孙悟空反悔，李清照立刻伸手和孙悟空碰了一掌。孙悟空看着满脸兴奋的弟子，满脸的无奈之色。以前只当过徒弟的孙悟空，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师傅的压力。孙道友，可速来国师府，有要事相商。孙悟空还想说些什么，却收到了一封道人的传音。听声音，一封道人似乎十分着急。孙悟空对李清照说道：“丫头，你好好修炼，为师去办点事情。”说完之后，直接化作流光，消失不见。哼，还说人家毛躁，你这个当师傅的不也这样吗？李清照看着消失不见的师傅，口中嘟囔道：“国师府，一封道人、一尘道人、一通道人和一山道人齐聚一堂。”孙悟空见四人都面色凝重，不由好奇地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出什么事情了？”一封道人点了点头，说道：“孙道友，金国大军入寇我大宋云州边境，云州守将战死，我大宋10万精兵全军覆没。如今云州72镇，只剩下虎口关还在坚守。一旦虎口关失守，金国铁骑就能一马平川，直奔我大宋腹地。”孙悟空对打仗的事情不感兴趣，闻言后不由开口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们还不速速赶往虎口关支援，还在这商量什么？”一封道人苦笑道：“孙道友有所不知，金国的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这次并没有出手。如果我们4人前往虎口关，贫道担心他们会趁机偷袭临安城，因此烦恼。”孙悟空笑了，说道：“你们这些老道，好不爽快，不就是想让俺老孙帮你们出手吗？直说便是，如此拐弯抹角，着实让俺老孙不喜。”一空道人说道：“孙道友莫怪，只是轻易劳烦道友，我等心中实在有愧。”哈哈，无妨，只要能打秃驴，俺老孙便十分高兴。你们放心吧，俺老孙这就前往虎口关，把那些个精兵杀退。孙悟空哈哈大笑道：“他当然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过孙悟空不在乎，待在临安城已经好几年了，眼看10年之期将至，自己还没有找到将地藏王菩萨引出阴山的办法。”孙悟空心中也一直很着急，这一次去会一会金国的高人，也正好摸一摸未来佛势力的底细。虎口关，大宋北方最险要的关隘，守将唤作呼延赞，武艺高强，虽然只是一个凡人，但一身横练功夫，刀枪不入，一对铁鞭更是纵横捭阖，少有敌手。呼延赞面色很凝重，因为他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的敌人。看着城楼下那些金光闪闪的铜人，呼延赞嘴角勾起一丝苦涩的笑容。就是这些诡异的铜人，打得大宋兵马节节败退。如果虎口关再失陷，大宋的天下可就危险了。清虚道长，我们该怎么办？这打仗的事情，我呼延赞不怕，但是这些铜人刀枪不入，力大无穷，我们的将士们实在无法抗衡他们。呼延赞看向身旁的一个白胡子道士，这位道士乃是一位散修，道号清虚，擅长使用符箓之术。如果不是有他在，这虎口关可能已经失陷了。清虚道长苦笑道：“呼延将军，贫道不过一个小小的天仙境界修士，对面那种被称作佛兵，是佛门炼制的傀儡，类似于道门的撒豆成兵之术幻化的道兵，普通的凡俗士兵根本无法对抗。唉，贫道虽然勉强能够使用符箓将他们逼退，但恐怕……”呼延赞重重地将拳头砸在城墙上，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修士们干涉凡俗的战争，这对人族何其不公！可偏偏满天神佛居然直接默认了这种事情，只是规定真仙以上修为的修士不得直接对普通凡人出手，真仙以下的根本不受限制。将军，那些怪物又来了！就在这时，虎口关下，数千铜人大军又开始对虎口关发动进攻。他们手中挥舞铜棍，如同一堵堵铜墙一般，迈着坚定的步伐杀向虎口关。架弩，准备弩炮。对付铜人，普通的弓箭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也唯有车弩和弩炮能够迟缓铜人的进攻，但也就仅限于迟缓他们的攻击而已。想要摧毁他们，实在太难了。轰！一根巨大的弩箭射在一个铜人身上，铜人被强大的力量带飞，但是很快他又重新站了起来，根本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哈哈，大人这神兵可真是厉害啊！那些大宋的精锐在神兵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金国大军前，金国大将完颜突安一脸兴奋地对身旁一位骑着狮子的和尚说道。这和尚面露慈悲之色，说道：“阿弥陀佛，这些蛮人不服教法，虽我佛慈悲，老衲也只好出手超度他们，让他们去地狱轮回，洗涤自身的罪孽。大人慈悲为怀，功德无量。”完颜突安满脸虔诚地说道。此时铜人已经开始攀爬关墙，只要铜人破关，金国10万大军便能挥师南下，一路平推大宋诸城。杀！呼延赞挥舞手中铁鞭，狠狠地砸在一个铜人的脑袋上，火花四溢，
同人被击飞，掉下关楼。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呼延赞的神力，普通宋兵劈砍在同人身上，根本无法撼动同人，反而同人只需要一棍就能将普通的宋兵给击杀。无量天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火焰符，清虚道长出手了。只见他咬破手指，在虚空中画符，一道道火龙在虚空浮现，扑向同人。火龙缠绕在同人身上，同人快速融化，变成了一滩滩铜汁。呼呼呼，同人总算被击退了。但清虚道长也因为仙力消耗过度，变得面如金纸，暂时失去了战斗力。呼延赞捂着受伤的肩头，见清虚道长面色憔悴，不由担忧地说道：“道长，你没事吧？要不敌人下一次进攻，你就不要出手了。我们拼死也能给你争取一些时间，等你恢复仙力之后，再来帮助我们守城便是。”清虚道长摇了摇头，说道：“这些同人太强大了，不是凡俗兵马能够抵挡的。贫道虽是山野之人，但也是我大宋的子民，面对金人，又岂能袖手旁观？可是你……”呼延赞虽然不知道仙家道法究竟有什么限制，但是看清虚道长的样子，他就知道如今的清虚道长是在透支自己的寿命。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被耗死。没有了清虚道长，这虎口关可就真的守不住了。清虚道长摆了摆手，取出一个葫芦，倒出一枚漆黑的丹药，犹豫了一下，清虚道长将丹药塞入口中，咽了下去。丹药入腹，清虚道长的脸色变得红润了起来，叹了一口气。清虚道长看着已经空了的葫芦，他知道下一次再耗空仙力，就真的没有办法快速恢复了。城外，和尚见同人败退，眼中闪过一丝寒意，然后开始念动咒语，一个个同人从地底冒出。很快，又是一批同人出现在了金军阵前。去吧，和尚挥了挥手，新的同人开始朝虎口关发起新的一轮进攻。又开始了，这些杂碎。呼延赞看着关外的同人，忍不住暗骂道。清虚道长默默地取出一支朱砂笔，开始在关墙上刻画符咒。呼延将军，帮贫道争取3炷香时间，贫道要刻画一个大阵，或许可以抵挡住同人。清虚道长开口说道，他准备刻画一个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阵法。呼延赞一听清虚道长想出了抵御同人的办法，不由大喜，拍了拍胸口说道：“道长放心。”说完之后，呼延赞看着身后的士兵说道：“呼延家的将士们，道长本是方外之人，尚且愿意为我们拼命，我们大宋哪儿又岂能贪生怕死？你们可愿意随本将军杀出去，给道长争取时间？愿随将军死战，愿随将军死战！”呼延赞选了2000精锐，打开关门，杀出了虎口关。这些宋军精锐全部拿着锤、棍这类钝器，因为刀剑根本无法对同人造成任何伤害。杀！呼延赞一马当先，杀入同人阵中，手中铁鞭挥舞，一个同人当即被一鞭砸翻。不过很快，同人又再度爬了起来。噗！同人一拳将一个穿着重甲的宋军精锐打倒。宋军精锐挣扎了几下，终究还是没能站起来。当铁锤敲打在同人身上，发出金铁轰鸣之声。同人被打得一个踉跄，但是依旧毫发无损。虎口关外，呼延赞率领大宋精锐与同人大战。面对刀枪不入的同人，大宋兵马虽然悍勇死战，但终究无法抗衡同人，一时间死伤惨重。死战！呼延赞狂呼死战，手中铁鞭断裂，呼延赞便捡起一根同人手中的铜棍为武器，继续战斗。一名名宋军精锐倒下，鲜血染红了地面，血腥之气笼罩着整个战场。眼看关外的宋军就要落败，虎口关上，呼延赞之弟呼延雄深深地看了正在刻画阵法的清虚道长一眼，拔出了腰间的金剪，带着一支宋军杀出关外。杀呀！呼延雄率领宋军杀向同人。所有的宋军都知道，面对同人，他们全都会战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后退。清虚道长眼中流出一滴热泪，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以自己的鲜血刻画阵法，这样不仅能够提升阵法的威力，还能加快一些刻画阵法的速度。快，再快一点！清虚道长第一次感觉自己刻画阵法的速度太慢了，他拼命加快速度。很快，他的脸色便已经变得煞白一片，这是元神消耗过大的征兆。孙悟空驾着筋斗云来到了虎口关上空，看着混乱的战场，孙悟空眼中流露出一丝凝重。他知道，如果自己出手，很轻易就能碾压那些金国兵马，但是这样势必会招惹业力缠身，对修行不利。看样子俺老孙来的还不算晚。孙悟空见宋军虽然落入下风，但毕竟虎口关还没有失守，只要虎口关还在，宋军就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正在完颜突安身边的大和尚突然抬头朝空中看去，他感受到了孙悟空的到来。阿弥陀佛，来了一个高人，完颜将军，你且在此坐镇，老衲去会一会这不知道何方而来的高人。大和尚说完，身形一晃，朝空中射去。孙悟空看着出现在身前的和尚，嘴角勾起一些不屑的笑意。一个真仙境界的和尚而已。大和尚看到孙悟空后，面色微变，因为他感觉眼前之人身上的气息居然给自己一种面对自己师父日光菩萨时一样的感觉。阿弥陀佛，小僧日光菩萨门下弟子达西鲁，见过这位道友。因为孙悟空为了方便是做的道人打扮，所以达西鲁并没有看出孙悟空是妖族的身份，只当孙悟空是道门派来的高人。原来是日光菩萨的弟子，区区伎俩也敢在此卖弄，你且收了法术，退兵吧，不然俺老孙出手，你的这些个废铜烂铁可就都保不住了。孙悟空倒是听说过日光菩萨的威名，知道他是未来佛一脉的高人，不过孙悟空素来天不怕地不怕，连面对如来都敢出棍，更何况达西鲁只不过是日光菩萨的弟子呢，所以当即摆了摆手，让达西鲁退兵。达西鲁闻言，神色郑重地说道：“道友，我们双方有约定，真仙境界的修士不得对普通将士出手，你若是出手，
便是违背了规矩，到时候我佛门高手恐怕也少不得要找道友讨教几招了。关于这个规定，孙悟空倒是听一风道人提起过。见达西鲁如此说，孙悟空不由眉头微皱，随即心中一动，笑道：“虽然俺老孙不能对真仙以下的凡人动手，但你可是真仙修为，杀了你，我相信底下那些个同人兵马自然会散去。这道友，且慢，这道统之争终究还是需要在两国之间进行较量。这样好了，小僧今日暂退兵马，来日再来讨教道友的高招，你看如何？”达西鲁闻言大骇，连忙开口说道。孙悟空对杀一个真仙境界的小修士也不感兴趣，见达西鲁同意退兵，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好，一起退兵吧，回去叫你们佛门的高手出来和俺老孙过招。”小僧告辞。达西鲁深深地看了孙悟空一眼，转身就走。回到两军阵前，看着已经快要取胜的同人，不甘地叹了一口气，让完颜突安退兵。完颜突安满脸不解地看着达西鲁，说道：“大人，我们就快要攻入虎口关了，这时候退兵岂不是功亏一篑？”达西鲁目光沉重地说道：“退兵，回去再说。”唉。完颜突安不甘地望了一眼虎口关，下达了撤军的命令。金国大军退去了，同人军团也消失了。浴血奋战的呼延兄弟对视一眼，全都露出了茫然之色。正在刻画阵法的清虚道长也满脸不解之色，不知道敌军为什么突然撤了。不过既然敌人撤了，那不管怎么样，都给了虎口关喘息之机。清虚道长凝神静气，准备趁此机会将没有刻画完的阵法继续画完。孙悟空落在了虎口关，看着清虚道长刻画的阵法，虽然这阵法在孙悟空眼中不值一提，但如果用来对付刚刚关外那些同人，倒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呼延赞等人回关，见孙悟空做道人打扮，哪里还不知道眼前之人是大宋的援兵，也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刚刚大占优势的金国会突然退兵了。孙悟空见清虚道长气血亏空，元神涣散，不由摇了摇头，抬手渡过一丝仙气。清虚道长神魂一震，整个人气息顿时变得缓和起来。刻画好阵法来山上见我。孙悟空指了指虎口关旁边的一座小山，这里血腥味太浓，孙悟空不是很喜欢。说完后，孙悟空直接消失在了虎口关上。金国大营，达西鲁焚香祷告，将虎口关出现道门高人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师傅日光菩萨，请求援兵。贫道清虚见过前辈。清虚道长来到孙悟空身前，施礼道。孙悟空见清虚道长浑身气息不纯，知道这是一个无意中得到修炼法门的散修，如果没有意外，今生应该也就止步天仙境界了。虎口关现在是什么情况？金国那边有多少高手？你可知晓？孙悟空需要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若是以前的孙悟空，早就不管不顾杀入金国大营，将那些所谓的佛门高手全部撂倒。但是现在的孙悟空已经变得谨慎了，他知道佛门还是有不少高手的。荒山上，清虚道长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孙悟空。金国这次准备了20万大军，以达西鲁和尚的同人为先锋，宋军面对同人大军根本无力抵抗，因此一败再败。孙悟空摸着下巴，他知道佛门在金国的高手应该还是不少的，自己虽然厉害，但难保佛门没有能够匹敌自己的强者。战争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于普通军队，只要自己想办法击败同人，宋军不一定不能与金国兵马一战。清虚道长一听孙悟空准备击败同人，不由大喜道：“前辈，大宋兵马并不弱于金人，若是前辈能够破了同人，我大宋兵马一定能够击退金国大军。你容俺老孙想想。”孙悟空知道那些同人虽然只是法术幻化的兵马，对付修士自然是不行的，但用来对付普通人，那可真算得上是无敌。想要破了他们，还得使用仙家术法才行。可惜俺老孙平日里也没有练这些个筋斗，无法召唤力士和遁甲作战，不然倒是能够破了那同人。孙悟空懊恼地挠了挠头，佛门有同人术，道家也有撒豆成兵的法术，只不过这些法术都需要提前炼制媒介，佛门的同人是用施了咒的铜枝，而道门则需要炼制金豆。孙悟空平日里用不上撒豆成兵的法术，自然也就没有炼制金豆的习惯。至于孙悟空的毫毛化身，孙悟空怕被看破身份，不敢善用，因此一时间孙悟空陷入了困扰。咦，好强的阴气！就在孙悟空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感觉远处有一股阴气正在靠近，不由心中一动，提着清虚道长朝阴气传来的地方掠去。一队队阴兵缓缓聚集，这些阴兵大多数都是战死的大宋精锐，他们眼神空洞，但身上的血煞之气却很浓郁。龙且兄弟，孙悟空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在这虎口关遇到了邙山鬼王麾下的大将龙且。龙且看着眼前的孙悟空，眼中流露出一丝茫然，他不认识孙悟空。孙悟空心中一动，立刻散去伪装，露出了一身银毛，原来是孙兄弟。龙且见是孙悟空，脸上顿时露出欣喜之色。清虚道长没想到孙悟空居然是妖，不由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清虚道长是散修出身，对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偏见。再说孙悟空又是来帮助大宋，所以他很明智地选择了观望。孙悟空通过询问得知，邙山鬼王这些年一直派人在各大部洲收集战死的鬼魂，训练阴兵，其中有以东胜神州的阴兵质量最好，所以他便被邙山鬼王派来东胜神州收集阴兵。阴兵有了，龙且兄弟，不知道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孙悟空看着龙且身后的阴兵，不由心中一动，拉着龙且的胳膊问道。龙且闻言笑道：“你我兄弟，你又是我们陛下的盟友，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便是。”孙悟空喜道：“好，事成之后，保你能够赚得大批阴兵。”金国大营突然佛光普照，一尊尊金身佛门高手现身，禅唱声响起，整个金国大营遍地金莲，所有的金国士兵都感觉神清气爽，不由大声欢呼起来。
虎口关上，孙悟空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这些佛门中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凡人。”一旁的清虚道长倒是很羡慕地说道：“这佛门口战莲花的术法对传教倒是很有帮助，相比之下，道门的授道却显得有些枯燥。”孙悟空翻了翻白眼，清虚道长不过就是个山野散修，没有见识过高人，哪里知道真正的道门高人是如何授道的，还以为所有道门中人都像他那般需要慢慢悟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一个头顶日环的太乙金仙出现在虎口关的上空，唱了一声佛号：“日光菩萨，听闻你和月光菩萨向来形影不离，既然你来了，想来月光菩萨应该也到了吧？”孙悟空身形一纵，来到虚空和日光菩萨对峙，见日光菩萨脑袋后面的日环中隐约还有一道太乙金仙的气息，不由冷笑着说道。日光菩萨面露慈悲之色，说道：“这位道友，我观你身上隐隐散发着禅意，想来与我佛门有缘，不如皈依我佛，做个菩萨罗汉，也算得成正果，不知道有意下如何？”孙悟空闻言，哈哈大笑道：“笑话，想让我入佛门，除非你把位子让给我坐。”日光菩萨面色不变，只是叹了一口气，说道：“既然道友执迷不悟，我也只好使出伏魔手段了。”孙悟空取出混元两仪棍，冷哼道：“废话少说，让躲在你身后的月光菩萨一起出来吧，不然俺老孙怕我一棍子把你打死了。”阿弥陀佛，既然道友你想见我，月光便出来和道友见个高低吧。日光菩萨身后日环一闪，一个头顶月环的僧人出现，正是月光菩萨。两个太乙金仙后期，佛门的高手果然不少。孙悟空心中暗叹一声，1000年前，孙悟空以太乙金仙的修为便能搅乱天庭，一度认为三界之大，自己已经算得上顶尖，可后来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看着如今随随便便冒出来的一大堆太乙金仙，孙悟空心中除了无奈之外，更多的便是愤怒，被欺骗后的愤怒。孙悟空周身气势越来越强，整个虚空都弥漫着恐怖的杀意。即便1000年后的孙悟空已经失去了无敌的战意，但他的本质依旧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与天斗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阿弥陀佛，日月佛光阵，南无阿弥陀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对视一眼，察觉到孙悟空的强大后，两位菩萨果断联手，施展了成名绝技日月佛光阵。一轮烈日从日光菩萨脑后升起，三昧真火涌现，虚空都仿佛瞬间被引燃，烧出一道道虚空烈火。一轮弯月从月光菩萨的脑后升起，海上生明月的异象出现，孙悟空感觉周身一寒，咔嚓，一根银色的猴毛被寒风斩断。孙悟空眼神一凝，下一秒，孙悟空出现在了一个火焰的世界，无穷无尽的三昧真火扑向孙悟空，强大的温度好像能够将世间的一切都焚化。孙悟空在火海中不停躲闪挪移，刚准备飞到空中，便被虚空中那轮弯月的杀意给逼回了火海。孙悟空被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设下的日月佛光阵所困。这边达西鲁和他的几个师兄弟同时做法，一对对同人再次涌向虎口关，他们要趁机夺关。虎口关上，乌延赞兄弟正要安排军队死战，却被清虚道长拦下。清虚道长谨记孙悟空的吩咐，让呼延赞领着大军在关内待命，没有自己的信号，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得上关楼查看。呼延赞满脸不解，不过他也知道虎口关之所以能够守住，全靠清虚道长相助，于是也不多言，领着所有宋兵下了虎口关。等到呼延赞的大军都离开了之后，清虚道长取出龙且交给自己的一面黑色旗幡，将它悬挂在了关楼之上。呼呼呼！当旗幡升起的那一刻，整个虎口关变得阴气沉沉，阵阵阴风刮过。刹那间，整个虎口关站满了身穿甲胄的阴兵。清虚道长咽了咽口水，即便已经是天仙修为，身处如此多的阴兵之中，清虚道长还是感觉到了一阵不适。下奴！龙且出现在关楼上，只听他一声大喝，阴兵们立刻举起手中的弓弩，射！一支支阴气组成的箭矢对着关下的同人倾泻。原本刀枪不入的同人被阴气箭矢射中后，身上顿时冒起青烟。嗖嗖嗖！一支支箭矢毫不停歇地射入同人中，同人们纷纷倒地，变成铜枝。这是怎么回事啊？达西鲁见此情形，大惊失色。而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阴气中一对对衣甲残破的阴兵出现在了战场上。阴兵是阴兵，地府居然敢插手道统之争，他们难道就不怕佛门问责吗？怎么办？阴兵们刚一出现，金国大军就慌了。这些金星号、星号对平日里杀人无数，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惧怕鬼神。当看到一个个明明已经死去的宋国士兵又出现在了战场上，他们立刻便军心涣散，甚至有的精兵已经开始溃逃。阿弥陀佛，区区阴兵也敢招惹佛门，看我大威天龙！一个僧人取出一个金钵，刚想施展法术攻击阴兵，一柄阴气长矛从天而降，将那僧人直接钉在了地上。哈哈！龙且出现在了战场上，一身太乙金仙的威压肆意地宣泄着，整个战场顿时被阴气所笼罩。大胆鬼族，居然敢插手阳间的战斗，难道你不怕魂飞魄散吗？达西鲁大喝道。一个太乙金仙的鬼神，达西鲁等人完全无法抗衡，只能出口威胁：你们知道我是何人吗？龙且咧嘴一笑道：他们邙山鬼界的鬼族早就和地府脱离了关联，他们都是一群无法转世的恶鬼，既然已经无法转世了，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惧怕？阿弥陀佛，这位阴差，你应该知道得罪佛门的后果，你若是现在立刻退去，此事我佛门可暂不追究。又一真仙境界的僧人站了出来，开口劝说道：至于所谓的暂且不追究，究竟有几分可信？
那就不得而知了。龙且深知佛门的强大，他担忧夜长梦多，毕竟阴兵聚集可是很容易被天庭察觉的。一旦天庭引来雷部众神，那么阴兵们可没有多少抵抗雷霆的力量。杀！龙且大喝一声，阴兵们开始发动攻击。这些阴兵们都是龙且新收集的战魂所化，实力并不强，可他们很多人都是死于金兵之手，所以在感受到金兵的气息后，这些阴兵本能地产生了复仇的心理，战力飙升。而金兵们面对这些看得见摸不着的阴兵，却毫无斗志，他们的心中只剩下恐惧。阿弥陀佛！金兵中有略通佛法的士兵，他们念动咒语，以自身的鲜血为引，对阴兵造成了一些伤亡。不过这种士兵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金兵面对阴兵都是没有反抗之力的。日月佛光阵中，孙悟空仍旧在火海中跳跃，三昧真火强大无比，能够毁灭仙体。可孙悟空的肉身乃是混沌石所化，混沌石乃是混沌中最坚固的石头，别说三昧真火了，便是太上老君的兜率真火，想要伤到混沌石，也需要持续炼化9981天。所以这日月佛光阵中的三昧真火实际上并不能给孙悟空造成真正的伤害。虽然如此，但是被火烧的感觉终究不好受。不过因为是第一次面对这日月佛光阵，孙悟空一时间也找不到破阵之法，所以也只能暂且拖延时间。因为孙悟空知道此时的金兵应该已经快要败了。日月佛光阵突然闪过一丝不正常的波动，孙悟空眼中掠过一丝喜意，他知道这是日月菩萨发现金兵战败，心乱，找到破绽了，给我破吧。孙悟空发现了日月佛光阵的破绽，手中混元两仪棍一探，整个日月佛光阵顿时一震，然后崩裂。噗！日月佛光阵被破，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同时喷出一口精血，气息变得萎靡起来。哈哈哈！孙悟空浑身散发着凌厉的战意，憋了1000年的怒火彻底释放，太乙金仙后期的修为终于有了一丝松动。与此同时，灵山一处密室中，一只浑身缠满金色锁链的猴子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中原本充满了死寂之色，但这个时候却闪过了一丝清明，然后不停地挣扎了起来。你这妖孽居然还在挣扎！南尊者见猴子居然又开始挣扎了起来，不由闪过一丝钦佩。500多年了，这猴子一直被尽是琉璃火焚烧，却仍旧不曾屈服，这等意志着实可怕。轰！猴子脚下一团团翠绿色的火焰升腾，将猴子包裹在火焰中，猴子身上的血肉瞬间被烧毁，变成了一只金灿灿的骷髅。然而下一秒，骷髅血肉开始重生，只是气息变得虚弱了一些。地面上，猴子被焚毁血肉的灰烬中，一道道金色的能量被引入旁边的一座莲台上，而那莲台上空正悬浮着一颗金丹，金丹上布满了诡异的纹路。再有100年，金丹就该要炼成了。南尊者双手合十，为了这丹，他已经守在这密室500多年了。太乙金仙巅峰，孙悟空气息达到了极致，终于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巅峰。师兄，麻烦了。月光菩萨面色凝重，太乙金仙后期和太乙金仙巅峰看似相差不大，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谓是云泥之别。太乙金仙巅峰已经领悟了一丝大罗真谛，而太乙金仙后期则还无法触碰大罗真谛，这就导致了一个太乙金仙巅峰的强者面对太乙金仙后期可以做到轻松碾压。当然，这也不是绝对，毕竟太乙金仙巅峰厉害与否，取决于他是否领悟到了足够强大的大罗真谛。若是他领悟的大罗真谛太弱，也不见得就胜过太乙金仙后期太多。孙悟空眼神淡漠地看着日光、月光两位菩萨，身上的气息开始收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见状，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警惕起来。混元两仪棍在孙悟空手中旋转，突然，孙悟空将混元两仪棍指向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说道：“两位菩萨，今日你们已经战败，何不速速退去，归还所有大宋土地？”阿弥陀佛，道友，你好自为之吧，我们走。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听说孙悟空愿意放他们离去，不由对视一眼。两人知道今日金国大军已经战败，自己二人继续和孙悟空死拼已经没有意义，倒不如撤退，日后再来找回场子。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刮起一阵狂风，将所有的佛门弟子卷走。至于那些普通的金国士兵，他们已经顾不上了。孙悟空看着下方被阴兵追杀的金星号星号队，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就在这时，孙悟空突然感觉天空中出现一丝微压，不由暗道：看来这里的事情被天庭察觉了。天庭虽然不搭理道统之争，但阴兵参与道统之争，很容易给邙山带来麻烦。看样子得叫龙且兄弟退了。孙悟空身形一晃，来到龙且身边，拦下正在战斗的龙且，说道：龙且兄弟，天庭的人快到了，你快带着阴兵躲起来吧，剩下的战斗就交给那些普通的军队吧。龙且闻言点了点头，取出一面旗幡，摇了摇，所有的阴兵全部化作一道阴气，飞进了旗幡。阴兵全部从战场上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而在城内等待消息的清虚道长也得到了孙悟空的提示，敲响了战鼓。咚咚咚，虎口关内听到厮杀声，早就按捺不住的呼延赞总算等到了战鼓声，不由大喜。他高举手中铁鞭，领着全部兵马杀出了虎口关。杀呀！大宋兵马憋屈了很久，这一下心中的怒火彻底释放。而金国大军已经刚刚遭到阴兵的袭击，兵无战心，只能一路溃败。大宋兵马一路追击，斩杀金国大军无数，重新夺回了失陷的所有土地。天庭、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将见虎口关方向血气冲天，刀兵碰撞之声不绝于耳，心中有数，知道刚刚察觉到所谓的阴气应该是凡间大战引起的。千里眼闭上了自己的神眼，
说道：“这东胜神州的道主之争愈演愈烈，你说会不会变成第2个封神之战啊？”千里眼和顺风耳都是在封神之战中战死封神的。一听到封神之战，顺风耳不由打了个寒战，说道：“别胡说，如今圣人不出，佛道之争也被控制在大罗金仙以下，那东胜神州的道主之争再怎么演变，也不可能像封神之战一样陨落那么多仙人。也对，我们回去禀报玉帝吧，或许凡界的战争能够给天庭输入一些天兵。如今北天门战事吃紧，正是缺兵的时候。”千里眼和顺风耳说着，径直朝凌霄殿而去。孙悟空和龙且并肩而立，这一场战争，龙且收获颇丰，得到了10多万优质的阴兵。这些阴兵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成为邙山鬼王麾下的精锐。孙悟空发现龙且也并不是所有战死的鬼魂都收，而是只挑选一部分，不由好奇地问道：“龙且兄弟，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收走？俺老孙看这些鬼魂也都很不错啊。”龙且笑道：“孙兄弟有所不知，这战魂可是个好东西，冥界地府的阴差需要用到战魂，天庭的天兵其实也是挑选战魂，让他们进入化仙池变成天兵。若是我们把战魂全部收走了，那地府和天庭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只取3成，剩下的留给地府和天庭。这么多的战魂，少了3成他们也不会察觉。”原来如此，孙悟空了然地点了点头。龙且见阴兵收集的差不多了，便向孙悟空道别，准备先将这些阴兵领回邙山鬼界。虎口关一战，宋军打败了金军，夺回了失陷的云州。2国大军对峙在云州边境，不过这和孙悟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他准备返回临安城，交代李清照一些事情，然后前往邙山鬼界取回彼岸花，因为10年之期已经快到了。嗨嗨，一个面容冷峻的少年走在大街上，边走边咳血，他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看样子伤得很重。突然，他停下了脚步，冷声道：“出来吧！”一个满头白毛的闭眼猴子出现在少年身前，这猴子手中正捏着一颗人头，人头天灵盖已经被掀开，而猴子的嘴角还挂着一滴白花花的东西。身后，一个浑身凶煞之气的壮汉走了出来，壮汉怀中抱着一个人族女子，女子瑟瑟发抖，在壮汉怀中抽泣：“你们追了我半个南瞻部洲，一路上杀了不知道多少生灵，你们难道就不怕惹来天庭的人吗？”少年语气淡漠地说道。尽管他伤势严重，可依旧保持着强者的风度。天庭的人只会收到消息，1000年前的鹏魔王再度现世，在南瞻部洲残害生灵，而我们2位峨眉山护法则是替天行道，前来镇杀你这个妖孽。闭眼白毛猴子说着，将手中的人头扔在地上，然后取出了一柄鬼头大刀。壮汉也直接将怀中的女子一口吞下，打了个饱嗝，手中取出了一柄狼牙棒。这2妖正是斗战胜佛麾下的2将白猿、苍狼，而这少年正是负伤的鹏魔王飞鹏。飞鹏伤得很重，4方伏魔阵本就已经让飞鹏伤到了本源，养了几年也没能恢复，结果在峨眉山又遭到斗战胜佛重创。此时的飞鹏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白猿和苍狼是斗战胜佛不知道在何处降服的妖王，一直以来都随斗战胜佛待在峨眉山进修，但是这俩妖王很显然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一路上，2妖借着追杀飞鹏的名义，吞噬了不知道多少人族，行为之恶，即便是出身北距泸州的飞鹏都为之憎恶。苍狼与白猿的修为都只有太乙金仙初期，若是放在平时，飞鹏可以十分轻松地将这2妖抹杀。可是现在，飞鹏感受着体内所剩不多的仙力，嘴角勾起一丝苦涩的笑容。一柄银光闪闪的方天画戟出现在飞鹏手中，尽管飞鹏看起来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可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飞鹏是鲲鹏的后裔，所以白猿和苍狼尽管口中说着不怕飞鹏，但心底里对于这个曾经妖族7大圣之一的鹏魔王还是心生畏惧的。白猿当先出手了，一柄鬼头刀直接朝着飞鹏的脑袋砍去。这鬼头刀散发着阴森的鬼气，乍一出手便响起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让飞鹏眼神闪过一丝迷茫。好机会！苍狼见飞鹏好像被鬼头刀影响，心中大喜，挥舞狼牙棒从后面砸向飞鹏。眼看2妖的攻击就要落在飞鹏身上，飞鹏眼中迷茫瞬间散去，露出了浓烈的杀机。咔嚓！不知道什么时候，四周刮起了寒风。白猿和苍狼同时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得迟缓起来，到最后2妖变成了2具冰雕，被冻在了半空中。飞鹏满头黑发瞬间变得雪白，嘴角不停涌出鲜血。危机时刻，飞鹏使出了自己还没有领悟透彻的大罗真谛。飞鹏出身北冥海，领悟的大罗真谛便是鲲鹏妖师所悟的寒冰真谛。这下麻烦了，连元神都快要沉睡了。如果再不好好修养，我可就真的只能去轮回了。飞鹏挣扎着站了起来，强行调动大罗真谛，导致飞鹏的元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此时的飞鹏空有一身太乙金仙巅峰的境界，但体内的仙力和元神之力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临安城，孙悟空准备前往邙山鬼界。临行前，孙悟空将李清照托付给一风道人。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李清照依依不舍地拉着孙悟空的衣袍说道。孙悟空微微一笑，说道：小丫头放心，俺老孙不过就是去见一个故人，见完之后去还一件东西，然后就回来接你去见你师公。一风道人摸着胡须笑道：孙道有景请放心，老道一定照顾好李师侄，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老头，你记住了，若是小丫头被人欺负了，俺老孙回来可饶不了你们。一风道人点了点头，说道：
孙道友一路保重。师傅，李清照双眼通红，突然一把抱住了孙悟空。孙悟空身子微微一僵，长这么大，除了当初7大圣结拜的时候，孙悟空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抱过。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尴尬的用手将李清照满头黑发给揉成了鸟窝。诺，这是为师留给你的救命猴毛，一共就3根，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取出1根，知道吗？孙悟空从头顶拔了3根银色毛发，放在了李清照的手心。李清照小心翼翼地将猴毛收好，放在了一个香囊中，香囊里还有一只黑色的羽毛，那是大黑鸟留下来的。咦，孙悟空瞥见李清照香囊中的羽毛，眼神微微一变，问道：小丫头，你这羽毛是哪里来的？啊，这个啊，这是以前那只大黑鸟消失的时候留下的。师傅，你不也见过大黑鸟吗？李清照取出羽毛，眼中流露出想念的神色。大黑鸟陪伴了李清照几年，大黑鸟的突然消失，一直让李清照耿耿于怀。孙悟空脸色凝重，他接过李清照手中的羽毛，仔细感应着上面的气息。最后，孙悟空掏出当初在北俱泸州时飞鹏交给自己的羽毛，这2根羽毛上面的气息居然一模一样，是3个，他居然就是那只大黑鸟。可是他为什么没有与我相认呢？是了，他受了伤，而我又是现在这副模样，所以他没有能够认出我。那么究竟是何人伤了他？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孙悟空心中不由有些担忧。飞鹏，如果是1000年前，孙悟空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那个时候孙悟空认为整个3界他们7兄弟都是最顶尖的强者，根本无人能敌。可是现在孙悟空已经知道了，他们7个仅仅只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而已，神仙中可不乏从上古乃至远古便存活至今的强者。这种强者，他们可以轻松碾压孙悟空这些后辈，只是这些强者大多不显于世罢了。李清照通过孙悟空的表情看出大黑鸟似乎遇到什么危险了，不由担心地说道：师傅，是大黑鸟遇到危险了吗？你能不能去帮帮他？孙悟空沉吟不语，心中想到，如今距离和邙山鬼王的约定还有1年时间，以自己的速度赶往北俱泸州也不过就是半日的功夫，倒是不急于赶往北俱泸州。只是三哥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该怎么找到他？或许是察觉到了孙悟空的想法，当初飞鹏交给孙悟空的那根羽毛突然散发一丝微弱的气息，然后羽毛在空中缓缓旋转，最后指向了南瞻部洲方向。南瞻部洲，三哥怎么会在那里呢？孙悟空心中涌出不祥的预感，他对李清照说道：小丫头，你好好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师傅先去了。说完之后，孙悟空没有丝毫犹豫，一个跟头驾着筋斗云消失在了东胜神州。师傅，你一定要找到大黑鸟。李清照看着孙悟空消失的方向，心中默默地说道。一风道人脸上掠过一抹诡异的笑容，一闪而逝。背对着他的李清照自然没有察觉到，他只是突然感觉有些冷，下意识地抱住了自己。南瞻部洲某处荒山，一只黑色大鸟趴在一块岩石上，四周一只野兽正围着大鸟，小心翼翼地靠近着。咦，师兄，那下面好像有妖气。天空中，几名身穿道袍、脚踏仙剑的男子发现了山下的大鸟，其中一人停了下来，眼神中流露出惊喜之色。是只大妖，看样子怎么也得有凡仙境界。这等境界的大妖，不管是精血还是骨头、羽毛，都是极佳的材料。被称作师兄的那人是蜀山弟子江辰，蜀山派是南瞻部洲一个道家修行宗门，开派祖师唤作长眉道人，是人教留在南瞻部洲的道主。江辰带着几名蜀山弟子按下剑光，落在了荒山上，四周的野兽被吓得慌忙逃窜，不一会儿便全部消失不见了。江辰靠近大鸟，感受到大鸟身上若有若无的威压，脸色微微一变，他抬手示意想要靠近的师弟们停下脚步，然后满脸凝重地说道：这不是凡仙，他是天仙，不是真仙境界的大妖。什么？这些蜀山弟子都是些入门不过100年的小修士，修为最高的江辰也不过就是凡仙巅峰而已。蜀山弟子虽然都以除魔卫道为己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傻子。真仙境界的大妖，就算是受伤了，也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师兄，我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走了？这可是真仙境界的大妖，若是能够降服他，我们在蜀山个脉中肯定名声大噪，说不定飞升上了天庭的前辈们都会亲自下界收徒。其中一个弟子有些不甘心地说道：这些弟子的天赋都不算差，可这辈子能否修炼到天仙境界，他们谁都无法保证。若是今日降服了眼前这只真仙境界的大妖，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是受用无尽啊！江辰自然也很心动，他的师父玉阳子在蜀山长老中地位并不算高，能够得到的资源也很有限。江辰自负天赋异禀，可没有资源，空耗了100年也没有能够成为天仙。眼前这只真仙大妖，且不说别的，就那一身宝血用来炼药，也足够能培养出几个天仙修士了。